一艘小船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缓缓行驶。你的小妹妹真漂亮。莉莉安娜有些局促地抓着身旁人的手。丽贝卡弯下腰，注视着莉莉安娜的眼睛，问道：“你几岁了，孩子？”莉莉安娜有些迟疑地回答道：“我6岁了。你也很漂亮。”丽贝卡听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哦天哪，谢谢你。这真的很奇怪，她竟然在船上的宴会中撞见了小说的女主角。1个月前的那场高烧，伴随着如闪电般击中脑海的记忆，让她想起了一切。丽贝卡为了复仇离开家乡特罗瓦扎，最终在帝国定居。在那里，她无意间与多位男主角纠缠在一起，并赢得了他们的爱。那些男人为了得到她，不惜动用各自的权力和影响力，展开了疯狂的争夺。然而，丽贝卡却利用他们的狂热，操纵他们挑起了一场战争。那场战火最终蔓延开来，将他的故乡特罗瓦扎彻底化为灰烬。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我的家人沦为了牺牲品。阿丽切作为长姐，在战场上力战而亡，而我则被帝国俘虏，关进了冰冷的牢笼。他偷偷抬起眼帘，观察着眼前的局势。在得知这本小说的剧情之前，他原本只是个普通的6岁女孩。阿丽切察觉到妹妹的异样，有些尴尬地对丽贝卡解释道：“她平时没这么害羞的。”丽贝卡微笑着回应道：“没关系。更糟糕的是，这本小说在我15岁那年就戛然而止了。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我的心理年龄并没有随着记忆的觉醒而变得特别成熟。”她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前世。试想一下，一个普通的6岁女孩，脑海中突然被塞进了一整部小说的情节，就像被雷劈中了一样。她死死拽住阿丽切的衣角，身体止不住的颤抖。我必须做点什么，绝不能让小说里的悲剧发生。可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转生者还是穿越者，我好害怕。莉莉安娜猛地一惊，一只戴着蕾丝手套的手伸到了她的面前。莉莉安娜愣住了，这是……莉莉安娜瞬间两眼放光，兴奋地扑了上去。哇，是巧克力！在特罗瓦扎很难找到巧克力的。丽贝卡将袋子递了过去，笑着问道：“你喜欢巧克力吗？”她开心地围着丽贝卡打转。是的，我喜欢。莉莉安娜最喜欢巧克力了。坐在一旁的艾米莉亚看着这一幕，有些无奈地提醒道：“嘿，莉莉，你是不是该谢谢人家？”莉莉安娜捧着巧克力，笑得合不拢嘴：“谢谢你。”哇，真的是巧克力！你真的很开心的，不是吗？她转头看向阿丽切，打扰一下，我可以摸摸莉莉安娜的头吗？阿丽切微微点头，回应道：“哦，当然，只要莉莉自己不介意的话。”丽贝卡俯下身：“莉莉安娜，我可以摸摸你的头发吗？”莉莉安内嘴里塞满了甜点，含糊不清地回答道：“当然可以。”丽贝卡伸出手，温柔地抚摸着莉莉安娜柔软的卷发。莉莉安娜舒服地眯起眼睛，像只满足的小猫。丽贝卡的嘴角带着一丝笑意，她低声地喃道：“我很抱歉，为了很多事情。”莉莉安娜愣住了：“你说什么？”丽贝卡没有解释，只是换了个话题问道：“莉莉安娜，你的梦想是什么？”莉莉安娜歪着头陷入了沉思。我想和姐姐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丽贝卡看着她轻声回应道：“是吗？真是个伟大的梦想，我相信一定会实现的。”夜风吹过甲板，丽贝卡站在月光下，裙摆随风飘动。莉莉，希望你能健康地长大。莉莉安娜用力地点了点头，大声回应道：“我会的，也祝你身体健康。”然而就在那个黎明，有人翻过护栏，坠入了冰冷的海水。搜救行动持续了1个月，却始终没有找到失踪者的遗体，最终只能宣告死亡。那个人就是丽贝卡。莉莉安娜惊恐地睁大眼睛，冷汗顺着脸颊滑落。小说还没开始，竟然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姐姐们被要求配合调查，她们显然受到了不小的惊吓，但谁也比不上我此刻内心的震撼。这怎么可能？这种事真的会发生吗？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如果女主角已经死了，我脑子里的那部小说到底算什么？阳光洒在特罗瓦扎的白色建筑上，鸟鸣声清脆地回荡在街道间，餐具碰撞发出轻响。莉莉安娜无精打采地用勺子拨弄着盘子里的蔬菜，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阿丽切放下手中的报纸，看着垂头丧气的妹妹问道：“黑小不点，你又在叹什么气呢？”莉莉安娜整个人瘫在餐桌上：“没什么。”阿丽切伸出手，温柔地抚摸着莉莉安娜的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吗？”坐在一旁的艾米莉亚单手托腮，毫不留情地拆穿道：“阿丽切，她那样只是因为不想吃盘子里的青椒而已。”莉莉安内的身体瞬间僵住了。莉莉，趁我还能好好说话的时候，赶紧把青椒吃掉。莉莉安娜缩着脖子，小声嘟囔道：“可是我真的很讨厌青椒。”艾米莉亚的眼神变得异常冰冷，死死地盯着莉莉安娜。莉莉安娜吓得浑身一颤，立刻抓起叉子，大口大口地把青椒塞进嘴里。艾米莉亚这才满意的轻笑一声，说道：“乖孩子，想长高就得好好吃饭，你总不想一直当个矮冬瓜吧？”雷吉娜端着热气腾腾的锅走进餐厅，哈哈，莉莉，就算不喜欢青椒，也要全部吃掉哦，这样才能长得又高又壮。莉莉安娜闻到香味，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好香啊！艾米莉亚却在一旁拍着桌子，喂，为什么让我们等这么久？我昨晚只睡了1个小时，现在饿得快要晕过去了。雷吉娜并没有理会艾米莉亚的咆哮，她动作熟练地给莉莉安娜盛了一大勺汤。莉莉安娜看着碗里的食物，欢呼道：“哇，是虾仁！”雷吉娜温柔地看着莉莉安娜说道：“莉莉，只有好好吃饭才能长高变健康，知道了吗？”莉莉安娜大声回应道：“知道了。”被无视的艾米莉亚气得满脸通红：“你们竟敢无视我！我有3个姐姐和1个哥哥，那个看起来总是很疲惫、脾气又差的人，是我最小的姐姐
艾米莉亚。虽然她看起来很冷酷，但在小说里，当我被抓走时，她是那个不顾一切想要救我的人。雷吉娜是我的二姐，她是艾米莉亚的孪生姐姐，仅仅早出生了7分钟。她性格温柔，厨艺更是没得说，她做的饭菜简直是人间美味。最后是我的大姐阿丽切，也是我最喜欢的姐姐，她温柔、甜美、漂亮且强大。说实话，她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至于我的哥哥安德烈亚，他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了乡下，所以现在并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好想安德烈亚哥哥。我是唯一一个知道原著小说内容的人，既然不能把这些事告诉姐姐们，我心里积压了太多的烦恼。莉莉安娜单手托腮，无奈地叹了口气。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现在的感受，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丽贝卡的死亡让原本的故事甚至没有机会开始。既然那场战争是因为3位男主角对他的痴迷而引发的，那么现在是不是意味着我再也不用担心那些惨剧发生了？我曾对丽贝卡说过，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能像现在这样，永远和亲爱的家人一起吃美味的饭菜。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希望大家都能和睦相处，希望这种平静的生活能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永远。只要不让任何人死去就好。那个注定会打破这份平静的女主角已经消失了，现在唯一剩下的麻烦就是那些性格偏执的男主角们。莉莉安娜舀起一勺鲜美的虾仁汤，大口咀嚼着。只要我像现在这样安稳的生活下去，应该就不会遇到他们了吧？原著故事是在我12岁那年才正式开始的，距离现在还有整整6年时间。莉莉安娜幸福地眯起眼睛，感受着食物在舌尖绽放的美味。管他呢，现在先好好享受这顿饭再说。雷吉娜，这汤真是太好喝了。雷吉娜笑着回应道：“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莉莉，距离我知道的那个故事开始还有很长一段日子呢。原本我是这么想的，至少在那个瞬间，我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平静下去。莉莉，等我们洗漱完，一起去个地方吧。莉莉安娜愣了一下，哎，我们要去哪儿？艾米莉亚微笑着回答道：“我们要去给你买些漂亮的衣服。”莉莉安娜眨了眨眼，有些不解地说道：“可是我有衣服穿呀。”艾米莉亚斩钉截铁地回应道：“不，你没有。”莉莉安娜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可是我们上周才刚买过。艾米莉亚摆了摆手，语气不容置疑：“那些还不够，这太奇怪了。按照以往的经验，当姐姐们用这种语气说话时，通常是要带我去医院打针。不会吧？应该不是要去打针吧？”在一家装潢考究的店内，阳光透过高大的拱窗洒在精致的瓷器上，一个温和的声音打破了宁静：“你好，小淑女。”莉莉安娜抬起头，整个人愣在了原地。眼前的男人优雅地交叠着双手，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他穿着极其华丽的立领衬衫，披肩上点缀着繁复的金色暗纹，整个人散发出一种神秘而高贵的气息。哇，他长得真好看！看来我们不是来打针的。不过这个男人到底是谁？艾米莉亚冷声问道：“你就是弗朗索瓦吗？”莉莉安娜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什么？她猛地转头看向艾米莉亚。艾米莉亚，你刚才说什么？弗朗索瓦？弗朗索瓦？卡塞尔？作为天才魔法师和魔法塔的主人，弗朗索瓦在原著中扮演着疯狂男主角的角色。他就是那个将女主角囚禁在塔中，并强迫我成为他仆人的罪魁祸首。莉莉安娜吓得连连后退，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弗朗索瓦优雅地端起茶杯，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微笑。没错，我就是弗朗索瓦。卡塞尔，你一定就是艾米莉亚。贝尔骄傲了。为什么？为什么这家伙会出现在这里？弗朗索瓦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莉莉安娜感到一阵眩晕。距离小说剧情正式开始明明还有6年时间。她踉跄着后退，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液。必须先带着艾米莉亚离开这里。她伸出手，用力拽住艾米莉亚。艾米莉亚，虽然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但弗朗索瓦是个非常危险的人。小说里的每一个男主角都带着某种疯狂。皇帝马里乌斯，他对女主角痴迷到愿意为她做任何事。还有利奥波德，最强的战士和骑士队长。如果他开口，他会把肝脏和胆囊给他。但弗朗索瓦不同，他的疯狂源于古老魔法与天赋之间的扭曲联系，那是一种真正的、纯粹的丧失理智。他的疯狂就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阴晴不定且无法预测。正因如此，莉莉安娜此刻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餐厅内气氛凝固，艾米莉亚沉默地站着，目光复杂地注视着前方。你应该收到我的信了吧？关于古老魔法与天赋者之间关系的那份报告。艾米莉亚顺势坐下。作为魔塔之主，你应该很清楚，我寄给你的那些东西可不是轻易就能弄到的。弗朗索瓦露出灿烂的笑容。那是当然，古代魔法遗物本就罕见，更何况是与天赋者相关的研究，这对魔法师来说简直比黄金还要珍贵。你能明白这一点就好。艾米莉亚回应道。毕竟在特罗瓦扎之外，想要找到关于天赋者的任何线索都难如登天。坐在一旁的莉莉安娜心中满是疑惑，难道弗朗索瓦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对天赋者产生了好奇？哪怕只是亲眼见证一次天赋的施展，都是极其罕见的事情。正因如此，魔法师们为了得到哪怕一张相关的研究报告，都会陷入疯狂的渴求之中。所谓的天赋是特罗瓦扎人独有的特殊能力，大陆各地的魔法师都渴望对其进行研究，但特罗瓦扎长期奉行严密的孤立政策，让外界的调查几乎变得不可能。莉莉安娜盯着弗朗索瓦，心中疑虑丛生。他是怎么进入特罗瓦扎的？想要绕过严密的海岸警卫队，绝非易事。这个男人果然如传闻中一样危险。莉莉安娜用力攥紧拳头，如果他敢让艾米莉亚陷入危险，我就狠狠咬断他的胳膊。
弗朗索瓦嘴角勾起一抹笑意。那么，艾米莉亚小姐，你究竟想要什么？他优雅地靠在椅背上，神情中透着一丝玩世不恭。莉莉安娜看着他那副游刃有余的样子，心里一阵发虚，自己真的能咬得动他吗？艾米莉亚察觉到了妹妹的局促，伸出手温柔地抚摸着莉莉安娜的头。你觉得她几岁了？大概4岁还是5岁？她总不可能是你的女儿，是妹妹吗？艾米莉亚平静地回应道：是的，她是我妹妹，因为是早产了2个月的孩子，所以身体一直比较虚弱。她只要受惊就会发烧，哪怕只是吹到冷风，咳嗽一声，都很容易恶化成肺炎。弗朗索瓦微笑着注视着莉莉安娜，原来如此，所以你找我来，是想让我对她使用治愈魔法吗？莉莉安娜的心脏猛地一跳，冷汗顺着脸颊滑落。艾米莉亚点了点头，我读过你写的论文，上面提到，如果引用结构类似于神圣魔法的药剂，可以将治愈效果放大5倍，即便没有现成的疾病。我相信这种药剂也能刺激发育中孩子的细胞分裂与生长，从而提升整体的健康水平。弗朗索瓦饶有兴致地回应道：我听说你并不是魔法师，但你的见解确实非常博学，在这个领域，你的专业程度足以获得认可。莉莉安娜用力抓紧了桌布，难道艾米莉亚和弗朗索瓦见面的真正原因，竟然是因为我这个弱点？如果真是这样，我必须立刻阻止这一切。艾米莉亚，莉莉安娜拽了拽姐姐的衣袖，我们能去外面吗？我觉得这里有点闷。艾米莉亚转过头，有些意外地看着妹妹。服务生，请给这位小姐拿一杯橙汁来。艾米莉亚，我不是那个意思。莉莉安娜在心中呐喊，和弗朗索瓦扯上关系，绝对不会有好结果。侍者端来一杯加了冰块的橙汁，这是您的橙汁，小小姐。莉莉安娜盯着那杯果汁，脑海中飞速旋转。那个男人真的很危险，他根本不可能真心帮我，到底该怎么办？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只能豁出去了。莉莉安娜猛地端起杯子，随后故意手下一滑，橙汁瞬间泼洒出来，溅满了她的裙子和桌面。哎呀，我就知道你会弄得一团糟。艾米莉亚急忙拿出手帕为妹妹擦拭。没受伤吧？莉莉安娜装出无辜的样子回应道：没关系，对不起，艾米莉亚。虽然手心和衣服都变得黏糊糊的，但莉莉安娜并不在意，只要能用这个借口离开弗朗索瓦，一切都值得。艾米莉亚无奈地叹了口气，回家后得把这件衣服洗了。莉莉安娜悄悄用余光观察着弗朗索瓦，只要能避开这个男人，哪怕弄脏衣服也无所谓。莉莉安娜愣住了，弗朗索瓦单手托腮，正一动不动地盯着她。为什么他要这样看着我？回到家后，莉莉安娜忍不住开口：艾米莉亚，你还要再去见那个男人吗？我不喜欢他。艾米莉亚转过头，嘴角露出一抹调侃的笑意。是吗？可你刚才盯着他看的眼神，明明是在感叹他长得有多好看。莉莉安娜的小脸瞬间长得通红，虽然他确实长得很出众，但那和喜欢完全是两码事。我还是不喜欢他。无论如何，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帮忙的话，艾米莉亚看着莉莉安娜，为了让你恢复健康，你必须继续和他见面，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莉莉。艾米莉亚伸出手，轻轻戳了戳莉莉安娜红扑扑的脸颊。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他请到这里来吗？莉莉安娜低下头发，出一声闷哼。可是艾米莉亚，那个人可是弗朗索瓦，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人。她比你想象的要可怕的多。原本应该出现的女主角已经失踪了。如果艾米莉亚因为弗朗索瓦出了什么事，如果真的发生那种事，我一定会恨死自己的。哇，我们到游乐场了！莉莉安娜兴奋地欢呼着，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雷吉娜跟在身后。莉莉，你真的这么开心吗？我最喜欢这里了。莉莉安娜用力点头回应道。她已经很久没有来游乐场玩耍了。自从丽贝卡事件发生后，莉莉安娜就一直高烧不退，年幼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那场变故带来的巨大冲击。在那段漫长而痛苦的日子里，她只能虚弱地躺在床上，因为病得太重，她无法踏出家门半步，甚至不得不停止去幼儿园上学。那段被病痛困扰的阴暗时光，让她几乎忘记了在阳光下奔跑的感觉。被困在家里的日子简直令人窒息，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莉莉安娜终于崩溃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外涌。我好想我的朋友们，弗朗西斯卡、马丁娜还有安东尼奥，我真的好想安东尼奥。莉莉安娜继续哀嚎着。雷吉娜试探着，公主殿下，你想玩医生看病的游戏吗？不要，我要去游乐场。就在这时，房门被猛地推开。喂！艾米莉亚一脸不耐烦，别再吵了，赶紧带她去沙坑或者随便什么地方玩玩。她现在没法去幼儿园，肯定已经闷坏了。正是因为艾米莉亚，莉莉安娜才终于得到了解脱。她紧紧抓着秋千的铁链，笑得合不拢嘴，所有的烦恼似乎都随着风飘散了。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之前被困在家里，不仅感到窒息和压抑，更让她焦虑的是姐姐们可能会提前遇到小说里的那些男主角。但现在莉莉安娜什么都不想去思考，她只想荡得更高一点，再高一点。她用力蹬着双腿，如果现在有人能从后面推我一把就完美了。雷吉娜坐在不远处的长椅上，手里正忙着织毛衣。莉莉看起来真的很开心。就在这时，一双苍白的手悄无声息地伸向了莉莉安娜的后背。莉莉安娜感到背后传来一股推力，秋千猛地向前荡去，划出一道高高的弧线。哎，是谁在推我？莉莉安娜有些惊讶，但随即被这种腾空感夺去了注意力。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推的正是时候。玩得开心吗？想荡得更高一点吗？想。莉莉安娜大声回应道。我想荡得更高。好嘞！那个人爽朗地笑了起来，抓稳了。随着那人再次用力一推，秋千带着莉莉安娜冲向更高处，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太好玩了，我感觉自己真的在飞。就在秋千荡到最高点的瞬间，莉莉安娜的小手突然一滑，指尖脱离了冰冷的铁链，
他整个人从秋千上跌落，在空中无力的翻转。哎！雷吉娜伸出双手，徒劳的向前方抓去，双眼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剧烈颤抖。莉莉安娜，莉莉安娜感到一阵恍惚，真奇怪，为什么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这么慢？她仰望着天空，白云和飞鸟似乎都凝固在了高处。莉莉安娜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正在坠落。如果就这样掉下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利奥波特猛地冲上前，稳稳接住了坠落的莉莉安娜。他小心翼翼地睁开一只眼，有些茫然地看着眼前的男人。他愣住了，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利奥波特大口喘着粗气，神情紧张地打量着怀里的莉莉。雷吉内尖叫着跑了过来，莉莉！马里乌斯也紧随其后。喂，小鬼！雷吉娜扑到莉莉身边，一把将她从利奥波特怀里拉过来。你还好吗？有没有受伤？莉莉安娜有些不知所措地回应道。没有，我没事。雷吉娜猛地抱住她，谢天谢地，我真的松了一口气。雷吉娜一定吓坏了。马里乌斯站在一旁，脸色煞白。刚才那一瞬间，我的手竟然完全使不上劲，头没有撞到吧？手和脚呢？看你从秋千上摔下来，我真的以为你要没命了。利奥波特站在一旁，语气平静地安抚道：“别担心，他很安全。”他猛地停住，改口说道：“马里乌斯。”莉莉安娜在雷吉娜怀中猛地一颤。等等，他刚才叫他什么？马里乌斯拍着胸口，长舒了一口气。你救了他的命，也等于是救了我的命。谢谢你，利奥，刚才真是把我吓得半死。利奥！莉莉安娜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思议。马里乌斯，可是艾米莉亚和那个疯子弗朗索瓦纠缠在一起，分明还没过去多久啊！为什么另外两个男主角也会出现在这里？雷吉娜猛地转过头，对着马里乌斯怒喝道：“喂，你这家伙，你看看他，你怎么能用力推一个这么弱小、这么脆弱的孩子？”雷吉娜。雷吉娜平时总是像春风一样温柔，现在却气成这样，看来她是真的动了真火。马里乌斯虽然平时看起来随和，但他毕竟是那个男人。莉莉安娜看着他紧紧攥起的拳头，心中充满了恐惧。如果他因为雷吉内的指责而发火该怎么办？要不是这位先生及时出手，我的妹妹肯定会受重伤。利奥波特被这突如其来的夸赞弄得有些局促，身体下意识地僵了一下。不，快住手，雷吉娜！我很怕那个男人啊！他试图阻止雷吉娜继续挑衅。雷吉娜，快停下！马里乌斯突然猛地弯下腰，大声喊道：“我诚挚地向你道歉，对不起。”雷吉娜和莉莉安娜都愣住了。雷吉娜看着怀里不断发抖的莉莉安娜，看把莉莉吓成什么样了。她还在不停地打冷战，莉莉安娜确实在发抖。没错，我是被吓到了，但绝对不是因为刚才差点摔死啊。在小说里，他确实是个性格随和的人，但我万万没想到他竟然会如此卑微地向一个来自特罗瓦扎的人道歉。毕竟他可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啊！莉莉安娜轻轻抓住了雷吉娜的手臂。雷吉娜，我没事了，你别再生气了。莉莉，她明明还这么小，却已经在努力安慰我了。雷吉娜的情绪渐渐平复，她温柔地抚摸着莉莉的头，笑着回应道：“好，我不生气了。”雷吉娜转过身，看向一直站在旁边的利奥波特：“谢谢你救了我的妹妹，多亏了你才没有酿成大祸。”利奥波特有些局促地避开视线，脸颊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不必客气，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莉莉安娜仰头注视着他，这就是利奥波特，他看起来真的好高大。在小说里，他被描绘成一名将肉体磨练到极致的剑术大师。在未来的战争中，他更是作为帝国的指挥官，率领军队战胜了特罗瓦扎。虽然心里还是对他有些畏惧，但不可否认，如果刚才没有他，自己恐怕已经没命了。那个大叔，利奥波特愣了一下，低下头看向他。莉莉安娜恭敬地弯下腰：“谢谢你救了我。”马里乌斯在一旁看到这一幕，感动得捂住了嘴巴。天哪，这个小女孩也太懂事了吧，真是又可爱又让人敬佩。利奥波特原本紧绷的脸庞终于放松下来，嘴角露出一抹温柔的笑意。雷吉娜微笑着看向利奥波特说道：“他说的对，利奥先生，真的非常感谢你，我想找个机会报答你。”利奥波特有些局促地避开视线：“没关系，只要孩子没受伤就好。”马里乌斯突然凑了过来，一脸兴奋地提议道：“既然如此，那你能当我们的向导吗？”什么？这家伙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向导，道个谢就足够了，赶紧各走各的路吧。马里乌斯一把拦住利奥波特的肩膀：“你应该知道来特罗瓦扎度假有多不容易吧？我们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总得玩个痛快才行。”他转过头，笑眯眯地看向雷吉娜，问道：“这位小姐，你愿意帮帮我们吗？”莉莉安娜在心里疯狂呐喊：“雷吉娜，千万不要掉进他的陷阱啊！”雷吉娜忍不住掩嘴笑了起来：“呵呵呵，你在说什么呢？唯独你现在最不该问这种问题吧？”莉莉安娜在心中暗自叫好：“干得漂亮，雷吉娜！”马里乌斯却厚着脸皮摆了摆手：“哎呀，别这么说嘛，其实是利奥波特特别想让你当我们的向导，对吧，我的好朋友？”利奥波特整个人都愣住了：“什么？”他下意识地看向雷吉娜，两人的目光交汇在一起。利奥波特的脸瞬间长得通红。是的，没错。如果不麻烦的话，我也会非常感激你能担任我们的向导。莉莉安娜在一旁惊掉了下巴，连利奥波特也沦陷了吗？他看着眼前这混乱的局面，心中充满了纠结。我该怎么办？和这些疯狂的男主角扯上关系绝对没好事。可是我们已经和他们相遇了。马里乌斯出现在这里，意味着阿利切和他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事。阿利切在海上安保部门工作，最终一定会成为他的护卫。莉莉安娜咬了咬牙，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她猛地抬起头，大声喊道：“好，没问题，
就由我们来当你们的向导。雷吉娜愣住了，莉莉安娜。莉莉安娜深吸一口气，既然躲不掉，那干脆改变策略。我的新计划就是让我的家人和这些男主角们成为真正的朋友。海鸟的鸣叫声在碧蓝的海港上空回荡，这就是我改变策略后的结果。我和雷吉娜成了这两位男主角今日的导游。他看起来已经不再生气了。利奥波特脸上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马里乌斯则在一旁喋喋不休的搭话，但雷吉娜始终保持着那份笑意，彻底无视了马里乌斯所说的一切。相比起弗朗索瓦，马里乌斯却是更让他感到安心。他不像是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既然已经决定要和他成为朋友，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再这么害怕了？他们走进一家宽敞的餐厅，莉莉安娜整个人瘫倒在餐桌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马里乌斯看着这一幕大笑起来，我真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居然也会这样叹气。莉莉安娜猛地坐起身，还不都是因为你我才叹气的？马里乌斯托着腮问道。那么小淑女，你今年几岁了？莉莉安娜挺起胸膛大声回应，我6岁了，而且我不小了。马里乌斯闭着眼敷衍地笑着，是吗是吗？既然你出生才不过6年，那还是个小宝宝呢。莉莉安耐气的咬牙切齿，那大叔你又几岁了？马里乌斯指了指自己，我吗？他突然凑近莉莉安娜，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几岁？莉莉安娜整个人猛地向后仰去，脸长得通红。为什么这个男主角要做出这种姿态啊？虽然利奥波特和弗朗索瓦也长得很英俊，但直到这一刻，他才真切地意识到，马里乌斯的五官简直像雕塑一样完美，不愧是男主角之一。莉莉安娜回过神来，指着他大声喊道：“你看起来就像550岁的大叔。”马里乌斯露出震惊的神情：“550岁？小鬼，你再仔细看看，这张脸怎么可能看起来有那么老？”他随即又换上一副轻松的笑脸，说道：“哦，而且你对我不用这么拘谨。”莉莉安娜愣住了，竟然可以对皇帝这么随便吗？这可是个大好机会。他立刻改口喊道：“那你就应该是5550岁。”马里乌斯无奈地叹了口气：“5000岁吗？小鬼，你的眼光真是不怎么样。不过对于一个5000岁的老头子来说，我还是非常英俊的吧？”莉莉安娜毫不犹豫地大声反驳：“才不是，利奥叔叔比你帅多了。”正在喝水的利奥波特猛地喷了一口水，整个人剧烈的咳嗽起来，脸瞬间长得通红。莉莉安娜继续指着马里乌斯喊道：“你根本没有利奥叔叔帅。”马里乌斯露出深受打击的表情：“小鬼，你再仔细看清楚，我怎么可能比那家伙差？”莉莉安娜闭着眼大喊：“不，利奥叔叔才是最棒的！”一只手突然搭在了马里乌斯的肩膀上。“冷静点，马里乌斯，好好听孩子说的话吧。”马里乌斯看着利奥那副得意的样子，咬牙切齿的低声吼道：“你就那么开心吗？刚才明明还在咳个不停。”马里乌斯还是不肯死心。“那你说，在所有5550岁的老头子里，我难道不是最帅的一个吗？”莉莉安娜冷漠地回应道：“不是。”雷吉娜掩嘴轻笑，她轻轻拍了拍莉莉安娜的头，说道：“莉莉，你的眼光真不错，我也非常赞同你的话。”利奥波特整张脸长得通红。“啊，那个，谢谢你，小鬼。”莉莉安娜立刻反驳道：“我不叫小鬼。”马里乌斯在一旁坏笑着插话道：“那是叫小不点。”莉莉安耐气的大喊：“不，我不叫小鬼，也不叫小不点。”这时服务生推着餐车走近，餐盘发出清脆的碰撞声，他将热气腾腾的食物端上桌，说道：“各位，你们的点餐准备好了。”雷吉娜礼貌地回应道：“哦，谢谢你。我听说帝国的人平时更喜欢吃肉，所以今天点的多半是肉类料理，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马里乌斯笑着回答：“当然，感谢你的体贴。”莉莉安娜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儿童特餐，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哇，终于来了，我的专属午餐！”她拿起叉子卷起面条，应付这两个男主角真是太耗费精力了。我要多吃点肉，好好补充一下能量。餐厅的大门被推开，清脆的铃铛声在室内回响。餐厅的女侍者红着脸迎上前去，热情地打着招呼：“哦，欢迎光临。”沉稳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利奥波特敏锐地察觉到了动静，他停下手中的餐具，转头看向入口处。“弗朗索瓦，你怎么会在这里？”莉莉安娜的大脑一片空白。“什么？他刚才叫了谁的名字？为什么那个名字会出现在这里？”弗朗索瓦优雅地走到餐桌旁：“我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提前过来了。倒是你们两个，为什么已经在这座城市里了？难道我身上带着某种吸引男主角的磁铁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该在今天早上求着要出门的。”马里乌斯一边切着盘里的食物，一边解释道：“我们提前几天过来四处看看，这两位女士是今天的导游。”马里乌斯注意到莉莉安娜的异样，说起来：“小鬼，你怎么突然脸色这么难看？”莉莉安娜在心里呐喊：“我怎么可能不难看？难道今天就是我的受难日吗？”弗朗索瓦转过头，目光落在了瑟瑟发抖的莉莉安娜身上，他微微眯起眼，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弧度，说道：“你好，小淑女，我们又见面了。”莉莉安娜猛地咽下一口唾沫，恐惧如潮水般将她淹没。“我是认真的，我真的非常害怕。”弗朗索瓦在原著小说里，他不仅将女主角囚禁在高塔之中，甚至连我也没放过。作为被帝国俘虏的囚犯，我在那座阴冷的高塔里担任女主角的侍女，一同被锁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每当丽贝卡拒绝进食，那个疯子就会对我下手。他在我身上下了一种剧毒，那种毒药会让人在漫长而剧烈的痛苦中慢慢死去，除非定期服用解药。然而，他每次提供的解药分量只够维持半天，而且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丽贝卡必须乖乖吃饭。为了救我的命，丽贝卡
只能一边流着泪，一边强迫自己把食物塞进嘴里，哪怕那些东西让他反胃到不停呕吐，他也必须为了让我活下去而拼命吞咽。莉莉安娜的手剧烈得颤抖着，她低着头，声音细若蚊呐的回应道：“你好。”雷吉娜察觉到了莉莉安娜的异样，她转头看向弗朗索瓦：“你好，很高兴见到你。看来你认识我的妹妹。”弗朗索瓦微微挑眉：“妹妹？你是她的姐姐吗？这么说，你就是艾米莉亚·贝尔基奥的兄弟姐妹了。”雷吉娜侧过头，微笑着解释道：“她是我的双胞胎妹妹，我们长得不太像吧？经常有人这么说。但是，你是怎么认识我们家小莉莉安娜的？”莉莉安娜惊恐地看向身旁的雷吉娜。雷吉娜，弗朗索瓦微微侧过头，语气中带着一丝玩味：“难道艾米莉亚没有告诉你吗？为了她妹妹的健康，她和我做了一个交易。”莉莉安娜的心脏猛地一沉，冷汗顺着脸颊滑落。雷吉娜追问道：“交易？什么样的交易？”弗朗索瓦摊开双手，遗憾地回应道：“我不能随意向其他人透露合同的细节，所以无法告诉你。”雷吉娜斜过眼看向弗朗索瓦，眼神中透着冰冷的寒意：“是吗？看来我得亲自去问问艾米莉亚了。快点吃吧，莉莉。”莉莉安娜颤抖着拿起叉子，小声回应：“好的。”感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觉得我要吐了。虽然我不确定艾米莉亚和弗朗索瓦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但有一点很清楚，我就是那个原因。希望艾米莉亚不要因为这件事惹上大麻烦。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雷吉娜停下手中的动作，冷淡的回应：“雷吉娜·贝尔基奥。雷吉娜小姐，你回家后可以直接去问艾米莉亚细节。虽然你们都是莉莉安娜的监护人，但我有种预感，艾米莉亚因为独自做了这种决定，恐怕会被你们狠狠教训一顿吧。”雷吉娜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气息。“我会这么做的，弗朗索瓦先生。多谢你的提醒。”莉莉安娜吓得浑身发抖。我真的希望艾米莉亚不要遇到麻烦，但我感觉她肯定死定了。对不起，艾米莉亚，趁现在还能跑，快点逃命吧。海浪拍打着沙滩，夕阳将海面染成一片金红。莉莉安娜缓缓睁开眼，视线有些模糊。她正趴在利奥波特的背上。我们这是在哪儿？马里乌斯注意到背上的动静，笑着打趣道：“哦，你醒了呀，小鬼。”雷吉娜也凑了过来，温柔地问道：“睡得好吗，莉莉？”她趴在利奥波特的肩头，努力回想，记忆慢慢浮现。吃完饭后，弗朗索瓦因为工作先行离开了，剩下的几个人则一起来到了附近的沙滩。自己竟然睡着了。他猛地发现利奥波特的衬衫上有一块湿痕，糟了，我流口水在他衣服上了。对不起，利奥先生。雷吉娜停下脚步，转过身：“利奥先生快到了，接下来的路我们自己走就好。”利奥波特愣了一下，有些局促地回应道：“啊，我送你们到家门口吧。”雷吉娜微笑着摇了摇头：“不用了，没关系的，家里住的都是女性，我的姐妹们可能会觉得不自在。”利奥波特脸上泛起一丝尴尬的红晕：“哦，我明白了，是我考虑不周。”他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将莉莉安娜放回地面。莉莉安娜双脚落地，有些不舍地整理着裙摆。“我其实挺喜欢在高处的感觉。”利奥波特看着雷吉娜，神情显得有些犹豫。“那个，雷吉娜小姐，如果可以的话，下次还能请你再当我们的向导吗？”雷吉娜看着利奥波特，有些意外。“改天吗？”马里乌斯在一旁吹起了轻快的口哨。莉莉安娜突然抬起脚，狠狠地踩在马里乌斯的皮鞋上。“别闹了！”马里乌斯非但没生气，反而学着他的语气怪叫道：“别闹了！”他伸出手，用力揉乱了莉莉安娜的长发。莉莉安娜气得满脸通红：“不许学我说话！”马里乌斯继续嬉皮笑脸地重复道：“不许学我说话！”莉莉安娜彻底爆发了，她冲上前去，对着马里乌斯又踢又打：“你这个混蛋，你太烦人了！你这只山羊猪！”马里乌斯大笑起来：“哪有山羊猪这种东西？”莉莉安娜不依不饶地喊道：“那你就是蜥蜴！”马里乌斯叫得更开心了：“你知道蜥蜴是什么吗？”莉莉安娜气急败坏地挥动着拳头：“我当然知道，你以为我连这都不懂吗？”马里乌斯突然伸出双手，一把将莉莉安娜从地上拎了起来。莉莉安娜在半空中无力地挣扎着：“你放开我！作为一个小鬼，你倒是挺聪明的。”莉莉安娜在半空中拼命挣扎：“我才不是小鬼，快把我放下来！”马里乌斯挑了挑眉毛，故作惊讶地回应道：“哦，你不是小鬼？通常不承认自己是小鬼的人，其实就是个小鬼。”莉莉安娜眼眶迅速变红，泪水在眼底打转，她咬着嘴唇，微微颤抖：“我……”终于，她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起来。雷吉娜被这突如其来的哭声吓了一跳，有些慌乱地说道：“天啊，我得去安慰一下莉莉。”马里乌斯这吓慌了神，赶紧蹲下身子，张开双手想要安抚她：“别哭了，小鬼，对不起，行了吧？就原谅我这一次吧。”雷吉娜趁机对利奥波特说道：“3天后的2点，我们在同一家咖啡馆见面吧。”雷吉娜温柔地抱住她：“怎么了，我的小公主？是谁让你哭成这样的？快把眼泪擦擦！”莉莉安娜埋在雷吉娜怀里，抽泣着大喊道：“马里乌斯，你这个卑鄙的男主角，你这个幼稚的混蛋！”雷吉娜轻声安慰道：“别哭了，小公主，等我哪天练成了钢铁般的拳头，第一个要揍的人就是你。”夕阳彻底沉入地平线，街道被余晖染成深紫色。利奥波特面色阴沉：“马里乌斯，你非得把他弄哭成那样吗？”马里乌斯挠了挠头发：“可是他真的很可爱啊。”马里乌斯顺势搂住利奥波特的肩膀：“别这么瞪着我嘛，多亏了我，你才能和雷吉娜小姐定下第2次约会，不是吗？”利奥波特沉默了，脸颊泛起一抹可疑的红晕。这家伙，看来他是真的对那位小姐一见钟情了，真不敢相信那个传闻中的利奥波特竟然也会有这一天。
如果那些平日里对他唯命是从的骑士们看到这一幕，肯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光是想象他们大惊失色的样子，我就觉得有趣的不得了。他长舒了一口气，眼神中透出一丝庆幸。不过说真的，我们迷路后竟然能走到那个游乐场，简直是神来之笔，你不觉得吗？利奥波特沉默地走在前面。也许吧。在前往特罗瓦扎参加峰会的行程确定后，他们比原定计划提前抵达了这里。为了处理一些私人的事务，尽管当地政府对这2位大人物在没有任何护卫的情况下四处走动感到不安，但这种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毕竟其中一位是利奥波特，那个被称为人间兵器的顶级剑术大师，而另一位则是马里乌斯。他在经历了一场残酷的血亲相残后，最终踏着兄弟们的尸骸登上了王座。凭借着远超常人的实力，他们无需任何保护，便能毫无畏惧地在特罗瓦扎四处探索。然而，谁又能料到呢？即便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他们依然陷入了困境。我们这是在哪儿？利奥波特面无表情地回应道：“别问我，我想只要我们一直走下去，总能走到某个地方的。”利奥波特沉默了片刻，简短地回答道：“我同意。”弗朗索瓦一边走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景象。不管怎么说，特罗瓦扎的生活水平比我想象中要高得多。我原以为这个国家因为长期奉行孤立政策，发展会处于停滞状态。如果我们现在与特罗瓦扎开战，帝国恐怕也会面临毁灭性的损失。利奥波特微微点头，看来确实如此。弗朗索瓦压低了声音补充道：“而且这里30%的人口都是异能者，所以这绝不是一个可以被轻视的国家。这里富庶和平，而且美丽，气候宜人，繁荣程度更是不言而喻。试问哪个征服者不想拥有这片土地？即便不通过战争，仅仅是与特罗瓦扎建立外交关系，也会给帝国带来巨大的财富。我必须谨慎处理这件事。”突然，一阵清脆而响亮的笑声打破了他的思绪。弗朗索瓦停下脚步，有些疑惑地看向声音来源的方向。哦，没想到这里还会有游乐场。利奥波特顺着他的视线看去，看起来他玩得很开心。弗朗索瓦点了点头，你说的对，不过玩秋千真的有那么有趣吗？在他们前方的秋千架上，莉莉安娜正高高地荡起。弗朗索瓦看着他，眼神中闪过一丝深思。仔细听好，我死后，所以你必须，那是贝尔基奥家族的孩子。贝尔基奥，在我们来到特罗瓦扎之前，我曾调查过他们。贝尔基奥家族有一个老来笨女的小女儿。利奥波特若有所思地看向莉莉安娜。贝尔基奥家族吗？他们曾是这里的政治精英。为什么安德烈亚会选择离开权力中心，去乡下生活呢？他曾是一名非常有前途的政治家，正值壮年却放弃了一切去乡下生活。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利奥波特正说着，下意识地转头看向身侧，却发现原本站在那里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马里乌斯。就在他看到那个孩子的瞬间，某种情感在心中悄然炸裂。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以前会那么急切。他伸出手轻推在秋千的背板上，竟然一直忽略了这样一个可爱的孩子。安德烈亚，我对你的誓言，即便时光倒流也依然有效。我会保护好你心爱的妹妹们，就像我向你承诺过的那样。他微笑着问道：“玩得开心吗？想不想再高一点？”莉莉安娜紧紧抓着秋千绳，兴奋地大喊道：“想，我想飞得更高。”马里乌斯脸颊微红，眼中满是灿烂的笑意。好嘞，抓稳了。这是我唯一能为自己的过错赎罪的方式。雷吉娜猛地拍向桌面，大声质问眼前的艾米莉亚：“你竟然一个人就做了这种决定，为什么不跟我或者阿丽切商量一下？”艾米莉亚显得有些局促：“对不起，我当时太忙了，就给忘了。但这毕竟是和莉莉有关的事。听我说，艾米莉亚，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像弗朗索瓦那样出色的法师，我知道他是个天才。”雷吉娜粗暴地打断了对方：“但是莉莉不是你可以用来做实验的小白鼠，我绝不允许你给她喝那种奇怪的药水。”艾米莉亚急切地辩解道：“我可以通过研究来证明药效。你难道觉得我没有计算过风险吗？”在隔壁静谧的卧室内，莉莉正蜷缩在被窝里，外面的争吵声断断续续地传进这间屋子。她拉紧了被角，将自己埋在枕头之间。全都是因为我，如果我能变得强大一点，姐姐们就不用吵架了。她翻过身，用力抱住身边的玩偶。曲奇，你也希望阿丽切快点回家对吧？只要阿丽切在场，雷吉娜和艾米莉亚就会停止争执。毕竟阿丽切是这世界上最坚强的人。莉莉眨了眨酸涩的眼睛，困意渐渐袭来。阿丽切，快点回家吧。随着呼吸变得均匀，她终于在不安中沉睡去。清晨的鸟鸣声在窗外此起彼伏，阳光穿过明亮的窗户洒进屋内。莉莉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熟睡。莉莉醒醒！莉莉！莉莉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发出一声含糊的呻吟。艾米莉亚正蹲在床边看着她说道：“我们要去个地方，快起来洗脸。”莉莉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嘟囔着：“我还想再睡一会儿。”艾米莉亚猛地掀开被子，大声喊道：“不行！”莉莉在床上扭动着身体，发出一阵阵哀求的呻吟。“就再睡一小会儿吗？”艾米莉亚毫不退让地大声喊道：“我说过该起床了。”莉莉委屈地嘟囔着：“你太坏了。”餐桌旁，莉莉正努力对付着涂满果酱的吐司，她大口咀嚼着，腮帮子塞得鼓鼓囊囊。但是艾米莉亚，我们要去哪里啊？你还记得上次见到的那个银发男人吗？我们要去见他。莉莉猛地打了个冷战，嘴里的吐司差点掉出来。她艰难地咽下口中的食物。哇，我肚子好痛，我想我得留在家里休息。艾米莉亚冷冷地看着她表演。莉莉撒谎可是要受罚的。莉莉捂着肚子大声喊道：“我没撒谎。”
肚子真的好痛，我觉得我需要躺下休息一会儿。艾米莉亚的脸色阴沉了下来，目光变得愈发凌厉。莉莉被这股压迫感吓得冷汗直流。那个，要不我下次再去见他吧？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艾米莉亚这才收回目光说道：“很好，明明昨天才见过面，为什么今天还要再去见他一次？”艾米莉亚催促道：“快点吃，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既然非去不可，那待会儿一定要让艾米莉亚给我买那瓶想喝很久的葡萄汁。”弗朗索瓦微微闭着眼，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莉莉安娜僵坐在餐桌前，死死盯着面前的高脚杯，杯子里盛着深紫色的液体，正不断冒出诡异的气泡。弗朗索瓦轻声说道：“味道可能会有点奇怪，但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稍微忍耐一下好吗？”这哪里不奇怪了？这杯葡萄汁居然在冒泡啊！虽然是被艾米莉亚硬拉来见弗朗索瓦的，但他可没听说还要喝这种古怪的药剂。莉莉安娜小声叫道：“艾米莉亚！”艾米莉亚端起杯子递到他面前说道：“喝了它你会变得更健康。”来，莉莉安娜吓得整个人往后缩，这颜色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能让人健康的样子。艾米莉亚平静地回应道：“药从来都不会看起来很好喝。”艾米莉亚是特罗瓦扎备受尊敬的学者，精通魔法与神圣力量。正因为一直待在艾米莉亚身边，莉莉安娜对各种魔法药剂并不陌生。她猛地转过头去，避开那只递过来的杯子，这药水里分明有弗朗索瓦的魔法气息。难道他们以为我察觉不出来吗？艾米莉亚耐心地劝诱道：“只要你喝了它，今天你想吃什么我都会买给你。”莉莉安娜垂着头，整个人显得垂头丧气。我今天什么都不想吃。艾米莉亚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莉莉，我建议你快点把它喝下去。莉莉安娜被吓得缩紧了肩膀，发出一声闷哼。这根本不是葡萄汁该有的味道。虽然心里充满了抗拒，但想到如果不听话可能会惹上麻烦，我不想惹麻烦，就先试着喝一小口吧。莉莉安娜含住吸管，小心翼翼地吸了一口。莉莉安娜猛地瞪大双眼，整个人像是被雷击中一般僵住。她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猛地将杯子砸在桌上。我不喝了，我绝对不喝这个。再忍耐一下，莉莉安娜，只要喝下去，你就能变得更健康了。我不想要。莉莉安娜剧烈的咳嗽起来，发出一阵阵干呕。她拼命挣扎，着想要推开艾米莉亚。我根本不需要变得更健康，放开我！艾米莉亚满脸忧虑与抱歉，求你了，莉莉安娜，很快就会结束的，再坚持一小会儿好吗？他委屈地看着手中那杯紫色的液体，最终还是颤抖着举起杯子，闭上眼，再次小口的吮吸起来。我不想喝了，我宁愿去打针。不行，你必须全部喝完！莉莉安娜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她放声大哭起来，声音里充满了委屈。你太坏了，艾米莉亚，我明明说过不想喝的。艾米莉亚看着怀里哭得撕心裂肺的孩子，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莉莉安娜猛地止住哭声，她一把抓起桌上盘子里的叉子，动作敏捷地跳下椅子，像一只受惊的小兽般冲了出去。她把脸深深地埋进双臂之间。我讨厌艾米莉亚，早知道她会逼我喝那种东西，我绝对不会跟她出来的。为什么要让我跑这么远，就为了喝那种恶心的东西？沉稳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莉莉安娜，艾米莉亚蹲下身子，轻轻拍了拍莉莉安娜的后背，说道：“对不起，别生我的气了好吗？”莉莉安娜猛地扭过头去，重重地哼了一声。我绝对不会原谅她的。就在这时，一块精致的草莓蛋糕被悄悄推到了她面前。弗朗索瓦微微欠身，我也很抱歉。他慢慢靠近莉莉安娜，俯下身子，我们和好吧。希望你吃了这个蛋糕后心情能好一点。他呆呆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弗朗索瓦，哇，近看的话，他真的长得太好看了。下一秒，他猛地清醒过来，迅速别过头去。他双手抱胸气，鼓鼓地哼了一声。虽然他确实长得很帅，但我还在生气呢。这可不是靠一张漂亮的脸和一块蛋糕就能解决的事情。弗朗索瓦微微眯起金色的双眸，指尖在空中轻轻一弹。莉莉安娜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看着一团光芒在眼前汇聚，随后化作一只毛茸茸的小松鼠，轻巧地落在桌面上。小松鼠摇晃着蓬松的尾巴，在莉莉安娜面前欢快地转着圈，甚至还变出了几颗小橡果，围着她不停地跳动。莉莉安娜被这神奇的一幕吸引了，她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伸出手小心翼翼地触碰着这只由光组成的小松鼠，暖洋洋的，手感既真实又柔软，它真的好可爱。弗朗索瓦蹲下身子，你觉得怎么样？莉莉安娜，现在愿意原谅我和你姐姐了吗？你可以答应我们的，对吧？莉莉安娜一边逗弄着怀里的小松鼠，一边用力地点了点头，回应道：“我居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根本不在我的计划之内。”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一块沾满奶油的草莓蛋糕已经递到了嘴边。莉莉安娜下意识地张开嘴，想要说些什么。那种药水是为了模拟神圣力量而人工调配的魔法物质，所以味道确实很糟糕。不过你表现得很棒，莉莉安娜，你是个非常勇敢的孩子，不是吗？莉莉安娜被夸得飘飘然，她一边大口吃着蛋糕，一边含糊地喊道：“没错，我是个勇敢的孩子，这个蛋糕太好吃了。”弗朗索瓦发出一阵轻笑，坐在一旁的艾米莉亚长舒了一口气，紧绷的肩膀也松弛了下来。这是他第一次饮用我的魔法药剂，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如果他感到不舒服或者开始发烧，就给他吃点药，让他好好休息。艾米莉亚认真地听着。你会在特罗瓦扎待多久？弗朗索瓦看着窗外的景色，回应道：“我不确定，我是为了工作才来这里的，应该不会待太久。”艾米莉亚看着弗朗索瓦说道：“既然如此，在你留在这里期间，请每周来看一次莉莉，毕竟这是我们达成的协议。”弗朗索瓦微微侧过头：“没问题，
协议就是协议。他垂下眼帘，神情变得有些晦暗不明。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莉莉安娜突然感觉到一股异样的视线，她疑惑地抬起头。我希望莉莉安娜。她惊恐地瞪大了双眼，瞳孔因为极度的不安而剧烈收缩。弗朗索瓦的脸色在阴影中显得格外冰冷，他一字一顿地说道：“能够健康的长大成人。”门锁发出清脆的响声，艾米莉亚推开房门，带着莉莉走进了屋内。我们终于回家了。弗朗索瓦当时的表情，不知为何让我感到恐惧。他为什么要用那种神情祝我身体健康？我完全不明白。不知道雷吉娜在不在家？他轻轻推开门缝，向里窥视。他在。你在做什么？雷吉娜听到声音转过头，莉莉。快过来！莉莉有些疑惑地走进房间，雷吉娜正站在穿衣镜前忙碌，床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裙子。雷吉娜左右手各拎起一件礼服，在身前不停地比划着，问道：“你觉得这件更好，还是这一件？”莉莉看着眼前的阵仗，有些迟疑地回应道：“雷吉娜，你穿哪件都很好看。”雷吉娜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叹了口气，但这对我没什么帮助。艾米莉亚猛地推开房门，大步流星地走进来，质问道：“你要去见谁？”雷吉娜被吓了一跳，天哪，你吓死我了！我要去见一个男人。艾米莉亚皱起眉头，这又不是你第一次约会，为什么连选哪件衣服都定不下来？阿丽切说的对，雷吉娜现在的反应确实很反常，不像阿丽切和艾米莉亚那样对男人毫无兴趣。雷吉娜喜欢约会，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一个优秀的男人呢？以前总有些男人为了讨好我，送来各种精致的饼干和礼物，但讽刺的是，那些人从来没能引起我的注意。雷吉娜有些羞涩地绞着手指说道：“他看起来真的是个很好的人，长得英俊，性格也温柔。”艾米莉亚双手抱胸，有些无奈地问道：“你是因为他性格好才想见他，还是真的对他本人感兴趣？”雷吉娜猛地抬起头，眼神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这是第一次，我对他感兴趣，就是因为他是个好人。艾米莉亚心中暗自吃惊，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雷吉娜对一个男人如此上心，到底是谁能让他变成这样？算了，穿这件吧，你穿这件最好看。莉莉安娜兴奋地扑了过来。雷吉娜，雷吉娜，到底是谁啊？是我认识的人吗？雷吉娜接过衣服，脸上洋溢着藏不住的笑意，说道：“嘿嘿，我要去见利奥波特先生。”莉莉安娜惊叫出声：“什么？雷吉娜要去见利奥波特？那个原著小说里的男主角之一？”莉莉安娜整个人陷入了巨大的震惊中。天啊，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艾米莉亚在一旁疑惑地问道：“利奥，那是谁？他是个什么样的家伙？”雷吉娜带着一丝调侃回应道：“你这种从来没谈过恋爱的人，不需要知道这么多。他很清楚未来的走向。在帝国与特罗瓦扎爆发战争后，利奥波特与阿利切分别统领着各自的军队，成为了战场上针锋相对的统帅。在惨烈的激战过后，特罗瓦扎最终还是陷落了。而那个亲手夺走阿利切性命的人，正是利奥波特。如果雷吉娜和利奥波特进展顺利的话，即便战争爆发，阿利切或许也能平安无事。这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兴奋地尖叫一声，整个人扑倒在床上，大喊道：“我举双手赞成利奥波特先生！”雷吉娜有些害羞地捂住脸颊，说道：“哎呀，快看你，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艾米莉亚看着异常兴奋的莉莉，眉头紧锁地问道：“莉莉，你为什么这么激动？感觉有点不对劲，你的脸也太红了。”艾米莉亚俯下身，伸手探向莉莉的额头。莉莉有些迷糊地应了一声：“果然如此。”莉莉，我们去诊所拿点退烧药吧。什么？我为什么要吃退烧药？艾米莉亚一把将莉莉从床上抱了起来。还能为什么？因为你在发烧啊！哎，她下意识地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这么一说，头确实感觉热热的。哎呀，管他呢，反正吃了药肯定就会好的。然而就在那天凌晨，雷吉娜不得不背起高烧不退的莉莉，心急如焚地冲向当地的诊所。虽然已经服下了退烧药，但莉莉的热度却始终没有退下去。雷吉娜明明那么期待这次约会，如果她一直忙着照顾我，就没法去见利奥波特了。莉莉吸了吸鼻子，为什么我总是生病？对不起，雷吉娜，真的对不起。利奥波特推开房门，怀中抱着一大束鲜花，神情显得格外落寞。马里乌斯正拎着外套准备出门。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被拒绝了吗？利奥波特低着头，不，我被放鸽子了。马里乌斯吓了一跳，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利奥波特的脑海中浮现出之前的画面，雷吉娜曾轻声问他：“利奥波特先生，请问你有未婚妻或者妻子吗？”他当时诚实的回答道：“不，我没有。”雷吉娜听后若有所思的回应道：“我明白了。”就在那时，远处传来了莉莉的哭喊声，雷吉娜顿时慌了神。天啊，我得去安慰莉莉。3天后的2点，我们在同一家咖啡馆见面吧。下次真的还会有下次吗？虽然我不怎么了解女人，但如果她对我没兴趣，应该不会特意问我有没有未婚妻吧？难道是我误会了？也许她当时只是因为妹妹在哭闹，为了脱身才随口答应了我的邀约。如果她从一开始就对我没兴趣呢？我在那里等了整整3个小时，可她始终没有出现。看来她确实对我没那个意思。没关系的，毕竟你们才见过一面而已。利奥波特将花束轻轻放在桌上，那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我对他的感觉。看来这家伙是真的陷进去了，简直表现得像各情窦初开的青少年。也许你是对的。总之，你早上已经把行李收拾好了吧？特罗瓦扎的向导很快就会到，做好出发的准备。利奥波特低声回应道：“知道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正准备搬往一家受保护的酒店。马里乌斯拎起沉重的行李箱，换个话题：“为什么弗朗索瓦已经在那边了？他是为了灵魂誓约而来的。”
但他通常不是那种会提前到达的人。他说自己有些私事要处理。马里乌斯追问道：“我只是好奇他所谓的私事到底是什么？看来你并不怎么担心他，大概是些个人私事吧。”马里乌斯笑了笑回应道：“他也许想趁着在这里的机会，研究一下那些拥有天赋的孩子。其实我非常清楚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但我必须装作一无所知。”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马里乌斯吓了一跳。啊，糟糕，看来他们已经到了。你继续收拾剩下的东西。利奥波特推开房门。你好，我是利奥波特，冯·巴尔特拉亨。这位是马里乌斯热情地伸出手。我是马里乌斯，很高兴见到你。阿利切静静地注视着眼前的两人，眼神深邃而平静。他握住了马里乌斯的手，问候两位。在你们留在特罗瓦扎期间，我将负责你们的安全。我是海上安全专员阿利切·贝尔基奥。马里乌斯看着眼前的女人，本以为她的声音会像外表一样冷若冰霜，没想到却意外的温柔。你是雷吉内的姐姐吗？你认识我的妹妹？马里乌斯显得十分热络。哦，我们刚好遇见了她，她还带我们四处转了一整天。这家伙甚至差点和她去约会了。马里乌斯笑着打破了尴尬。啊，我们别站在这里说话了，先去马车那边吧，我们得去拿行李。请稍等片刻。阿利切有些迟疑的回应道。哦，好吧。马车在街道上疾驰，马蹄声清脆地敲击着地面，载着一行人穿过错落有致的建筑群。车厢内随着行进微微晃动，马里乌斯靠在窗边，单手托着脸颊，陷入了沉思。贝尔基奥家族，那是特罗瓦扎的政治精英世家。这个家族培养出了无数的政治家，他们不仅在政界根基深厚，更是掌控着这片土地的命脉。战争爆发时，贝尔基奥家族的人无论男女都会奔赴前线，他们拥有悠久的历史，是特罗瓦扎最坚实的后盾。特罗瓦扎竟然派出了贝尔基奥家族的直系后裔，而且是足以独自保护我的高手，这显然是在向我展示诚意。马里乌斯打破了车厢内的沉默。莉莉安娜怎么样了？阿利切转过头，你也认识莉莉安娜吗？你刚才说已经认识了雷吉娜。马里乌斯露出灿烂的笑容。当然，我们关系非常好，难道你不知道吗？阿利切收回目光，语气平缓了一些。我最小的妹妹莉莉安娜这几天一直在住院，因为发高烧。雷吉娜和我的另一个妹妹艾米莉亚正在照顾她。利奥波特听到这里，身体猛地一震。啊！他脸颊瞬间长得通红，原本紧绷的表情彻底垮掉。马里乌斯斜眼看着身边的同伴，这家伙听到雷吉娜可能不是故意放他鸽子，竟然兴奋成这样。马里乌斯关切地问道：“那么莉莉安娜病得很重吗？”阿利切垂下眼帘，神情显得有些忧虑。今天早上看她的时候还好，但到了晚上烧又退不下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们换个话题吧。你在特罗瓦扎玩得开心吗？风景看够了吗？马里乌斯转过头，脸上带着一丝玩世不恭的笑意。当然，我听说特罗瓦扎有很多美女，看来传闻是真的。但也正因为这样，事情变得相当复杂。阿利切微微皱眉不解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马里乌斯压低了声音：“我原本决定接受一场包办婚姻，只为了政治上的利益，但现在要选出一个女人变得很困难，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太美了。”阿利切沉默了片刻，静静地看着眼前的男人。我听说你准备了灵魂誓约作为和平条约，倒不知道你还想要一场包办婚姻。马里乌斯摊开双手说道：“一旦我或特罗瓦扎的代表死去，灵魂誓约就会在那一刻终结。”他交叠起双手，嘴角露出一抹深不可测的笑意。但如果血脉交融，这份契约就会变成延续世世代代的束缚。你觉得呢，阿利切小姐？你有什么想要推荐给我的人选吗？阿利切冷静地回应道：“你有什么具体条件吗？”马里乌斯摩挲着下巴，陷入沉思。既然我要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向王位求亲，对方必须是志同道合的人，最好是来自显赫的政治世家。阿利切注视着眼前的男人，他说话的语气轻快，态度显得随性而散漫。这个男人绝非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他是一个为了登上王位不惜亲手杀掉自己亲兄弟的人。只要自己稍一分神，这个男人就会像猛兽一样将他彻底吞噬。马里乌斯拖着下巴，目光深邃地注视着他。在我看来，阿利切小姐也是个不错的候选人，你觉得呢？阿利切的瞳孔猛地收缩，他死死攥紧拳头。原来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我。一个出身名门政治世家的直系后裔，足以让帝国挑不出任何毛病。即便是在特罗瓦扎，也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这种能够赋予皇室血脉异能的力量。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我不确定，他轻声回应道。我相信我的决定将取决于你能提供什么。阿利切抬起头，嘴角勾起一抹从容的弧度。我可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女人，陛下。夜色渐深，特罗瓦扎的街道笼罩在静谧之中，唯有远处诊所的灯火依然亮着。就在昨晚，莉莉躺在病床上，听见姐姐们在走廊里争吵。雷吉娜愤怒的声音穿透了房门。自从莉莉遇见弗朗索瓦之后，就一直在生病。你确定她的魔法真的有帮助吗？你到底给莉莉吃了什么？艾米莉亚试图安抚对方，冷静点，雷吉娜，她必须忍受这一切。雷吉娜的情绪彻底失控。你看我现在的样子，像是能冷静下来吗？她只是因为正在适应才会感到不舒服。如果她出了什么意外，你打算怎么办？莉莉蜷缩在被子里，泪水不断从眼角滑落，发出细微的抽泣声。莉莉虚弱地睁开眼睛，视线有些模糊。每当我睁开眼睛，总能看到艾米莉亚坐在床边，她双手紧紧捂住嘴巴，无声的哭泣，泪水顺着指缝不停地滑落。看着她悲伤的样子，我心里难受极了。我努力伸出手想要安慰她，但她似乎并没有察觉到我的动作。只要我好起来，姐姐们就不会再哭了吧？抱着这个念头，
我开始努力吃掉所有送来的食物，哪怕再没有胃口，也会坚持下去。很快我就恢复了活力，终于可以出院了。莉莉安娜正独自勇敢地迈向游乐场，她推开大门，大声宣布道：“我可以一个人去。”艾米莉亚在后面焦急地追赶。莉莉安娜，你根本没在听我说话，我说过我们要一起去。莉莉安娜迈着小碎步跑在石板路上，真搞不懂，艾米莉亚姐姐，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完全可以一个人去游乐场。跑着跑着，莉莉安娜放慢了脚步。说起来，雷吉娜姐姐，是因为我生病才没能去和利奥波特约会的。既然原著中的女主角丽贝卡已经不在人世，那么原本的小说剧情应该还没有正式开启。虽然那场战争涉及复杂的政治问题，我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情况应该不会像小说里写的那么糟糕吧。如果原著的剧情彻底消失了，那么那些男主角们最后会和谁结婚呢？在原本的故事里，马里乌斯可是为了争夺女主角才发动了战争。既然如此，这一次战争应该就不会爆发了吧？只要那个女人渴望和平。至于弗朗索瓦，我最希望他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如果他最终和某个残忍的人在一起，他的疯狂只会变得更加不可收拾。想到这里，莉莉安娜猛地打了个冷战。而那3个人中最温柔的利奥波特，我绝不希望他被别人抢走。我希望他和雷吉娜姐姐之间能进展顺利，但我好像把事情搞砸了。利奥波特虽然性格直率，却非常善良。他爱人的方式就像10几岁的少年一样赤诚。莉莉安娜垂头丧气地走在路上，我得见他一面，告诉他带雷吉娜姐姐去约会。但我该怎么办呢？真希望我能再次偶遇他。莉莉安娜走进了阳光明媚的游乐场。咦，马里乌斯猛地冲到面前，神情夸张地大声喊道：“孩子，你还好吗？”莉莉安娜整个人僵在原地。马里乌斯继续连珠炮似的问道：“我们听说你病得很重，你看上去瘦了好多。”马里乌斯兴奋地举起双手欢呼：“真是太巧了！”莉莉安娜看着眼前这2个高大的男人，心中充满了难以置信。难道偶遇这些男主角一直都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吗？雷吉娜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眼角挤出了几滴泪水。艾米莉亚披上斗篷，一边走向门口，一边抱怨道：“那孩子真是让人精疲力竭。”雷吉娜强打起精神问道：“你要去找莉莉安娜吗？”艾米莉亚理所当然地回应道：“那是当然，万一她一个人出事了怎么办？”阿丽切从一旁走来：“我去找她吧。”艾米莉亚，你不想再多睡一会儿吗？你昨晚很晚才回来，一定很累了。阿丽切走到她面前，轻声劝道：“莉莉安娜生病的时候，一直是你们2个在照顾，你今天应该好好休息。”艾米莉亚犹豫了一下，最终点了点头，说道：“那好吧。其实我本来还想顺便去图书馆找一份文件。”艾米莉亚挥了挥手说道：“我先走了，如果我回来晚了，你们就先吃晚饭吧。”阿丽切回应道：“回头见。”阿丽切走进沙发：“你应该回房间去睡。”雷吉娜含糊地嘟囔着：“如果我现在睡了，今晚就该睡不着了，我还是再坚持一下吧。”阿丽切伸出手，轻轻按住雷吉娜的双肩，问道：“你真的很累吗？”雷吉娜睁开眼：“不，我只是……”雷吉娜，出什么事了吗？雷吉娜沉默了片刻，手指下意识地缠绕着自己的发丝。阿丽切，我想我比自己想象中还要更喜欢那个家伙。阿丽切有些疑惑地问道：“哪个家伙？”雷吉娜猛地回过神，有些局促地应了一声：“哦，我只是碰巧遇到了一个人。说实话，他的性格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比起沉默寡言的人，我通常更喜欢健谈的类型。至于外貌，我更容易被像弗朗索瓦那样精致英俊的男人吸引。”然而，那个人的声音很低沉，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年。无论雷吉娜说什么，他都会露出那种局促又羞涩的神情。雷吉娜发现自己无法将他从脑海中抹去。利奥低沉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响：“雷吉娜小姐，能给我一个再次见到您的机会吗？”其实他并没有说什么特别动听的话，只是平实而真诚的坦白。或许正是那份毫无修饰的诚实，真正触动了雷吉内的心。雷吉娜低下头，嘴角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说道：“算了，没关系。如果真的有缘，我们总会再见面的。”雷吉内站起身，推着阿丽切往门口走去。“阿丽切，你回来的时候记得从奥尔加酒馆带点烤鸡腿回来好吗？”阿丽切被推得踉跄了几步。“好吧，看来你已经想通了。”房门被轻轻关上，发出一声清脆的锁扣声。莉莉安娜正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一丝茫然。“莉莉安娜！”莉莉安娜瞪大了眼睛，脸颊因为激动而变得通红。“阿丽切！”莉莉安娜大喊着扑了过去，一头撞进阿丽切的怀里。阿丽切赶忙伸手接住她：“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之前不是还很期待去看戏吗？”利奥波特站在门口，脸颊通红，显得有些局促不安。雷吉娜愣在原地，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利奥波特先生。”利奥波特也注视着他。“雷吉娜小姐。”雷吉娜猛地倒吸一口凉气，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现在的样子，身上穿着松垮的居家服，甚至连脸都没有洗，这种邋遢的样子竟然被她看到了。雷吉娜发出一声尖叫，像一阵风似的冲回了房间。利奥站在一旁，整个人僵在原地。莉莉安娜看着紧闭的房门，转过头对阿丽切说道：“哦，对了，他们迷路了，还很饿，而且没带钱，所以我把他们带到这里来了。”一阵沉稳的脚步声传来，马里乌斯走进了屋内。“哦天啊，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再次见面。”马里乌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你还是那么美丽，阿丽切小姐。”阿丽切抱着莉莉安娜，脸色瞬间变得阴沉，她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莉莉安娜，你到底带了些什么人回来啊？”莉莉在餐厅里兴奋地奔跑大笑，张开双臂像只快乐的小鸟。雷吉娜急忙追了上去：“莉莉，不准在餐厅里乱跑！”莉莉已经一溜烟钻到了餐桌旁，兴奋地
挥着小手招呼道：“好啦好啦，快坐下再说吧。”阿丽切无奈地叹了口气：“莉莉，你这个鬼灵精！”他一把将利奥推向雷吉娜身边的座位：“利奥先生，你就坐在这里。”利奥猝不及防地被推到座位上，脸颊瞬间长得通红，两人离得极近，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雷吉娜喜欢丁香花，莉莉安娜突然凑了过来，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利奥波特被吓了一跳，他有些局促地回应道：“谢谢。”莉莉安娜得意地笑了起来，她其实是故意牵起雷吉娜和利奥波特的手，想撮合这两个人。利奥波特先生真的好帅啊！雷吉娜红着脸问道：“莉莉安娜，你很喜欢利奥波特先生吗？”经过这一番仔细的观察和试探，我觉得他们两个绝对有戏，这就是恋爱的信号。他单手托腮坐在餐桌前，陷入了美好的幻想中。如果利奥波特成了我的姐夫，那样的话，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世界也会变得更加和平吧。如果他们结婚了，阿丽切生存下去的机会一定会大大增加。更不用说像利奥波特这样温柔又忠诚的男人，绝对不会让雷吉娜流泪。他们的婚姻生活一定会非常和谐，那个小宝宝一定会非常可爱。想到这里，他忍不住捧着通红的脸颊尖叫起来。那样的话，我就要当阿姨了。阿丽切面无表情地伸出手，在莉莉安娜的脑袋上轻轻敲了一下。莉莉安娜疼得叫出了声，捂着头抗议道：“哎呦，你干嘛打我？”阿丽切平静地切着盘子里的食物，说道：“别再捉弄雷吉娜了。”莉莉安娜委屈地缩成一团：“我才没有捉弄她。”坐在一旁的马里乌斯单手托腮，带着戏谑的笑容看着这一幕。既然如此，莉莉安娜，那么关于你的大姐姐呢？阿丽切停下手中的动作，有些疑惑地看向她：“你也会为她牵线搭桥，当一回丘比特吗？”艾米莉亚停下脚步，看着眼前的景象，愣在原地。你在这里做什么？弗朗索瓦正坐在书架前的台阶上，手里捧着一本书。啊，你觉得呢？特罗瓦扎国家图书馆专门研究魔法和天赋者，是每个法师的梦想。他露出微笑，继续说道：“那你呢？为什么在这里？别告诉我你是周末来学习的。”艾米莉亚有些尴尬地移开视线，小声嘀咕道：“这个嘛，难道有法律规定周末不能学习吗？更重要的是，看来你对治愈魔法很感兴趣。”有一点点。艾米莉亚看着他手中的书说道：“有很多论文都比这一本要好，需要我为你推荐一些吗？”弗朗索瓦露出笑容回应道：“哦，我很乐意。”艾米莉亚转过身指着图书馆深处：“那我们去 C 区吧，那里有更多值得参考的研究资料。”两人穿过图书馆宏伟的走廊，来到了一处安静的角落。艾米莉亚从高耸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你应该也对这个领域感兴趣吧？”“不，镇静或净化魔法其实并不是我感兴趣的领域。”艾米莉亚抱着书有些意外地看向他：“我不记得曾详细告诉过你是怎么知道我正在寻找的确切主题？”艾米莉亚露出灿烂的笑容：“你之前读的那篇研究，主旨是通过镇静和净化来治愈身心，对吧？”“我并不确定，但看来我猜对了。我只是为了参考才读的。”弗朗索瓦看着他，原来这就是他谈论自己喜欢的事物时的样子。比起之前每次见面时，他总是为了妹妹的事情而焦虑不安，现在的他看起来完全不同。艾米莉亚轻声问道：“真的吗？如果只是为了参考，那我想我没必要再为你推荐更多研究资料了。”弗朗索瓦连忙回应道：“不，我很感谢你的推荐，但是外来人员一次只能借阅8本书。”艾米莉亚有些遗憾地感叹道：“啊，对，那真是太可惜了。”艾米莉亚微微躬身行礼：“我还有些事情要做，就先告辞了。”艾米莉亚正准备离开，弗朗索瓦发出一声轻呼，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腕。艾米莉亚停下脚步，有些疑惑地回过头看向他：“你在做什么？”弗朗索瓦微笑着问道：“你不饿吗？你为我推荐了这么多论文，所以我想请你吃顿饭作为感谢，也希望以后能继续得到你的帮助。”艾米莉亚显得有些困扰：“其实没必要特意感谢我。”弗朗索瓦轻快地提议道：“那就当作是同行学者之间为了增进友谊而共进午餐如何？”艾米莉亚看着他兴致勃勃的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好吧。”弗朗索瓦抱着书根在他身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其实我并不觉得饿，但是他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与我交流，而且作为特罗瓦扎的本地人，他非常清楚这里的运作方式，让他留在身边对我更有利。最重要的是，她是安德烈亚的妹妹，而我和安德烈亚之间已经达成了一场不可撤销的交易。想要赢得人心，其实很简单，只要我表现得足够友好。”弗朗索瓦加快脚步跟了上去，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说道：“午餐就由我来买单吧。”他微微歪着头，神情显得格外亲切且无害。人们通常都会落入这种陷阱，我就知道几乎没有人能抗拒我的微笑。看来安德烈亚的妹妹也和大家一样。艾米莉亚突然咬紧牙关，脸色阴沉的可怕。她猛地皱起眉头，露出极度厌恶的神情。弗朗索瓦愣住了，笑容僵在脸上，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他。艾米莉亚冷冷地说道：“我不喜欢你对我微笑的样子。”弗朗索瓦呆立在原地问道：“你不喜欢吗？”艾米莉亚直起身子，神情变得严肃而冷酷。“还有，我早该说清楚的，我们之间的这场交易，并不代表我们是朋友，请不要越界。”弗朗索瓦彻底惊呆了，他抱着书，额头渗出一丝冷汗。“别以为我表现得客气，就真的会和你一起吃饭。还有……”艾米莉亚猛地俯下身，逼近他的脸庞，说道：“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表现得这么明显对我也没用。选一个吧，好吗？”弗朗索瓦愣愣地看着他，要么我们各取所需，互相利用，要么你可以继续浪费精力，尝试这种对我毫无作用的诱惑。弗朗索瓦的瞳孔微微颤动，哈，
这是怎么回事？他的眼中甚至没有一丝好感，只有满满的蔑视。艾米莉亚转过头，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说道：“抱歉这么说，但你现在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可怜。”弗朗索瓦抱着书，嘴角微微抽搐。我收回刚才说他是个容易对付的目标那句话，他对我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阳光洒在特罗瓦扎的街道上，露天餐厅的遮阳伞整齐排列。艾米莉亚和弗朗索瓦坐在临窗的卡座里。那个艾米莉亚，你是怎么知道我有事要找你打听的？艾米莉亚正咬着薯条。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弗朗索瓦，我是特罗瓦扎最聪明的人，所以我猜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弗朗索瓦听到他直呼自己的名字，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怎么了？艾米莉亚咽下食物，说道：“既然你都在直呼我的名字，那不就意味着我也能这么做吗？”弗朗索瓦平复了一下心情，回应道：“当然，随你怎么称呼。她绝对不会被外表所迷惑，真是一个特殊的女人。这种情况以前只发生过几次。”弗朗索瓦深深地叹了口气，这让事情变得有些复杂。邻桌的一名年轻女性不经意间回过头，正撞上弗朗索瓦那充满魅力的目光。她单手托腮，微微侧过头，露出了招牌式的迷人微笑。他顿时倒吸一口凉气，整张脸瞬间长得通红。他猛地捂住发烫的脸颊，发出一声压抑的尖叫，羞涩地低下了头。坐在他对面的同伴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应吓了一跳。“你怎么了？突然之间出什么事了？”弗朗索瓦收回目光，心中暗自得意。果然如此，并不是我的魅力出了问题，而是艾米莉亚这个女人太奇怪了。既然如此，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弗朗索瓦再次看向艾米莉亚，眼神中带着一丝探究和戏谑。艾米莉亚察觉到他的注视，猛地抬起头，脸上写满了嫌恶。“请别再那样笑了，真的很恶心，这让我感到反胃。所以别在我面前露出那种表情。”弗朗索瓦愣了一下，随即笑得更加灿烂了。“你感到不舒服吗？那可不太好，看来你以后出门的随身带着药才行。”艾米莉亚厌恶地别过头，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跟这种人说话还有什么意义？他显然不是那种会陷入诱惑的类型，相反，他会毫不犹豫地冲向任何威胁到他的人。弗朗索瓦双手交叠，抵住下巴，发出一声轻哼：“我明白了。既然如此，就没必要再继续假装成一个好人了。”弗朗索瓦眯起眼睛，发出一阵轻笑：“你知道吗？你其实相当敏感呢。”艾米莉亚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喊道：“什么？”然而此时的弗朗索瓦并不知道，在许多年以后，他会为今天称呼艾米莉亚为敏感而感到深深的后悔，但那已经是遥远未来的后话了。“莉莉安娜，你那位大姐姐怎么样？”马里乌斯露出玩味的笑容，继续：“你愿意也为她当一次丘比特吗？”莉莉安娜愣住了，她完全没明白马里乌斯在说什么。丘比特是为了阿丽切吗？莉莉安娜猛地转头看向身边的阿丽切，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吗？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气氛啊？马里乌斯将菜单递到莉莉安娜面前，想吃点什么？小鬼！马里乌斯大笑着，只要是你想要的，我全都卖给你。莉莉安娜吓了一跳，哈，全部吗？马里乌斯肯定地回应道，没错，全部。莉莉安娜凑近他小声嘀咕道，可我以为你没钱呢，而且我胃口很大，你确定没问题吗？马里乌斯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抬起手示意侍者打扰一下，侍者走上前来应道，是的先生。马里乌斯指着菜单，请把菜单上的东西每样都给我们上一份。莉莉安娜惊得目瞪口呆，菜单上的全部，那上面光是甜点就有12种，姐姐们平时根本不让我碰。马里乌斯得意地拖着下巴，我是最棒的吧？莉莉安娜两眼放光，拼命地在一旁点头回应，虽然很不情愿承认，但此时此刻，莉莉安娜欢快地欢呼着，马里乌斯你真是最棒的。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牛排、面包、各式酱料与果汁。莉莉安娜看着眼前的美味，大声喊道，我要开动了。他插起一大卷意面塞进嘴里，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虽然因为阿丽切的反对，最终没能把菜单上的东西全部点完，但是马里乌斯还是给他点了所有的甜点。我对现状感到非常愉快。他悄悄移开视线，看向餐桌的另一端，利奥波特和雷吉娜。利奥波特正专注地切割着盘中的牛排，他将切成完美小块的肉递到了雷吉娜面前。雷吉娜有些惊讶，哦天啊，谢谢你，利奥波特先生。利奥波特脸颊微微泛起红晕，他们在变亲近呢。他忍不住发出了嘿嘿的笑声，气氛变得有些尴尬。利奥波特为了掩饰局促，我来帮你切牛排吧。他伸手拿过莉莉安娜的盘子，莉莉安娜开心地欢呼道：“哇，谢谢你！肉是不是太少了？”埃德加只比他大1岁，饭量却是他的2倍，而且个头已经比他高出许多了。这个孩子竟然如此瘦小。利奥波特将切好的肉放回莉莉安娜面前，多吃点。莉莉安娜看着盘中整齐的肉块，感叹道：“不愧是剑术大师，动作真快，谢谢你。”莉莉安娜大口咀嚼着食物，发出了满足的声音。阿丽切坐在一旁提醒道：“莉莉安娜，蔬菜也要吃掉。”莉莉安娜愣了一下，莉莉安娜无奈地回应道：“好吧，好吧，我会吃蔬菜的。”本以为阿丽切不会注意到，没想到她发现的这么快。莉莉安娜闭上掩饰死如龟般张大嘴巴，将一根胡萝卜塞进嘴里，艰难地咀嚼着。坐在一旁的马里乌斯看着她痛苦的样子，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他突然伸出叉子，插走了剩下的胡萝卜，直接送进自己嘴里。莉莉安娜愣住了，阿丽切也微微皱眉看向他，他刚才是为了帮我才吃掉胡萝卜的吗？今天真的对他刮目相看了。马里乌斯察觉到他的视线，调皮地眨了眨眼，他竖起大拇指问道：“怎么样，小鬼？我是最棒的吧？”
莉莉安娜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疲惫，她沉默地坐在椅子上。她叹了口气，从座位上站起身。阿丽切，我要去一下洗手间。马里乌斯在对面喊道。嘿，走之前先夸我是最棒的呀，小鬼。阿丽切有些担心地问道。你确定能一个人去吗？莉莉安娜挺起胸膛回应道。我又不是小宝宝，我已经长大了。雷吉娜推开椅子站了起来。我们一起去吧，莉莉。莉莉安娜有些无奈地看向雷吉娜。雷吉娜，我刚才都说了，我不是小宝宝。雷吉娜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头，回应道。我知道，你已经长大了。其实是我自己不想一个人去。雷吉娜牵起莉莉安娜的手，向餐桌旁的众人挥了挥手。我们马上就回来。阿丽切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应道。好的。阿丽切低声，你不该接近莉莉安娜。马里乌斯听到这话停下动作，他神色自若地回应道。别误会，我只是因为见到她很高兴，所以才打个招呼而已。阿丽切发出一声冷笑，见到她很高兴？你马里乌斯吗？上次我问过你，你能给我什么？今天你有答案了吗？马里乌斯轻快地回应道。哦，当然，我不会对你耍任何花招。阿丽切，我现在向你伸出的这只手，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阿丽切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那是什么？马里乌斯微微垂下眼帘，语气变得低沉而神秘。我想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些帮助，是关于你妹妹莉莉安娜的健康问题。阿丽切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他死死盯着马里乌斯，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你说什么？阿丽切的心跳开始剧烈加速。莉莉安娜经常生病，这件事并不难察觉，但是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莉莉安娜患病的真正原因。马里乌斯神色自若地举起酒杯，这个男人到底是怎么知道的？马里乌斯低声，我相信你心里很清楚，他活不过15岁。如果他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莉莉安娜长舒了一口气，呼，感觉轻松多了。餐桌上的气氛却突然变得沉重。莉莉安娜疑惑地看向身旁的两人，但是怎么了？气氛怎么又变奇怪了？难道我产生既视感了吗？特别是这阿丽切，难道在我不在的时候，马里乌斯对阿丽切说了什么奇怪的话吗？莉莉安娜越想越觉得可疑，转过头狠狠地瞪向马里乌斯，这家伙到底做了什么让阿丽切不高兴的事？马里乌斯正插起食物送进嘴里，察觉到视线后，他立刻换上一副灿烂的笑脸，问道：孩子，吃完饭后你想做什么？莉莉安娜愣了一下，回应道：吃完饭后我们要吃零食。马里乌斯兴致勃勃地追问道：那吃完零食之后呢？莉莉安娜咬着手指，吃完零食之后。她偷偷斜过眼珠，观察着身旁的反应。阿丽切依旧沉默不语，面色冷峻地坐在那里。莉莉安娜缩了缩脖子，看到阿丽切这么不高兴，我真的好紧张。可是她咽了口唾沫，我想去马戏团。姐姐们并不喜欢让她去那种人多拥挤的地方，虽然她们勉强接受了幼儿园，认为那是同龄人社交的必要场所，但像马戏团这种地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剧院和游乐园曾是莉莉安娜的禁区，姐姐们总是担心她在人潮拥挤的地方会染上什么病。阿丽切猛地抬起头，目光冰冷地盯着莉莉安娜。莉莉安娜吓得浑身一颤，果然，阿丽切在瞪我，我不该说那种话的。这下麻烦大了。她缩在椅子上瑟瑟发抖，连头都不敢抬。就在这时，一只宽大的手掌轻轻落在她的头顶。马里乌斯笑着说道：马戏团听起来很有趣啊，我带你去。莉莉安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吗？说好了哦。马里乌斯爽快地回应道：当然，等我们吃完饭就立刻出发。莉莉安娜兴奋地欢呼起来：太棒了，我好期待。他们真的要出发了，目标是马戏团。莉莉安娜兴奋地挥动着叉子。维奇告诉我马戏团超级好玩，他说我也应该去看看。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食物，动作急促得像个小陀螺。马里乌斯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笑着提醒道：嘿，孩子慢点吃，吃太快会生病的。莉莉安娜满脸崇拜地看着马里乌斯，马里乌斯，你今天真是我的英雄。餐盘很快就见了底，莉莉安娜迫不及待地跳下椅子，快点，我们走吧。她冲到门口，一把抓住阿丽切的手，用力拽着，我一直在等你吃完呢，快点快点。阿丽切被拽得一个踉跄，无奈的跟在后面快步走着。好了，莉莉安娜，冷静点。莉莉安娜一边跑一边大声嚷嚷：我要去看马戏团，走快点吗？我们可以慢慢来，要是像这样乱跑摔倒了怎么办？莉莉安娜有些心虚的避开视线，虽然阿丽切说的没错，但为了去马戏团，她可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莉莉安娜猛地甩开阿丽切的手，头也不回的向前冲去。没关系的，我才不会摔倒呢，快点跟上我。阿丽切惊呼道：嘿，莉莉安娜，快给我停下！莉莉安娜根本听不进去，她在街道上飞快地奔跑着。马戏团，马戏团，我能看到维奇说的喷火表演对吧？他们真的会从嘴里喷出火来吗？阿丽切在后面紧追不舍。莉莉，快停下！莉莉安娜听着身后的呼喊，反而咯咯地笑出声来。我终于可以告诉维奇和安东尼，我也去过马戏团了。莉莉安娜，阿丽切猛地伸手抓住了莉莉安娜的手腕。莉莉安娜用力挣扎着，我都说了，你不需要牵着我的手，莉莉，求你听我说。莉莉安娜已经完全沉浸在喜悦中，她大口喘着气，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我等不及要看到了。就在这一瞬间，一辆疾驰的马车毫无预兆地冲了出来。莉莉安娜呆呆地看着逼近的阴影，大脑一片空白。莉莉安娜，阿丽切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尖锐的撞击声瞬间撕裂了空气，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如果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一定会乖乖听阿丽切的话。我就要这样死掉了吗？不是因为原著小说的剧情，也不是因为这副虚弱的身体，而是死于一场意外。至少希望能死得没有痛苦。
沉闷的撞击声在耳边回荡，一下又一下。莉莉安娜艰难地睁开一只眼睛，为什么我的心跳声会这么大？而且为什么？莉莉安娜睁开双眼，发现自己竟然感觉不到任何疼痛。阿丽切用身体挡住了所有的冲击，整个人倒在冰冷的石板路上，双臂依然死死扣住莉莉安娜。街道上瞬间乱成一团，尖叫声和嘈杂的议论声此起彼伏。莉莉安娜，阿丽切！路人们惊恐地围拢过来。天哪，她失去意识了吗？马里乌斯飞奔而至，孩子，雷吉娜紧随其后。他脸色惨白，惊恐地看着倒在地上的两人。阿丽，马里乌斯跪倒在阿丽切身边，用力摇晃着她的肩膀。睁开眼睛，阿丽切小姐，你能听到我说话吗？你还好吗，孩子？雷吉娜彻底崩溃了。你受伤了吗，莉莉安娜？你没事吧？我们都告诉过你不要乱跑了。利奥波特试图安抚她。雷吉娜小姐，请先冷静下来。雷吉娜在旁边歇斯底里地哭喊着：“我怎么冷静得下来？万一出了什么差错，该怎么办？”莉莉安娜浑身剧烈的颤抖，带着哭腔轻声唤道：“啊，阿丽切，阿丽切！”阿丽切的眼皮微微抽动了一下，随后缓缓睁开了双眼。下一秒，她猛地坐起身来，动作大的让莉莉安娜吓了一跳。她一定生气了，对吧？她现在肯定超级生气。莉莉安娜愧疚地闭上眼睛，毕竟是我不听她的话，自顾自跑掉才闯了大祸的。然而预想中的怒吼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双颤抖的手，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脸颊。阿丽切神色慌张地检查着莉莉安娜的全身：“你受伤了吗？你还好吗？确定没有撞到头吗？你的腿呢？腿有没有受伤？”莉莉安娜呆呆地望着他。到底发生了什么？阿丽切的眼眶通红，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而颤抖着。你知道我刚才有多害怕吗？我真的……莉莉安娜看着阿丽切脸上的伤痕，泪水啪嗒一声掉落在地上，她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哇呀呀呀！对不起，阿丽切！哇呀呀！你受伤了！你受伤了，都是因为我！哇呀呀呀！马里乌斯在一旁看着崩溃大哭的孩子，轻声安抚道：“嘿，孩子，冷静点。”阿丽切忍着身上的剧痛，温柔地将莉莉安娜搂进怀里。你没事，真的太好了。夕阳渐渐沉入海平线，余晖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喧嚣的街道终于恢复了宁静。回到房间后，莉莉安娜在厚实的被褥中沉沉睡去。马里乌斯轻轻推开房门，她睡着了。看来刚才那场大哭真的让她累坏了。他关上门，转头看向站在走廊里的阿丽切：“你应该去安慰安慰她，她刚才看起来真的被吓坏了。”阿丽切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着。马里乌斯发出一声轻笑，语气变得柔和了些：“看到你没有受重伤，我也松了一口气。阿丽切小姐，你也该去休息了。”马里乌斯笑着调侃道：“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受伤了，真是可惜。不过我觉得这副样子倒也挺适合，我们结婚吧。”马里乌斯愣在原地：“哈，结什么？”阿丽切缓缓抬起眼帘，深邃的眼眸中透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坚定。“我们……”阿丽切直视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履行那场包办婚姻吧。”两只手紧紧交握在一起。人们都说那个孩子很可爱，难道你不想看看他的笑容吗？比起恋爱，我更喜欢和朋友以及兄弟姐妹们待在一起。我这辈子从没想过结婚，通过努力工作让自己的能力得到认可，并在所属的领域做到最好，这才是他的野心所在。回望我所建立的事业以及我对未来的规划，如果一切按部就班的进行，前方的道路本该一帆风顺。然而看着莉莉安娜这个对我而言如同女儿一般的小妹妹，我正用生命中全部的爱去守护她。我无法接受莉莉安娜因为健康问题而离去。他看向马里乌斯说道：“让我们先起草一份合同吧，你需要在上面明确说明你能提供多大程度的帮助，这是我唯一的条件。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必须阻止那种悲剧发生。”马里乌斯发出一声轻笑，他看起来简直像是准备去参加一场战争。马里乌斯无奈地挠了挠后脑勺，我根本赢不了他。明明一开始还那么警惕，那个孩子对他来说一定珍贵到了极点。马里乌斯郑重地承诺道：“唯独这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莉莉安娜绝不会出任何意外。”沉稳的脚步声在走廊中回荡，利奥波特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他看起来真的受惊不小。我本该第一时间保护好那个孩子，但阿丽切小姐的动作比我更快。他闭上眼叹了口气，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他是莉莉安娜的监护人。利奥波特停下脚步，他看到前方坐着一个身影。利奥波特的心跳猛地加快，脸上泛起一阵红晕。雷吉娜小姐，我一直在找你。雷吉娜独自坐在长椅上，神情显得有些落寞。利奥波特关切地问道：“雷吉娜小姐，发生什么事了吗？你看上去心情不太好。”雷吉娜抬起头：“阿利奥波特先生。”他垂下眼帘，手指不安地揉捏着裙摆。“我只是觉得自己很没用。”利奥波特猛地一惊，大声反驳道：“你一点都不没用。”雷吉娜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我还没说完呢。”他低下头，声音渐渐沉了下去。“今天已经是第二次了，我还是没能救下莉莉安娜。明明我总是守在莉莉安娜身边，但我每次都失去对她的控制。只要稍微移开视线，小孩子就会消失不见。我本该更加小心才对。如果我更有力量一些，如果我生来就拥有天赋，如果我能做得更好，阿丽切就不会受那样的伤了。每当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很没用。”雷吉娜低着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利奥波特伸出手，轻轻附在雷吉娜交叠的双手上。利奥波特有些笨拙地开口：“其实我并不擅长处理这些细腻的情感。”雷吉娜愣住了，有些茫然地看着他。“我的意思是，我唯一擅长的事情就是战斗和保护他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雷吉娜小姐，
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保护莉莉安娜。雷吉娜注视着利奥波特，脸颊微微泛红。利奥波特先生，利奥波特像是被火烫到了一样，整个人猛地一颤，他猛地抽回手，动作大的几乎要跳起来。我的手，非常抱歉，我不该在没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就握住你的手。雷吉娜看着他那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擦掉眼角的泪水，说道：“谢谢你，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在你离开帝国之前，我们能不能再见一面？我想邀请你来我家做客。”利奥波特愣在原地，心脏剧烈的跳动着。你不用邀请我过去，是我太唐突了吗？利奥波特深吸一口气，请跟我约会吧。雷吉娜彻底愣住了，心跳声在耳边清晰可闻。但那可不是我该感谢你。其实我也期待这一刻很久了。所有人都以为贝尔基奥家族的爱情故事会以雷吉娜和利奥波特之间甜蜜的浪漫告终，但是一声愤怒的咆哮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这是什么报道？你订婚了，而且对象竟然是皇帝！艾米莉亚指着报纸上的头条，整个人陷入了极度的震惊与愤怒中。阿丽切正静静地坐在餐桌旁喝茶，为什么一大清早就这么吵闹？艾米莉亚抓着报纸冲到阿丽切面前，用力抖动着手中的纸张。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吧？我们必须立刻去报社要求他们更正，这简直太荒谬了。他们怎么能说一个连男朋友都没有的人要结婚了？阿丽切神色如常，她剥好一颗葡萄递给身边的孩子，来，莉莉安娜。艾米莉亚还在一旁愤愤不平地抱怨，现在的报纸真是越来越奇怪了，竟然散布这种毫无根据的谣言，他们难道不需要负责吗？雷吉娜，快去要求他们撤回报道，那篇报道是真的。阿丽切平静地开口，打断了艾米莉亚的叫嚷。餐厅里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雷吉娜和艾米莉亚僵在原地。莉莉安娜停下了咀嚼，你要结婚了？阿丽切转过头看向妹妹，是的，还记得马里乌斯先生吗？我要和他结婚了。莉莉安娜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整个人如遭雷击。为什么啊？不可以，我不要这样。雷吉娜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指着大哭的孩子对阿丽切喊道，你看阿丽切，连莉莉安娜都不喜欢那个皇帝，你怎么能不跟我们商量就决定结婚？而且看样子你竟然打算在完全没有交往的情况下直接结婚。阿丽切随手拿起一颗葡萄，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们不打算举办订婚派对，只是交换戒指。还有一件事，我会和他一起去帝国，过一段时间后再在那里举行婚礼。艾米莉亚整个人僵住了，眼神中充满了惊愕与寒意。她咬牙切齿地问道，你到底在说什么？别只是通知我们，给我解释清楚。艾米莉亚猛地拍向桌面，为什么这么突然就要结婚？而且为什么偏偏是那个皇帝？阿丽切头也不回地回应道，艾米莉亚，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来质疑。阿丽切，艾米莉亚愤怒地吼道。阿丽切转过头，莉莉安娜回你的房间去。莉莉安娜缩着肩膀，身体微微颤抖。阿丽切的眼神变得极其凌厉。我说回去。莉莉安娜被吓得魂飞魄散。好的，随即一溜烟跑出了餐厅。莉莉安娜紧紧抱着怀里的兔子玩偶、小饼干。阿丽切到底是怎么了？她靠在紧闭的房门上，听着门外传来的激烈争吵声。莉莉安娜吸了吸鼻子，眼眶里还转着泪水。我还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要知道更多细节。他悄悄推开房门，探出小脑袋观察着走廊的情况。莉莉安娜躲在门柱后面，屏住呼吸偷听。现在的距离刚刚好，终于能听清里面的对话了。阿丽切的声音从房间里传了出来：“我会抚养莉莉安娜。”莉莉安娜整个人僵在了原地，大脑瞬间变得一片空白。她怀里紧紧抱着的那只兔子玩偶，啪嗒一声掉落在了冰冷的地板上。什么？马车在街道上疾驰，马蹄声清脆地敲击着路面。马里乌斯坐在车厢内，姿态优雅地靠向一侧。阿丽切神色冷峻地说道：“这是我唯一的条件。”马里乌斯微微眯起眼睛，真是有趣的女人。她的表情那样冰冷，可一旦涉及到她的妹妹莉莉安娜，她竟然愿意牺牲一切。即便如此，她看起来也丝毫不显得软弱。马车在一阵晃动中缓缓停稳，马里乌斯走下车厢，事情进展得很顺利。这场婚姻能让他获益良多。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喧闹的喊叫声。马里乌斯停下脚步，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似乎出了什么乱子。他循声望去，莉莉安娜正张开双臂，大声哭喊。他猛地抬起头，正好看见了马里乌斯的身影。哥哥！马里乌斯愣在原地。哥哥，哥哥！莉莉安娜在这里！莉莉安娜放声大哭，声音响彻整条街道。这位小小姐怎么会在这里？阿丽切说要抚养我，这意味着我必须跟着她去帝国，这也意味着我不得不和雷吉娜还有艾米莉亚告别。如果家庭破碎了，社会就会生病，而当社会生病时，国家就会崩溃。当一个国家灭亡，必然会导致世界的终结。这就是为什么我绝对不能让姐妹们分开生活。莉莉安娜神色凝重，小饼干，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决定了。莉莉安娜鼓起腮帮子，紧紧抱着怀里的兔子玩偶，眼神中燃烧着斗志。我要去说服马里乌斯。她猫着腰，轻手轻脚地穿过客厅，避开所有可能发出声响的家具。莉莉安娜探出头观察四周，屋子里静悄悄的，姐姐们都不在这里，看来吵完架之后，她们都回各自的房间了。莉莉安娜趁机溜到桌边，翻开上面留下的报纸，让我看看。马里乌斯住在里佐洛酒店，我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我一定能找到那儿的。莉莉安娜在街道上飞奔，我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坐马车了。马车夫手里拿着墓碑，低头看着这个还没长已高的小女孩。小鬼，开这种玩笑可是会惹麻烦的。莉莉安娜愣住了，可我是认真的，我必须去里佐洛酒店，我甚至带了钱。马车夫喝了一口水，完全没把他的话
当真想去酒店的话，先去把你妈妈找来。莉莉安娜停下了动作。我妈妈？可是我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马车夫猛地一惊，什么？莉莉安娜紧闭双眼。我要去里佐洛酒店，因为我哥哥在那里。哥哥不能回家，是因为他和我姐姐吵架了。他在心里暗暗想到，这部分是谎话，所以我必须去见他。我想见我哥哥，虽然在撒谎，但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真正的哥哥。安德烈亚在前往乡下之前，曾对他们说过：“我已经为你们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从现在起你们应该独立生活了。”他就那样毫无预兆地离开了。安德烈亚比莉莉安娜大24岁，和阿丽切之间也有6岁的年龄差。在父母去世后，安德烈亚独自承担了家里所有的事务，他亲手抚育了尚在襁褓中的莉莉安娜。安德烈亚在首都生活了一辈子，也许是因为照顾我太辛苦了，他才会感到精疲力竭，选择离开这里。莉莉安娜越想越伤心，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马车夫额头上渗出了冷汗，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莉莉安娜抽泣着，声音断断续续：“我一定是哥哥和姐姐们的累赘。”她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哭声响彻了街道。马车夫猛地跳了起来，他慌忙挥动双手喊道：“哎呀，好了好了，别哭了，我们走就是了。既然你这么想见你哥哥，我就带你去那里，毕竟家人之间就应该互相见面啊。”马车夫挥动缰绳，大声喊道：“出发喽！”马蹄声在街道上规律的回响。莉莉安娜趴在窗边，好奇地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物。总算成功上车了，真是太好了！莉莉安娜忍不住笑出了声。只要到了那里，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见到马里乌斯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直接躺在地上撒娇，或者我应该撒个谎，夸他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人，以此来说服他不要和阿丽切姐姐结婚？马车突然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发出沉重的撞击声。他发出一声惊呼，看向窗外宏伟的建筑，看来已经到了。他跳下马车，从随身的小包里掏出几枚硬币。大叔，这是车费。马车夫接过硬币回应道：“谢谢。我既然真的一个人来找马里乌斯了，我就知道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转身朝酒店大门跑去，我要赶紧见完他，然后快点回家。马车夫站在原地，脸上的神情却逐渐变得阴沉而凝重。就在莉莉安娜出没几步时，一只粗壮的大手猛地伸了过来，将她拽过来。马车夫低沉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嘿，小客人。”马车夫阴沉着脸：“你给的钱不够。”莉莉安娜僵在原地，她惊恐地瞪大双眼：“什么？这不可能！姐姐们每次坐马车都会给5枚硬币，我确定自己刚才也给了5枚。”她猛地倒吸一口凉气，发出一声尴尬的惊叫：“看来我带出来的是铜币，而不是银币。”回到了现在，莉莉安娜正死死抱住马里乌斯的腿：“请借给我一些钱。”马里乌斯整个人僵在原地：“钱？为什么突然要借钱？”莉莉安娜抽泣着解释道：“我坐马车来这里，但是带的钱不够付给马车夫。”马里乌斯一头雾水地问道：“你为什么要坐马车？”莉莉安娜猛地一惊：“啊，对了，我是来见你的哥哥。”马里乌斯如遭雷击，整个人猛地一颤：“哈！”原本的惊愕被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取代，他的嘴角开始不受控制地向上扬起。你刚才是在叫我哥哥吗？莉莉安娜看着他那副得意的表情，这张脸真是让人火大。是的，我叫了，现在快点给我些钱。马里乌斯爆发出一阵大笑，莉莉安娜有些恼火地喊道：“你要笑到什么时候？”车夫走上前问道：“您是这孩子的监护人吗？他付的马车费不够，您能不能快点把剩下的钱付了？”马里乌斯止住笑声说道：“哈，真是太有趣了。没错，我是他的监护人，也是他的哥哥。”马里乌斯随手弹出1枚金币，拿去，这些足够了吧？马车夫看着手心里沉甸甸的金币，哦，我的天啊！马车夫连连鞠躬回应道：“当然够了，非常感谢，这简直绰绰有余。”他欢天喜地地向两人告别：“祝你们今天过得愉快。”莉莉安娜看着马车夫远去的背影，他这是怎么了？莉莉安娜转头看向马里乌斯：“但是你只给了他1枚硬币，这样真的没问题吗？”马里乌斯双手抱胸，一脸轻松地回应道：“是啊，我给了他1枚金币。”莉莉安娜整个人僵在原地，仿佛被雷劈中一般。什么？他想起阿丽切曾告诉过他，1枚金币足足价值100枚银币。莉莉安娜盯着马里乌斯，马里乌斯竟然有这么多钱！他上次明明说自己连买饭的钱都没有，他竟然对我撒谎，我居然还相信了。马里乌斯察觉到莉莉安娜的视线，低头露出了一个得意的笑容：“孩子，你饿了吗？想去吃点东西吗？”两人来到一间华丽的餐厅坐下，马里乌斯一边切着盘中的食物，一边问道：“说起来，你为什么来找我？是想你的哥哥了吗？”莉莉安娜坐在高大的椅子上，气呼呼的扭过头回应道：“哼，才没有！而且你才不是我哥哥，大叔。”马里乌斯停下手中的餐具，说道：“可是刚才明明是你先叫我哥哥的。”莉莉安娜有些心虚的辩解道：“我那又不是真心的。”马里乌斯听后再次爆发出一阵大笑，他到底是从哪学来这种说话方式的？马克思，你不觉得我的小弟妹超级可爱吗？她简直萌死我了，光是看到她，就让我觉得最近的生活都有意义了。莉莉安娜猛地拍向桌面，大声喊道：“什么？我才不是你的弟妹！大叔，你又没和我姐姐结婚。”马里乌斯不以为意的回应道：“很快就是了。”莉莉安娜气得满脸通红，挥舞着小手抗议道：“不行，绝对不行！我反对这门亲事！”马里乌斯垂下眼帘，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道：“为什么？你要是这么说，我真的会难过的哭出来的。”莉莉安娜毫不退让的喊道：“那就哭吧，我会买巧克力来安慰你的。作为交换，你必须答应我离我姐姐远一点。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莉莉安内嘴里塞满了食物，含糊不清的嘟囔着：“
阿丽切对你来说太好了，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最了不起的女人，而且她还非常强大。马里乌斯单手托腮，一脸自信地回应道：“但我可是世界上最英俊、最富有，也最强大的男人。”莉莉安娜看着他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这家伙真是厚颜无耻。难道当上皇帝的人都会变得这么不要脸吗？虽然不得不承认他确实长得很帅，但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正确使用那张脸。利奥波特可比他强壮多了，那可是纯粹的肌肉力量。他怎么敢小看那个被称为人间兵器的男人？莉莉安娜越想越气，大叔，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马里乌斯并不在意他的愤怒。先不说这个，孩子，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吧？如果你是和姐姐们一起来的，绝对不可能缺钱花。他们3个现在去哪了？莉莉安娜含糊地回应道：“我是自己一个人来的。”马里乌斯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那你至少告诉过他们你要来这里吧？莉莉安娜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我当然。”她的话语戛然而止。糟了，仔细想想，我原本是打算留张纸条说去游乐场玩的，但是我真的写了吗？我不记得我有写过信啊。餐厅内陷入了一片死寂，莉莉安娜整个人僵住了，冷汗顺着额头流下。完了，全完了。这种时候，只有蹭蹭小饼干才能让我好受一点。莉莉安娜紧紧抱着玩偶，小饼干，我该怎么办？我现在真的好难受。马里乌斯看着这一幕，额角流下一滴冷汗。莉莉安娜继续蹭着玩偶，嘟囔道：“小饼干，请给我勇气吧。”突然，她忍不住大哭起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滚落。快点，小饼干，快用你的魔法帮帮我吧！马里乌斯看着失控的孩子，无奈地叹了口气。马克思立刻给贝尔基奥家族发个消息，看来事情要变得一团糟了。马克思微微躬身回应道：“遵命，陛下。”与此同时，在贝尔基奥家族的大宅里，大门被猛地撞开，艾米莉亚气喘吁吁地冲进屋内。她不在游乐场，她也不在任何朋友家里。雷吉娜焦急地补充道：“阁楼和地下室我都找过了，床底下和衣柜里也看过了，但是……”阿丽切神色严峻地走上前。孩子失踪后的前3个小时是关键期，如果再拖下去，情况会变得非常棘手。既然他不在家，我们必须立刻上报失踪人口。艾米莉亚慌乱地点着头，声音颤抖地说道：“我去请一位魔法师，他们可以用搜索魔法或者追踪魔法来帮忙。”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所有人瞬间陷入了死寂。敲门声还在继续，雷吉娜眼中闪过一丝希望。莉莉安娜，如果是莉莉的话，她会直接推门进来的。是别人。艾米莉亚伸手握住门把手，虽然她也由衷的希望门后站着的是莉莉安娜。随着房门开启，一大束鲜花映入眼帘，雷吉娜愣在原地，脸颊瞬间变得通红。对了，今天利奥波特捧着花束站在门口，神色显得有些局促。打扰了，我是来找雷吉娜小姐的。雷吉娜看着眼前的男人，心中满是慌乱。今天是和利奥波特约好的日子。利奥波特察觉到气氛不对，发生什么事了吗？艾米莉亚顾不上解释，我现在得去找魔法师，非常抱歉，利奥波特先生，我想今天的约会我也没法参加了。莉莉安娜失踪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问道：“请问阿丽切·贝尔基奥小姐在吗？”一名身穿制服的传令官走上前来，很抱歉打扰各位，我是奉陛下之命前来的。莉莉安娜·贝尔基奥小姐目前正在陛下下榻的里佐洛酒店，陛下请求各位尽快将她接走。什么？马车在铺满石砖的街道上疾驰，马蹄声清脆地回荡在临海的建筑群间。车厢内，雷吉娜神情恍惚地坐在一侧，阿丽切坐在她身边，双手交叠在膝头，目光凝重地注视着前方。见到莉莉安娜后，必须冷静地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阿丽切闭上双眼，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心绪，绝不能发火。最重要的是弄清楚她为什么独自离开家，又为什么会出现在酒店里。马车缓缓停稳，车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在孩子面前过度情绪化，绝非好事。在侍者的引领下，3人神色严峻地步入酒店大厅。阿丽切心中默念着计划，一定要保持冷静。阿丽切伸手握住沉重的门把手，用力推开了宴会厅的大门。我一定要回家吗？大叔，求求你也让我住在酒店里吧。阿丽切推门的动作猛地僵住。莉莉安娜正拽着马里乌斯的衣角，如果我现在回家，姐姐们一定会对我大吼大叫的。马里乌斯低头无奈地回应道：“不行。”你必须回去！你不是说自己是偷偷跑出来的吗？他们现在肯定已经吓坏了。莉莉安娜急得直挥手：“大叔，你根本什么都不懂，你完全不知道，我的姐姐们真的超级渴。”莉莉安娜的话音戛然而止，她察觉到了门口那道冰冷的视线。阿丽切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死死盯着莉莉安娜。莉莉安娜吓得缩起了脖子。阿丽切！阿丽切在心中反复告诫自己要冷静，先问清楚她为什么会来这里。她深吸一口气：“莉莉安娜，莉莉安娜紧紧抓着马里乌斯的衣摆，屏住呼吸，观察着阿丽切的反应。然而，阿丽切的眼眶瞬间变红，大颗的泪珠夺眶而出。我真的非常担心你啊！阿丽切低着头，泪水断了线般坠落在地。莉莉安娜呆立在原地。阿丽切猛地冲上前，一把抓住莉莉安娜的肩膀。你怎么能一言不发就离开？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莉莉安娜被晃得重心不稳，断断续续地抽泣道：“对不起，我真的错了。”阿丽切死死按住莉莉安娜的肩膀，哭喊声中带着绝望的后怕。万一你出了什么事该怎么办？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出门前一定要先告诉我们。莉莉安娜彻底崩溃。阿丽切，哥，对不起，别哭了。
阿丽切在哭，那个总是冷静干练的阿丽切，竟然为了他哭成这样。在他的记忆里，阿丽切从未表现出如此脆弱的一面。上一次也是因为自己擅自行动，才导致阿丽切受了伤，愧疚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阿丽切，他猛地扑进阿丽切怀里，紧紧搂住姐姐的脖子。你还要继续胡闹下去吗？莉莉安娜，我不喜欢你这种行为，可是我最喜欢阿丽切了。安德烈已经因为厌烦而离开了他，如果阿丽切也因此抛弃他该怎么办？对不起，阿丽切，请不要丢下我。阿丽切彻底愣住了，什么？抛弃他？谁会这么做？虽然名义上是姐妹，但自己从未将这视为一种义务，而是倾注了全部的爱去抚养她。阿丽切自认已经竭尽全力。雷吉娜走上前，温柔地抱住哭成泪人的莉莉安娜，快过来，莉莉，别哭了。我一直试图把莉莉安娜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照顾，可为什么这孩子会如此不安？难道即便付出了所有的爱，自己还是没能给他那种父母才能给予的安全感吗？不，或许从一开始。雷吉娜有些担忧地看向一旁的阿丽切。阿丽切深吸一口气，走吧。雷吉娜注视着阿丽切的背影，在她的印象里，阿丽切总是那么坚强，仿佛没有什么能击垮她。但此时此刻，阿丽切再次低声重复道：“走吧，回家再谈。”夕阳沉入海平线，余晖将整座临海小镇染成一片金红。马里乌斯走到他身边，递过去一杯水，说道：“喂，小鬼，已经过去10分钟了。”莉莉安娜伸手接过水杯。雷吉娜姐姐让我在这里坐满15分钟。马里乌斯挑了挑眉问道：“真的吗？”莉莉安娜捧起水杯大口吞咽。马里乌斯顺势在他身边的地板上坐下。那我也陪你坐一会儿吧。喂，小鬼。马里乌斯侧过头问道：“你跑去酒店，真的是因为不想让你姐姐结婚吗？”莉莉安娜低着头，小声嘟囔着回应道：“我本来是想去求你不要和阿丽切结婚的。”马里乌斯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你真的那么不想让我们结婚吗？”莉莉安娜抬起头，眼神坚定地回答道：“不想。”马里乌斯追问道：“为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会把你姐姐从你身边抢走？”莉莉安娜像是被戳中了心事，身体猛地一颤。马里乌斯看着她这副模样，忍不住笑出声来。莉莉安娜支支吾吾地憋了半天，她突然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大声喊道：“已经15分钟了，我要去洗手间。”马里乌斯看着她落荒而逃的背影，笑着调侃道：“喂，你这是在逃跑啊？看来我猜对了。”莉莉安奈气鼓鼓地跑着，马里乌斯根本什么都不懂。虽然他确实说中了一部分，如果雷吉娜和利奥波特进展顺利，利奥波特那样忠诚的人一定会搬到特罗瓦扎定居。但马里乌斯不同，他是皇帝，他必须住在深宫之中。如果阿丽切嫁给了他，以后想要见上一面都会变得极其困难。而且那个人可是阿丽切啊！人们在想起母亲时，内心通常会感到一阵温暖。对我来说，阿丽切就是这样的存在。在这个父母早已不在的世界里，姐姐们就是我的全部。如果姐姐们最终各奔东西，我就会被留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那种孤独感足以令人窒息。莉莉安娜低着头，发出一声细微的抽息声。她不想再经历失去至亲的痛苦了。安德烈的离开已经让她承受了太多。莉莉安娜穿过走廊，正要去找雷吉娜，却在客厅转角处停下了脚步。客厅里，雷吉娜正和利奥波特相对而坐，气氛显得有些凝重。雷吉娜看着利奥波特说道：“利奥波特先生，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你，请务必坦率地回答我。”雷吉娜深吸一口气，语气坚定地说道：“我决定和阿丽切一起搬到帝国去。”莉莉安娜的瞳孔骤然收缩，大脑瞬间陷入一片空白。如果我去了那里，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工作吗？诚实点，阿丽切，这是一场政治联姻，你到底能从中得到什么？阿丽切沉默地坐在桌边，过了许久才开口说道：“这是对我职业生涯最好的选择。”雷吉娜和艾米莉亚对视一眼，她在撒谎，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当皇后这种事根本不能算作海岸警卫队的履历。难道她真的以为我们看不出她在工作上的野心吗？雷吉娜忧心地问道：“先撇开这些不谈，你觉得你能适应帝国的生活吗？那里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无论是社会体制还是人们的思维方式，都和这里完全不同。我听说他们歧视小孩、外国人和女性，你打算如何独自忍受这一切？”阿丽切平静地回应道：“我只能去适应。”雷吉娜愣住了，阿丽切继续说道：“我会没事的，所以不用太担心我。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口口声声说自己会没事的人，就这样在面前支离破碎？”雷吉娜低头坐在椅子上，双手紧紧绞在一起。她肯定和皇帝达成了某种交易，但她却拒绝告诉我们。我不能让他们两个单独去那里。我无法忍受看着阿丽切独自在帝国挣扎，也无法接受和莉莉安娜分开。雷吉娜深吸一口气，手掌紧紧抵住胸口，说道：“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和阿丽切一起搬到帝国去。”她神色坚定地看向前方，在那里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工作吗？利奥波特整个人僵在原地，满脸惊愕地看着雷吉娜。雷吉娜继续说道：“你一定很震惊吧？我明白，毕竟你也没想到我也会跟着去帝国。然而，等等！”利奥波特打断了他：“请等一下，雷吉娜小姐，我想我们应该换个地方谈谈这件事。”雷吉娜愣了一下，随即回应道：“啊，好的，那去我的房间怎么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莉莉安娜一路小跑穿过走廊。雷吉娜也要和我们一起去帝国吗？可是如果她在那边结婚了，是不是就再也没法回托瓦扎了？那艾米莉亚姐姐怎么办？她就得一个人留在这里了。莉莉安娜猛地扑倒在柔软的床上，我该怎么办才好呢？小饼干，我的家人可能会变得四分五裂。阳光洒在宏伟的建筑上，利奥波特站在窗前。在帝国生活，你并不需要工作，毕竟你可是未来皇后的妹妹。
雷吉娜神色忧郁地回应道：“如果我以家属的身份长期留在那里，只会成为阿利切的负担。他在帝国没有任何根基，而且我至少应该能够自食其力。在托瓦扎，劳动是被高度尊重的价值，即使是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也被要求拥有职业。这就是为什么出身名门的贝尔基奥家族姐妹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利奥波特交叉双臂，陷入了沉思。但在我目前所见过的帝国贵族女性中，确实没有人工作。在帝国，贵族女性的传统美德是利用领地的收入进行慈善，并照顾他们的子民。如果说一点都不担心，那是骗人的。但是利奥波特的嘴角不由自主地微微上扬，露出一抹难以抑制的笑意。我简直不敢相信，竟然真的不用和雷吉娜小姐告别了。我一定是疯了。站在不远处的随从看着利奥波特这副模样，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他压低声音对身边的马里乌斯说道：“他最近经常这样傻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马里乌斯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家伙明明连一次正式约会都没有过，怎么就能陷得这么深？马里乌斯走上前去，拍了拍利奥波特的肩膀，问道：“魏利奥波特，雷吉娜小姐要和我们一起走，你就那么开心吗？”利奥波特猛地转过头，毫不犹豫地大声回答道：“是的。”马里乌斯被这突如其来的气势吓了一跳。哇，回答得真快！马里乌斯收起笑容，陷入爱河真的有那么好吗？话虽如此，你总是会被爱情蒙蔽双眼。利奥波特愣了一下，疑惑地看向他：“你在胡说什么？这可是我第一次恋爱。”马里乌斯转过身，语气轻松地说道：“别介意，无论如何，如果你和雷吉娜小姐结婚，你将成为唯一能影响托瓦扎的贵族。到那时，你和我将再次被血缘纽带联系在一起。别忘了我们曾立下的灵魂誓言。如果帝国与托瓦扎之间爆发战争，帝国将同时失去他的皇帝和统帅。”利奥波特低声回应道：“我很清楚。”马里乌斯闭上眼睛，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说到这个，我希望你和雷吉娜小姐之间一切顺利。利奥波特停下脚步，疑惑地回头看向他。虽然你并不了解过去，这些话听起来可能有些莫名其妙，但正因为我了解你的过去，我才忍不住想要为你加油。利奥波特问道：“你要去哪里吗？”“是的。”他从怀中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是时候把这个送出去了。阳光照耀着托瓦扎的海港，白色的建筑群在碧海蓝天间错落有致。莉莉安娜无力地趴在书桌上，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我好想你。”弗朗西斯卡·马蒂娜因为被禁止去游乐场3天，她感觉整个人都要发霉了。自从听说雷吉娜也要一起去帝国，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不过这种忧郁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艾米莉亚姐姐突然出现，对着她就是一顿严厉的训斥。莉莉安娜被吓得当场大哭起来。艾米莉亚怒气冲冲地吼道：“莉莉安娜，你要出门之前必须先告诉我们，本来这一天就很倒霉了。”姐姐的话让情况变得更糟，与其留在这里被艾米莉亚姐姐骂，还不如跟着阿丽切去帝国呢。她猛地把笔拍在桌上，发出一声脆响。不管怎么说，写完了。她刚刚给安德烈亚写完了一封信，虽然纸张被揉得皱巴巴的，如果以后我们4个人能一直在一起就好了。莉莉安娜紧紧抱着写好的信，如果我告诉安德烈亚姐姐们要嫁给奇怪的男人，她一定会跑来阻止他们的。安德烈亚是我，莉莉安娜，你难道不想我吗？我好想你。莉莉安娜飞快地跑下楼梯，冲到雷吉娜的房门前，用力拍打着房门喊道：“雷吉娜，陪我去邮局。雷吉娜和阿丽切都要结婚了，我得跟着他们去帝国生活，但我真的不想离开托瓦扎。”雷吉娜推开门缝，手里还拿着衣架。“我很忙。”莉莉安娜愣在原地。“既然这样，艾米莉亚，带我去游。”艾米莉亚猛地推开门。“啊，行了，走吧。”莉莉安娜吓得缩了缩脖子。“安德烈亚请，一定要阻止他们。”艾米莉亚走在前面说道：“回来的时候我会给你买好吃的。”莉莉安娜瞬间瞪大了眼睛，惊喜地喊道：“真的吗？”艾米莉亚挑起眉毛问道：“当然，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莉莉安娜叉着腰大声反驳道：“有好几次呢。”艾米莉亚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咬牙切齿地吼道：“你这小鬼！”莉莉安娜尖叫一声，拔腿就跑。“哇呀呀，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我是无辜的。”莉莉安娜猛地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门，由于冲得太快，她根本来不及刹车，直接撞上了一个刚要出门的身影。伴随着一声闷响，对方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哦，好痛！”莉莉安娜愣住了。“哎，大叔，为什么马里乌斯会在这里？”马里乌斯正坐在地上，双手死死捂住脸，发出一阵哀嚎：“好痛，真的好痛！我的鼻子肯定断了，但是如果你能帮我吹吹的话，应该会好得快一点。”莉莉安娜有些担忧地走上前：“天哪，你想要我帮你吹吹吗？”马里乌斯立刻回应道：“嗯。”莉莉安娜凑近了一些：“让我看看。”马里乌斯顺势移开双手，露出一副灿烂的笑容。他看起来明明很好，手背甚至比鼻子还要红，但他确实撞到了门，所以莉莉安娜深吸一口气，对着马里乌斯用力吹了吹，呼，痛痛飞走了。马里乌斯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随即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哇，你真了不起，小家伙，我现在一点都不疼了。”莉莉安娜有些得意地清了清嗓子：“很厉害吧？”马里乌斯笑着拍了拍莉莉安娜的头。艾米莉亚走上前：“所以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马里乌斯站起身，礼貌地打了个招呼：“你好，艾米莉亚小姐，请问阿丽切小姐在家吗？”艾米莉亚冷冷地回答道：“不，她不在。”马里乌斯摊开手笑着说道：“别这样，我早就知道她在这里了。我知道
你不喜欢我，但你没必要撒谎。艾米莉亚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我？马里乌斯愣了一下，支支吾吾地解释道：“因为我想和你套套近乎。”艾米莉亚露出极度厌恶的神情，她看起来真的很嫌弃我。莉莉安娜双手叉腰，气呼呼地说道：“阿丽切正在睡觉，所以你得离开了大叔。”马里乌斯有些惊讶地问道：“哈，他在睡觉？那你能帮我把他叫醒吗？”“不行，快回家吧，大叔。”阿丽切在楼上的房间里睁开眼。马里乌斯语气戏谑地恐吓道：“小孩子撒谎是长不高的，难道你想一辈子都这么矮吗？”阿丽切从床上坐起，真是太吵了。莉莉安娜愣住了，这不可能发生吧？如果我撒谎，真的会一直这么矮吗？艾米莉亚拉住莉莉安娜的手：“莉莉，你不需要回答他，我们走吧。”就在这时，阿丽切推开了房门：“你在这里做什么？”马里乌斯看到阿丽切，立刻露出了笑容：“阿丽切，哦，看来你刚才真的在睡觉。我是来给你送订婚戒指的。我知道我们约定过不举行订婚仪式，但我还是想送你一枚戒指。我们出发吧，去一家不错的餐厅，边吃边聊。”艾米莉亚神色紧张地抓住阿丽切的手臂：“阿丽切，莉莉安娜，你原本打算去哪里？要和我一起走吗？”莉莉安娜愣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地发出一声轻叹。还没等她反应过来，艾米莉亚已经一把抓住了她的手，果断地拒绝道：“不行，她必须跟我去一个地方。走吧，莉莉安娜。”莉莉安娜用力挥动着小手：“阿丽切，别和那个大叔在外面待太久好吗？”阿丽切脸上浮现出一抹温柔的笑意：“好，晚点见，莉莉。”阳光洒在错落有致的白色建筑群上，阿丽切与马里乌斯相对而坐。这份婚姻契约的有效期为10年，从我们在帝国正式结婚的那天算起。关于相应的补偿和福利，你都可以在这份文件中找到。阿丽切仔细翻阅着手中的纸张，请在神圣力量治愈条款中增加一个条件。马里乌斯微微一愣：“你想增加什么？”阿丽切看着文书解释道：“我的二妹是一名学者，她提到过魔法可以用于尝试不同的领域，所以请允许魔法塔之主或拥有同等能力的魔法师参与研究并治疗莉莉安娜的疾病。”马里乌斯陷入了沉思。我想我需要和弗朗索瓦商量一下这件事，我会立刻给他发消息。你能等一天吗？阿丽切点了点头，回应道：“没问题。另外，请务必在契约中明确说明，我的家人可以留在帝国境内，在我们的婚姻存续期间，我的家人可以随时随地自由出入，无需任何许可。”马里乌斯点了点头，回应道：“你考虑得很周全，阿丽切小姐，我会确保把这一条加进去。还有别的要求吗？”阿丽切低头看着手中的文件，他已经反复阅读了好几遍，确实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了。然而，他抬起眼帘看向对面的男人：“那你呢？”马里乌斯愣了一下：“哈。”阿丽切合上手中的文书：“你难道没有任何要求吗？”马里乌斯指着自己：“我。”他沉默了片刻，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着，随后抬起头看向阿丽切：“我只要有你就够了，阿丽切小姐。除此之外，我还能想要什么呢？”阿丽切看着他这副模样，嫌恶地咂了咂嘴。马里乌斯立刻收起笑容：“你刚才是不是咂嘴了？真是太失礼了。”阿丽切没有理会他的抱怨，只是垂下眼帘，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马里乌斯看着他：“我想要什么？说实话，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莉莉安娜正紧紧抿着嘴巴，眉头拧成一团，脸上写满了抗拒。艾米莉亚端着药丸哄道：“莉莉安娜，拜托了，如果你喝掉这个，我就给你买芒果布丁。”莉莉安娜大声尖叫着拒绝道：“不，我才不需要什么布丁。”她被骗了，艾米莉亚又一次骗了她。原本以为寄完信后，姐姐会带她去吃心心念念的儿童套餐，可现在坐在对面的竟然是弗朗索瓦。艾米莉亚竟然特意请他过来。艾米莉亚见状，赶紧凑到他耳边：“我还会给你买软糖，再额外给你一张免吃青椒券。”莉莉安娜的身体微微一僵：“只有一张免吃券吗？”艾米莉亚伸出2根手指回应道：“2张。”莉莉安娜猛地一拍桌子：“讨价还价道：“4张，成交！谈判结束了吗？”小淑女，莉莉安娜鼓起脸颊反驳道：“我才不是什么小淑女。”弗朗索瓦歪着头，语气轻快地问道：“那我以后应该叫你莉莉安娜吗？”莉莉安娜愣了一下，她原本想表现得冷淡一些，可弗朗索瓦的反应比预想中要温和得多。故事的发展已经偏离了原本的轨迹，或许弗朗索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但在记忆的深处，他还是无法完全消除对他的恐惧。莉莉安娜深吸一口气，故作镇定地回答道：“好吧，就叫我莉莉安娜。”弗朗索瓦微笑着回应道：“好的，莉莉安娜。”他依然保持着托腮的姿势，金色的瞳孔微微收缩。“莉莉安娜，你该不会是在害怕我吧？”莉莉安娜心头猛地一跳，整个人僵在座位上，她支支吾吾地避开视线：“不，我才没有害怕你。”弗朗索瓦难道被他看穿了？坐在一旁的艾米莉亚微微皱眉：“你应该叫他叔叔，他的年纪都能当你父亲了。”弗朗索瓦脸上的笑意瞬间凝固，周身散发出阵阵寒意。魔法药水必须在调配好的1小时内喝完，就算味道再难喝，你也得把它喝光，知道了吗？弗朗索瓦沉默地端起杯子，将药水倒进莉莉安娜的杯中。莉莉安娜看着眼前的药水，松了一口气。她竟然没有追究。不过，他们2个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熟了？弗朗索瓦将盛满紫色药水的杯子推到莉莉安娜面前，莉莉安娜露出厌恶的神情：“我不想再喝这个了，上次的味道简直糟透了。要不要干脆拒绝掉那些布丁和软糖，这样就不用喝这杯药水了？为什么我总是这么轻易就被食物收买啊？”就在他垂头丧气时，桌面上突然传来轻响，有什么东西被推到了他的手边。莉莉安娜疑惑地抬起头，她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哇，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只系着蝴蝶结的白色小熊玩偶，看起来毛茸茸的，非常可爱。如果你喝完这杯药水，我就把这只泰迪熊送给你。莉莉安娜猛地坐直身体。真的吗？弗朗索瓦回应道。当然。莉莉安娜一把抓过白色小熊，只要喝掉药水，这个玩偶就是我的了。她紧紧抱住小熊，像是下定了某种巨大的决心。嘿嘿，我能喝下去。莉莉安娜端起杯子，大口大口地吞咽着药水。艾米莉亚在一旁赞叹道：“哇，莉莉安娜，你真的长大了。”弗朗索瓦也跟着夸奖道：“他说的对，你非常勇敢。”莉莉安娜和艾米莉亚回到了住处。欢迎回来，莉莉安娜、艾米莉亚，你们回来的正是时候。莉莉安娜已经认识他了，不过艾米莉亚还是让我正式向你介绍一下吧。这位是利奥波德先生，就是在游乐场救了莉莉安娜的那个人。利奥波德显得有些局促，微微躬身行礼。雷吉娜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大声宣布道：“而且从今天起，我和利奥波德先生正式交往了。”艾米莉亚震惊得语无伦次：“恭喜！但是为什么突然宣布这个？不仅如此，这也意味着我将和利奥波德先生一起前往帝国。”这个消息简直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屋子里炸开了锅。莉莉安娜呆立在原地，心跳声在耳边剧烈回响。莉莉安娜吓得缩起脖子，整个人都在发抖。艾米莉亚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艾米莉亚终于爆发了，她愤怒地吼道：“雷吉娜，贝尔基奥，你疯了吗？”雷吉娜却毫不在意地笑了笑：“小点声，艾米莉亚，我听得见。”艾米莉亚指着她质问道：“为什么突然要去帝国？老实交代。”雷吉娜挽着利奥波德的手臂，理直气壮地解释道：“那是因为我不想谈远距离恋爱啊。利奥波德先生是个很好的人，我想尽可能多地见到他。总之，各位快来见见我的新男朋友。”利奥波德满脸通红，局促地低着头说道：“很高兴见到各位。”莉莉安娜在一旁机械地跟着鼓掌。哇！突然，艾米莉亚猛地伸手，一把抓住了雷吉娜的手腕。我们谈谈。不，雷吉娜冷冷地拒绝了。艾米莉亚咬紧牙关：“你总是这样，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艾米莉亚猛地转身冲了出去，紧接着传来一声沉重的关门声。莉莉安娜被这巨大的动静吓得缩了缩脖子。过了一会儿，雷吉娜转过头看向莉莉安娜：“莉莉，我以前没见过那只熊，那是艾米莉亚买给你的吗？”莉莉安娜愣了一下：“啊，不是一个英俊的叔叔送给我的礼物。”但是雷吉娜，你和利奥波德先生是真的在交往吗？雷吉娜露出灿烂的笑容，回应道：“当然了，莉莉安娜也很喜欢利奥波德先生，对吧？”莉莉安娜猛地抬起头，大声回答道：“是的，我喜欢他。”雷吉娜以前交往过的那些男朋友全都是垃圾，所以看到他最终能和利奥波德在一起，我是真心为他感到高兴。利奥波德看起来那么稳重可靠，莉莉安娜确信，就算他以后发现了雷吉内的那个秘密，也一定不会因此生气的。可是阿丽切看向利奥波德和雷吉娜：“你们两个是对彼此认真的吗？”利奥波德神情郑重地回应道：“是的，我们是认真的。”那是不是意味着？莉莉安内的声音颤抖着，带着一丝哭腔问道：“你再也不会和我一起回特罗瓦扎了吗？”利奥波德低下头：“你想留在特罗瓦扎吗，莉莉安娜？”他的瞳孔微微收缩，脑海中浮现出阿丽切的身影，他纤细的手指上戴着一枚戒指，在微光下闪烁。我要去睡觉了，我觉得好无聊。莉莉安娜转身跑开。我真的想留在特罗瓦扎吗？那是当然的了。这里有温暖的气候，还有无与伦比的美丽海滩，美味又便宜的柠檬，我的朋友们，以及我和家人共同创造的所有回忆，这一切都在这里。莉莉安娜躺在床上，如果我是一个成年人，我就能大声反对姐姐们的决定了，对吧，小熊？然而，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都无法成为大人，我还要再睡过3650个夜晚，不是100天，而是整整3650个夜晚。清晨的鸟鸣声在窗外此起彼伏。艾米莉亚在宽大的床上翻了个身，发出一声含糊的呻吟。她伸手抓紧被子，猛地蒙住脑袋。阳光太刺眼了，阳光！艾米莉亚猛地一颤，不对，我的房间里明明装了遮光窗帘。她像是被火烫到一般，猛地掀开被子坐了起来。这是哪儿？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是一个冰冷的声音从床边传来。你终于醒了。艾米莉亚僵硬地转过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弗朗索瓦正优雅地坐在椅子上，他慢条斯理地端起精致的茶杯，轻轻抿了一口。他放下茶杯，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弗朗索瓦微微皱眉问道：“什么？别告诉我你不记得了。”艾米莉亚猛地从床上弹起。如果我记得，还会是现在这种反应吗？努力回想一下，艾米莉亚，昨天离开家之后，我喝得像个彻头彻尾的酒鬼，甚至叫嚣着要喝到死为止。然后呢？他痛苦地捂住额头，沉默了许久。艾米莉亚猛地转过身去说道：“不管发生了什么，就当我们什么都没发生过吧。”弗朗索瓦放下手中的茶杯，冷冷地回应道：“真是简单，你的生活一定过得很轻松吧？”艾米莉亚气急败坏地喊道：“那你想怎么样？你是想要我报答你吗？还是说你想让我承担责任？”弗朗索瓦理所当然地说道：“显而易见，你应该承担责任。”艾米莉亚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件白色的衬衫被丢到了他的面前。弗朗索瓦在一旁提醒道：“那是一件价值15金币的顶级丝绸衬衫。”艾米莉亚抓起衬衫，满脸疑惑。弗朗索瓦捂着嘴，露出极度厌恶的神情说道：“你因为头晕一直缠着我，然后就吐在了上面，那场面真是令人作呕。”艾米莉亚听完，原本紧绷的表情瞬间垮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狂喜。“你这混蛋，你应该早点说的，
我会给你16个金币，连利息也算在内，这样总行了吧？艾米莉亚随手将衬衫扔了回去。弗朗索瓦整个人陷入了阴沉的沉默。你觉得既然我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事情就算解决了吗？弗朗索瓦看着艾米莉亚说道：“皇帝亲自找到了我，询问我是否能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为照顾你妹妹莉莉安娜的健康提供帮助。”艾米莉亚停下动作，神情变得凝重。弗朗索瓦继续说道：“而且明确提出这个请求的人正是你的大姐，很明显他们正在进入一段契约婚姻。”艾米莉亚站起身，语气低沉的回应道：“我就知道，你也觉得阿丽切很难融入帝国吧？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一个既没有皇室血统，甚至连贵族都不是的女人，竟然要成为皇后。”艾米莉亚继续说道：“你觉得帝国的那些贵族们会保持沉默吗？”阿丽切非常固执，她绝不是那种能被轻易说服的人，尤其是在涉及到莉莉安娜健康的问题上。弗朗索瓦叹了口气说道：“他正在走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倒不是我不理解，只是……”他从药瓶里倒出一颗药丸，摊在掌心，随后仰头吞下。这些该死的药一点用都没有，但目前也只能这样了。弗朗索瓦深吸一口气，既然如此，我们也该签个契约。艾米莉亚疑惑地看向他。弗朗索瓦继续说道：“我会帮助你和莉莉安娜，作为交换，10年后你要帮我一个忙。”艾米莉亚追问答：“10年后什么样的忙？”艾米莉亚猛地一颤，一股莫名的寒意席卷全身。弗朗索瓦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我只需要再坚持几年就好，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为了达成那个目的，提前采取行动是很有必要的。”阳光洒在充满异域风情的白色建筑上。“亲爱的莉莉安娜，我听说了关于婚约的消息，虽然很突然，但我并没有立场去干涉。我这边最近非常忙碌，恐怕无法为你送行了。不过我以后会找机会去帝国看你，到时候再见面吧。”在华丽的餐厅内，长桌两侧坐满了人。利奥波特正盯着对面的小女孩。马里乌斯带着戏谑的笑意问道：“你哭了吗，小鬼？”莉莉安娜猛地一颤，脸颊长得通红。“谁？我吗？当然没有，我才不是小宝宝。”马里乌斯轻笑一声说道：“但你确实就是个小宝宝啊。”莉莉安娜气鼓鼓的抗议道：“不，我已经长大了，我这个年纪才不会哭鼻子呢。”马里乌斯笑着回应道：“哈哈，好吧。”莉莉安娜重重的哼了一声。今天是庆祝阿丽切与马里乌斯订婚的正式家族晚宴，也是收到安德烈亚回信的日子。他一句话都没有给我。马里乌斯看向雷吉娜问道：“搬往帝国的准备做得怎么样了？”雷吉娜平静地回答道：“只是带些衣服和几件重要的东西，房子会交给朋友们照看，甚至没有假装的温暖。”他的回应对我姐妹们和我一样冷漠。马里乌斯继续说道：“我会派人去帮你们，所以不用担心，尽管大方地收拾行李。等到了帝国，这对阿丽切小姐也会更好。”莉莉安娜看着眼前的餐盘，哥哥真的抛弃我了，现在已经没有人能阻止我的姐姐们了。利奥波特将一盘剥好的虾推到他：“吃这个吧，莉莉安娜。”莉莉安娜小声回应道：“谢谢你。”想到这件事我很难过，最后哭得撕心裂肺。她用叉子插起虾肉塞进嘴里，至少虾的味道很好。莉莉安娜一边嚼着食物一边问道：“艾米莉亚不和我们一起去吗？”阿丽切放下餐具说道：“如果她想去的话，她会和我们一起去的。”莉莉安娜小声问道：“我们会在一起待很长时间吗？”如果艾米莉亚姐姐想去的话，可是她都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她怎么会想和我们一起走呢？想到这里，莉莉安娜赌气的大声说道：“我也不想去。”马里乌斯停下餐叉，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看向他：“小鬼，你这么说是因为觉得我抢走了你的姐姐，对吧？”莉莉安娜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才不是！我不想去是因为我喜欢这里的家，我也不想和我的朋友们告别。”利奥波特被这突如其来的响声吓了一跳。“到了帝国你会有新朋友的，事实上在我的府邸里就有一个和你年纪相仿的小男孩。”莉莉安娜趴在桌子上，把脸埋进胳膊里大喊道：“随便他是谁，他又不是弗朗西斯卡或者安东尼奥。我想和安东尼奥一起去游乐场玩。”阿丽切看着沮丧的妹妹：“莉莉，你刚才哭是因为想念安东尼奥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待会儿想去见见他吗？”“可是我是真的不想和朋友们告别，不想离开安东尼奥，毕竟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也会想念弗朗西斯卡、维奇和马蒂娜。”莉莉安娜抬起头看着阿丽切问道：“姐姐，你真的非得结婚不可吗？”话音刚落，餐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糟糕，我不该说出来的，只是不小心溜出了口。如果他们因为我刚才的话而讨厌阿丽切，那该怎么办？马里乌斯看着莉莉安娜：“要和朋友们告别，你一定很难过吧？对吗？”莉莉安娜猛地一颤，整个人僵在座位上。她瞪大了那双湛蓝的眼睛，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马里乌斯收起了平日里戏谑的神色，语气温和地说道：“我保证你在帝国会过得非常开心。在那之前，能不能请你再稍微忍耐一下呢？”莉莉安娜，马里乌斯竟然在帮我说话。莉莉安娜呆呆地看着他。马里乌斯，他是在站在我这一边吗？他看起来是认真的，虽然每次见面他都只会捉弄我，虽然他是个危险的暴君，但是……马里乌斯微微歪头问道：“你是因为我总是捉弄你，所以才讨厌我的吗？”莉莉安娜低下头，小声嘟囔着回应道：“不，我并不讨厌你，虽然我还是更喜欢利奥波特先生一点。”马里乌斯故作伤感地叹了口气：“那可真让我伤心。”莉莉安娜看着他：“其实我知道他是个好人。”马里乌斯继续诱惑道：“如果你来帝国，我会给你买很多好吃的，还有数不清的漂亮裙子和堆成山的玩具。我还会陪你一起看生日烟花，带你体验幻影魔法。而且利奥波特先生说，他每天都会让你骑在他的肩膀上，陪你玩捉迷藏。”
利奥波特猛地一惊，指着自己，满脸困惑地问道：“啊，我有说过吗？”马里乌斯完全不理会利奥波特的反应：“你根本不知道骑在别人肩膀上有多好玩。利奥波特先生长得那么高，肯定会更有趣的。”莉莉安娜的心跳开始加速。真的吗？她纠结了一会儿，最后猛地抬起头喊道：“既然你都这么说了，好吧，我就在那边待整整100个晚上。”马里乌斯笑着追问道：“那200个晚上怎么样？”莉莉安娜愣了一下，有些迟疑地回应道：“200天那就有点……好吧，就200个晚上。”在启程前往帝国的前一天，安东尼奥蹲在草地上，肩膀因抽泣而微微颤抖。他听到了莉莉安娜即将离开的消息，特意跑来见她最后一面。莉莉安娜坐在他身边，轻声安慰道：“别哭了，安东尼奥，就算我们要道别，我们也永远是朋友。”安东尼奥抬起满是泪痕的脸，抽噎着回应道：“但是你走了以后，我们就见不到面了。”莉莉安娜看着难过的伙伴，心中也泛起一丝苦涩。“你说的对，但我们不能总是事事如愿。”安东尼奥低下头闷声说道。“即便如此，莉莉安娜，我还是想每天都和你一起玩。”莉莉安娜望着天空，轻声说道。“安东尼奥，我也想每天都和你一起玩，但是……”突然，他猛地直起身子，张开双臂，大声说道：“我们是超级好朋友，不是吗？等我到了帝国，我会给你写信的，这样不就解决了吗？”安东尼奥愣住了：“真的吗？你真的会给我写信吗？”莉莉安娜用力地点了点头，回应道：“是的，我会的。”安东尼奥吸了吸鼻子，努力止住泪水，说道：“既然这样，那你要答应我。”他伸出小小的手指，莉莉安娜也伸出手，两人的小指紧勾在一起。莉莉安娜笑着说道：“没问题，我答应你。哦，柠檬树仙子啊，请让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吧。”马车轮毂开始转动，发出沉重的声响。安东尼奥追在车边，大声喊道：“莉莉安娜，记住我们的约定，就算分开了，我们也是超级好朋友，知道了吗？”安东尼奥也说过每天都会给我写信，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戴着遮阳草帽，静静地坐在车厢里，看着窗外熟悉的景色一点点远去。远处是波光粼粼的大海，海浪轻柔地拍打着岸边，地平线在视线尽头无限延伸。在那棵繁茂的柠檬树下，曾经的欢笑似乎还留在枝叶间。柠檬树与橄榄树散落在道路两旁，白砖砌成的房屋在阳光下错落有致。这是莉莉安娜深爱的家乡特罗瓦扎。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6岁时看到的这番美景，如果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模糊，那该怎么办？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再见了，特罗瓦扎。马车在空旷的街道上渐行渐远。今天他就要前往帝国了。汽笛声在海面上回荡，巨大的客轮劈开波浪，在蔚蓝的大海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白痕。船舱内部装饰华丽，铺着花纹繁复的地毯。阿丽切推开房门：“莉莉，肚子饿了吗？”莉莉安娜怀里紧紧抱着白色兔子玩偶。有一点点，快到午餐时间了，再稍微忍耐一下好吗？在那之前，我可以去船上到处看看吗？阿丽切在身后叮嘱道：“别跑太远，没有允许，不准去奇怪的地方，听到了吗？”莉莉安娜大声回应道：“知道了。”她像一阵风似的冲出房间，在甲板上飞快奔跑。莉莉安娜停下脚步，双手紧紧抓着甲板的护栏。“我们真的离家越来越远了。”特罗瓦扎。她的眼神变得落寞，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模糊了视线。结果到最后，我甚至没能和艾米莉亚好好道别。我好想她。艾米莉亚是不是也在想念我呢？我知道艾米莉亚因为阿丽切和雷吉内的事情很不开心，但没想到她连我也要冷落。早知道会这么难过，我就该把曲奇也带在身边的。每当我感到孤独的时候，我总是会抱着曲奇。莉莉安娜吸了吸鼻子，抬起手揉了揉湿润的眼睛。“哎呀，莉莉，离开家让你这么难过吗？”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侧传来。莉莉安娜低着头回应道：“我真的很爱我的家。”莉莉安娜猛地反应过来，她惊恐地转过头，发出一声变了调的尖叫。艾米莉亚正站在她身边。“好久不见了，姐姐是什么时候上船的？不对，更重要的是她为什么会在这里？”莉莉安娜呆呆地望着眼前的艾米莉亚，眼眶里迅速积满了泪水。“哇呀！”她尖叫着扑进艾米莉亚怀里。“哇呀，艾米莉亚，我好想你。”“哎呀，就这么想我吗？”艾米莉亚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问道：“这段时间过得好吗？”莉莉安娜抽噎着回应道：“虽然还有很多疑问，但此时此刻，不管发生了什么，能见到艾米莉亚真是太好了。”这时，不远处传来一个惊讶的声音：“艾米莉亚，你怎么会在这里？”艾米莉亚转过身，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哦，我昨天在帝国找了份新工作，我辞掉了原来的差事，现在被聘为魔塔之主的助手了。换句话说，我是拿到了特别许可才登上这艘船的。”听到这番话，原本走近的两人神色僵住，气氛瞬间变得冰冷压抑。“什么？”莉莉安娜猛地一颤。艾米莉亚俯视着众人，既然去了帝国，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的生活在一起，不是吗？站在对面的阿丽皆沉默不语，脸色阴沉的可怕。莉莉安娜缩在艾米莉亚怀里，虽然艾米莉亚能一起去帝国让她很高兴，但是还是说……艾米莉亚微微低头，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弧度，眼神中透出森然的寒意。“你们根本不想和我住在一起。”莉莉安娜吓得闭上眼睛，完蛋了，姐姐们的关系已经彻底搞砸了，我们甚至还没到帝国呢。她绝望地仰望天空。“安东尼奥，我亲爱的安东尼奥，我也好想你啊。”“艾米莉亚，如果你也去帝国的话，特罗瓦扎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你本可以只休个长假。”艾米莉亚费力地搬起沉重的木箱，发出一声闷哼。女人继续问道：“你打算在那里待多久？”艾米莉亚长舒了一口气，一想到我的姐妹们要独自前往帝国，
我就忍不住担心。女人沉默片刻说道：“我大概能理解那种心情。阿丽切肯定是为了政治原因才结婚，而雷吉娜多半是为了支持他才一同前往。”艾米莉亚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你这个傻瓜，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意图吗？”那个女人自以为聪明，却根本不知道前往帝国有多么困难。仅仅为了去见一个地位和文化都完全不同的男人，她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将面临什么。艾米莉亚抱着沉重的木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发誓，她真的太粗心大意了。艾米莉亚看向身边的同伴，问道：“不管怎么说，难道你不为我找到一份好工作感到高兴吗？”女子兴奋地回应道：“我当然高兴。既然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了，你就去把能发现的所有好东西都吸收过来吧。”艾米莉亚露出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情。“没问题，交给我吧，我要把帝国能提供的一切都拿走。”到了第二天早晨，艾米莉亚和她的姐妹们登上了前往帝国的船只弗朗索瓦。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追求什么，但我会让你知道，我也同样阴险狡诈。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我会确保把你压榨得干干净净。宏伟的帝国建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莉莉安娜趴在马车的窗边，发出阵阵惊叹：“哇，好漂亮啊！”阿丽切伸手将莉莉安娜从窗边拉了回来，离窗户远一点，莉莉安娜，这样很危险。马里乌斯坐在一旁轻咳一声：“科恩，这就是帝国的样子吗？和特罗瓦扎完全不同。那些在故乡难得一见的6层高楼，还有街道上穿着从未见过的华丽服饰的人们，一切都显得那么新奇有趣。”经过1周的海上航行，他们终于抵达了帝国。海上的生活枯燥乏味，原本莉莉安娜一心只想快点回到特罗瓦扎，但现在她觉得这里似乎也不错。莉莉安娜悄悄观察着车厢内的气氛，虽然她觉得很兴奋，但阿丽切看起来却完全不同。阿丽切沉默地坐着，双手交叠放在膝头，神情冷峻而严肃。就在艾米莉亚抵达的那天，他和雷吉娜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一到达帝国，你就立刻回特罗瓦扎去，你的专业是研究天赋者，去帝国的魔法塔学习根本毫无意义。艾米莉亚冷笑一声反驳道：“哈，你居然说我疯了？你才是那个为了一个男人就要搬去帝国的人，你们甚至都没约过几次会。”他低下头，声音变得有些颤抖：“我喜欢利奥波特，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我不想失去他，而且在帝国的生活不会轻松。阿丽切一个人要怎么照顾莉莉安娜？她现在的状态也不太好，至少我应该陪着她。”莉莉安娜躲在走廊的阴影里，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当时我正玩捉迷藏，却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听到雷吉娜姐姐说出那些话时，我的心仿佛要裂成2半。我会照顾莉莉安娜，所以你该回去继续你的研究。你不是最喜欢学习了吗？雷吉娜哀求道。艾米莉亚，求你了！艾米莉亚咬紧牙关，愤怒地打断了她：“别胡闹了！我要去的是帝国，我是为了出国深造，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我一直想研究那些与魔法和神力重叠的天赋，我只是想揭开更多的秘密。所以，请你不要再胡乱猜测了。”艾米莉亚，雷吉内尖叫着她的名字，回应她的是沉重的关门声。艾米莉亚摔门而去，莉莉安娜蜷缩在走廊的角落里，把头深深地埋进膝盖。雷吉娜在房间里哭泣，断断续续的抽泣声传到了走廊。莉莉安娜也跟着哭了起来。她知道姐姐们都深爱着她，但这种争吵让她感到无比焦虑。她担心自己会成为姐姐们的负担。我也好想有爸爸和妈妈。那天晚上，这个念头一直缠绕在她的脑海里。好在利奥波特让他骑在肩膀上到处走，这让他的心情好转了许多。马里乌斯也一直陪着他玩耍，变着法子逗他开心。莉莉安娜坐在软垫上晃动着小脚丫，她觉得自己和利奥波特成了最好的朋友。还有，他猛地扑向车窗。马里乌斯大笑着看向莉莉安娜说道：“看来真是没办法啊，黑小鬼，你就不能安静待一会儿吗？抓到你了！”马里乌斯一把抱起莉莉安娜：“好了，这样你就能更清楚地看到窗外了。”马车在铺满石砖的街道上平稳行驶，他看着窗外繁华的街景，兴奋地喊道：“太神奇了！”马里乌斯笑着回应道：“是吧？真的很棒！你能来帝国真是太好了，对吧？”莉莉安娜撇了撇小嘴，一脸傲娇地回答道：“那得看你以后对我有多好，大叔。我敢肯定，你以后每天都会叫我小栗子。”马里乌斯愣了一下：“哈，可那是事实啊！”莉莉安耐气地鼓起腮帮子：“我再也不理你了。”马里乌斯收起先前的玩闹神色，认真地看着莉莉安娜说道：“孩子，等出了这辆马车，你必须称呼我为陛下或者姐夫，明白了吗？”莉莉安娜愣住了，为什么突然说这个？马车转过街角，一座宏伟壮丽的宫殿群出现在眼前，高耸的塔楼直插云霄，洁白的墙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哇天啊！从现在起我就要住在这里了吗？马里乌斯突然凑近莉莉安娜，伸出一根手指，强调道：“你必须叫我姐夫，答应我，一定要这么叫。”莉莉安娜被他突如其来的严肃吓了一跳。你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我当然会那样叫你的。马里乌斯转过头，看向坐在一旁沉默不语的阿丽切。阿丽切小姐，你也应该。阿丽切神色冷淡地打断了他的话。不用担心。马里乌斯听到这个回答，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马里乌斯握住阿丽切的手，确实，我刚才说了一句蠢话。马车门被侍者拉开，发出清脆的声响。马里乌斯率先走下车，阿丽切紧随其后。宏伟的宫殿前早已站满了迎接的人群，然而气氛却异常凝重。那些窃窃私语声在空气中交织，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四周便投来无数道冰冷且充满审视的目光。莉莉安娜紧紧抓着阿丽切的衣角，怯生生地跟在后面。我好害怕。
即便是像他这样年幼的孩子，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排斥。一名身穿深色制服的官员走上前来，欢迎来到拜德克帝国。那些人的口音很重，这一路上，马里乌斯和利奥波特一直对他们照顾有加。阿利切微微垂下眼帘，他对着迎接的官员点了点头，感谢各位的迎接，今后请多关照。莉莉安娜的心脏剧烈跳动着，天哪，我真的要住在这种地方吗？他把脸埋进阿利切的裙摆，身体微微颤抖。我们真的能在这里生活下去吗？艾米莉亚和雷吉娜对视一眼，站在了阿利切身侧。一阵沉稳的脚步声由远及近。阿利切小姐，还有我的小姨子们。马里乌斯站在宏伟的宫殿前，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自信与慷慨。欢迎来到帝国。莉莉安娜猛地向后一缩，谁？你们是谁？两名身穿围裙的女仆齐齐行礼，向您致意，莉莉安娜小姐，我们是玛丽和乔，从今天起被指派为您的女仆。莉莉安娜愣在原地，什么？我的女仆？其中一名女仆微笑着回应道：“是的，如果您有任何需要，请尽管吩咐，无论是帮您整理行李，还是收拾随身物品，都可以。”莉莉安娜显得有些局促，但是这些事我自己就能做，你们可以去帮我的大姐姐。女仆耐心地解释道：“阿利切小姐已经有其他女仆在照顾了。”莉莉安娜依然有些不知所措，可是，女仆走上前，轻声劝说道：“这是我们的职责，请您坐下来休息吧，小姐。经过这么长途的跋涉，您一定累坏了。”莉莉安娜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这里是莱特宫，从今天起，我和姐姐们就要在这里生活了。”在特罗瓦扎氏家里，只有一位管家，从没有过侍从或女仆。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习惯这种生活。既然不用亲自动手整理行李，莉莉安娜顿时变得无所事事。她决定去看看姐姐们都在做什么。她悄悄躲在门边向里张望。阿利切正忙着和女仆们一起整理行囊。阿利切神色冷静地吩咐道：“请把那个放在窗边。”女仆恭敬地回应道：“好的，阿利切小姐。”莉莉安娜又跑向另一个房间。雷吉娜正和她的女仆聊得开心，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最后，莉莉安娜来到了艾米莉亚的房间门口。艾米莉亚猛地按住桌上的书本。等等，女仆被吓得僵在原地。书和文件我会自己整理，你们不要碰，反正我也不会在这里待太久。女仆有些意外地问道：“您很快就要回故乡了吗？”艾米莉亚摇了摇头回应道：“不，我要去找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毕竟我不能一直从皇宫通勤去工作。”两名女仆面面相觑，眼中满是惊愕。“您要去工作？”艾米莉亚伸手抚过华丽的柜子。“当然，所以你们不需要伺候我。”她转过身，神情冷淡地看向女仆们：“我会处理好一切，把我的房间维持原样就好，明白了吗？”莉莉安娜躲在门缝后偷看，觉得这种气氛不是自己该介入的，于是悄悄关上了房门。她举起怀里的兔子玩偶，有些失落地叹了口气：“呼，库奇，现在只有你会陪我玩了。”莉莉安娜抱着玩偶在走廊上小跑起来：“我们该去哪儿呢？好想荡秋千啊！皇宫里大概不会有游乐场吧？如果没有跷跷板，没有秋千，甚至连沙堆都没有的话，那就只剩下一件事可以做了。”莉莉安娜猛地站定，双眼放光，露出了兴奋的小虎牙：“太棒了！既然如此，我就去探索皇宫吧。”巨大的皇家花园在阳光下铺展开来，层层叠叠的露台与阶梯错落有致。莉莉安娜忍不住发出感叹：“哇，要是谷米也能看到这些就好了。你说是吧，库奇？”莉莉安娜蹲在花坛边，好奇地伸出手指戳了戳那些娇嫩的花瓣。“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花，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闻起来好香啊。”身后传来一阵沉稳的脚步声，一个低沉的声音从上方传来：“那是郁金香，看来特罗瓦扎没有这种花。”莉莉安娜猛地抬起头，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利奥波特先生！”他像只轻盈的小鸟一样扑了过去，死死抱住利奥波特的脖子。“我好想你，你有没有想我呀？”利奥波特稳稳地接住他，笑着回应道：“当然想了，我正到处找你呢，看你一个人跑出来，一定是觉得无聊了吧？”莉莉安娜有些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姐姐们都很忙，没人陪我玩。不过你为什么要找我呀？我的弟弟也觉得很无聊，我想如果你们能一起玩的话，那就太好了。”莉莉安娜疑惑地歪着头：“弟弟？”利奥波特点了点头回应道：“没错，他和你年纪一样大。”莉莉安娜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年纪一样大，那他就是我的朋友了。之前因为没有同龄的小伙伴一起玩，总觉得有些孤单。他会是什么样的人呢？既然是利奥波特的弟弟，会不会也像利奥波特一样，是个严肃又充满男子气概的人？或者……”莉莉安娜不由得看痴了：“哇，她从未见过长得这么好看的人。那个孩子就是利奥波特的弟弟吗？”自我介绍一下，埃德加，这位是莉莉安娜。我无法移开视线，就像看到油画中的天使，看着埃德加一步步走近，视线落在利奥波特手上，还有那双美丽的绿色眼睛。莉莉安娜红着脸，露出灿烂的笑容，打招呼道：“你好，我叫莉莉安娜，很高兴能和你一起玩。”埃德加却突然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你不过是个碰巧闯进来的流浪汉罢了。”还没等莉莉安娜反应过来，埃德加猛地挥起手，一把拍开了利奥波特牵着他的那只手。莉莉安娜被这股力道带得一个踉跄，疼得叫出了声：“嗷！”埃德加满脸怒容：“我才不会当你的朋友，别用那种自以为是的口气跟我说话，你这个南瓜！”莉莉安娜整个人僵在原地，刚才听到了什么？南瓜？她不想和我做朋友？为什么？无论是柠檬班、橄榄班、葡萄班，还是石榴班，所有的小伙伴都喜欢围着她转，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这种话，从来没有人拒绝过她的友谊。她怎么可以不想和我做朋友？利奥波特看着快要哭出来的莉莉安娜，慌忙摆着手解释道：“莉莉安娜，埃德加
只是在开玩笑。他转过头，气急败坏地冲着弟弟吼道：“埃德加，你怎么能对朋友这么说话？”埃德加却毫不退让，重重地哼了一声。难道你想让我撒谎吗？语气生硬地说道。我没法强迫自己和他做朋友。莉莉安娜浑身颤抖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先生，我看起来很凶吗？这就是他不想和我做朋友的原因吗？利奥波特被吓得满头大汗，语无伦次地安慰道：“不，绝对不是那样的。莉莉安娜，你非常可爱，任何人都想和你做朋友的。”莉莉安娜打了个响亮的嗝，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她居然在结巴，太坏了，简直太坏了！莉莉安娜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她从未受过这样的侮辱。利奥波特慌了神，莉莉安娜。莉莉安娜猛地抬起头，满脸泪痕地瞪向埃德加：“你以为你是谁？凭什么说不想和我做朋友？我明明什么错都没有做。”埃德加冷哼一声，傲慢地转过身去。莉莉安耐气的额头青筋暴起：“原谅我，姐姐们，我本想在帝国交到朋友，开开心心的生活，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他死死盯着埃德加的背影，咬牙切齿地低声骂道：“你这个臭小鬼！”莉莉安娜盯着眼前的男孩说道：“你闻起来像芦笋。”“没错，我就是这么说的。”埃德加愣在原地。“芦笋！”他继续大声喊道：“而且你看起来就像在水里蠕动的海藻。”埃德加整个人僵住了。“海藻！”莉莉安娜得意地哼了一声。“没错，你没听错，就是海藻。”埃德加气得满脸通红：“你这小鬼，你才长得像海藻，你怎么敢这么说？”利奥波特大步走上前，一把抓住了暴跳如雷的埃德加。“埃德加，冷静点！”埃德加在利奥波特手里拼命挣扎。“利奥波特，他说我长得像海藻。”莉莉安娜在一旁学着他的语气重复道：“利奥波特，他说我长得像海藻。”埃德加气急败坏地喊道：“嘿，不许学我说话！”莉莉安娜一边跑开一边回头嘲笑：“不许学我说话！再见，芦笋海藻！”埃德加在利奥波特的怀里拼命挣扎：“放开我！我今天一定要把那个南瓜头做成西瓜！给我站住，你这个南瓜！”莉莉安娜抱着兔子玩偶在前面飞快地跑着，她真的以为叫我站住，我就会停下来吗？真是个笨蛋！她停下脚步，露出一副得意的神情：“哼，真是幼稚！当初我问他要不要做朋友的时候，他要是直接答应不就好了吗？略，我们再也不要见面了。”埃德加，自我介绍一下。马里乌斯看向对面的3位女性说道：“这位是我的未婚妻阿丽切小姐，以及她的妹妹雷吉娜小姐。听说艾米莉亚小姐去了魔法塔，看来是真的哦。还有这位是莉莉安娜。”莉莉安娜猛地抬起头，整个人都僵住了。大厅里陷入了一片死寂。“哎，你们2个已经见过了吗？那个海藻和我竟然在短短几个小时后又见面了。”华丽的餐厅内，餐具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雷吉娜正准备切开盘中的食物，利奥波特突然伸出手接过了他的餐盘，说道：“我来帮你切吧。”雷吉娜微微一愣，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回应道：“哦天哪，谢谢你。”马里乌斯目光在桌上的众人之间游移。马里乌斯微笑着伸出手说道：“我也来帮你切。”阿丽切头也不抬地打断道：“我自己可以。”马里乌斯露出一副受伤的神情：“你太冷淡了，怎么能这么残忍地拒绝我？好吧，既然如此，那能请你把莉莉安娜的盘子换成这一份吗？”“是的，陛下。”埃德加盯着眼前的餐盘，眉头紧锁。莉莉安娜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哇，大叔好厉害！”埃德加听到这声赞叹，眼神变得更加阴沉，他狠狠地瞪了莉莉安娜一眼。莉莉安娜被瞪得莫名其妙，这家伙怎么了？干嘛突然生气？马里乌斯举起酒杯说道：“感谢各位远道而来，大家一定都累坏了，这周就请好好休息吧。”雷吉娜端坐在位子上回应道：“我完全赞同。艾米莉亚小姐怎么这么快就回魔法塔了？真该让她多留一阵子，对吧？”莉莉安娜正努力对付着盘子里的食物，她握着叉子用力一戳，手滑了，小番茄从叉间溜走，在瓷盘边缘弹了一下，咕噜噜地滚到了桌面上。莉莉安娜惊呼一声：“哦不！”埃德加看着这一幕，冷笑着嘲讽道：“怎么，连个番茄都对付不了吗？南瓜头，才不是，我只是不小心失手了。”他一边说着，一边赌气地朝埃德加吐了吐舌头。埃德加慢条斯理地切着肉，看来你真的很喜欢失手啊。只见埃德加手腕一抖，那颗原本属于他的番茄像长了眼睛一样，划过一道弧线，精准地砸进了莉莉安娜面前的酱汁盘里。啪嗒一声，红色的酱汁瞬间飞溅开来，洁白的布料上满是斑斑点点的污渍。她心疼地叫道：“啊，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裙子！”埃德加优雅地放下餐具，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真是非常抱歉，我不小心失手了。”莉莉安娜气得头顶冒烟，她死死盯着盘子里的胡萝卜，猛地一叉子戳了下去。她看准时机，用力一甩，胡萝卜块划过长长的餐桌，飞向对面。埃德加敏捷的一侧头躲过了攻击，他发出一阵嘲笑：“哈哈，你在干什么？”莉莉安娜气得直跺脚，为什么打不中他？我真的好讨厌他！利奥波特察觉到了异样，莉莉安娜猛地僵住，我必须停下来，不能让那个幼稚的海藻赢了。莉莉安娜闭上眼睛，努力清空思绪，冷静点，内心平静，我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就在他试图平复心情时，桌子底下突然传来一阵异动，一只脚轻轻踢了踢他的腿。他刚才是在踢我吗？莉莉安娜看向对面，埃德加的座位已经空了，桌子底下传来一阵窃笑。埃德加整个人钻到了长桌下方，他正坏笑着伸出脚，一下又一下地踢着莉莉安娜的腿。莉莉安娜整个人僵住了，怒火在胸中翻腾，她终于忍无可忍，愤怒的尖叫声冲破了屋顶，响彻整座庄园。我最讨厌埃德加了。午后的阳光洒进华丽的茶室，雷吉娜优雅地拎起茶壶，别这么刻薄，
莉莉安娜，埃德加表现成那样，其实是因为他想和你做朋友呀。阿丽切端起茶杯抿了一口，雷吉娜说的对，他在我们面前表现得非常礼貌和友善。莉莉安娜猛地趴在桌子上，他在我面前根本不是那样的，他竟然用菠菜和玉米来形容我，那又怎么了？菠菜和玉米既好吃又可爱啊！莉莉安娜猛地坐起来，大喊道：“一点也不可爱，而且味道糟透了。”她重新趴回桌子上，嘴里不停地嘟囔着：“每次见面他都瞪着我，上次那顿饭简直是场灾难。利奥波特的弟弟怎么能这么坏？”雷吉娜正喝着茶，闻言动作微微一顿，其实他是利奥波特的堂弟。莉莉安娜愣住了，堂弟？雷吉娜放下茶杯，解释道：“是的，他是马里乌斯的姑姑，也就是利奥波特的叔叔的儿子。”原来是这样，那他为什么要住在皇宫里呢？雷吉娜耐心地回答道：“他经常在皇宫和利奥波特的家之间往返居住。既然马里乌斯和利奥波特已经从特罗瓦扎回来了，这段时间他都会留在这里。”莉莉安娜听完，再次无力地瘫倒在桌面上。哇呀！我已经开始觉得累了。阿丽切放下手中的茶杯，说起来，埃德加的姓氏似乎和利奥波特并不一样，你知道原因吗？雷吉娜点了点头，回应道：“是的，我知道。在利奥波特的父亲继承了巴尔特拉亨公爵的爵位后，他的弟弟，也就是埃德加的父亲，迎娶了伊丽莎白公主，并获得了伦特沃伦纽斯公爵的头衔。从那时起，他的姓氏就改变了。”阿丽切轻轻将茶杯放回托盘。原来如此。雷吉娜垂下眼帘，语气中带着一丝怜悯。我听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没有父母陪伴，成长过程一定很艰辛吧？莉莉安娜正准备把饼干塞进嘴里，听到这句话，她的动作猛地僵住了。她睁大眼睛，心中泛起一阵涟漪。埃德加没有爸爸妈妈吗？阿丽切垂下眼帘，回应道：“是的，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那对他来说一定很艰难。所以，请装作不知道这件事好吗？”莉莉安娜咬了一口手中的点心。好的，我知道了。在那次餐桌上的争吵之后，莉莉安娜偶尔会遇到埃德加，每次见到他，他都像粘合剂一样紧紧跟着利奥波特。只要莉莉安娜一出现，埃德加就会狠狠地瞪着他，仿佛他是要来抢走他最心爱玩具的坏人。莉莉安娜看着他们的背影，心想：但是马里乌斯也是他的家人啊，为什么他只愿意这样黏着利奥波特呢？因为有你们在，我的成长过程并不艰难。阿丽切端起茶杯的手顿了顿，莉莉安娜继续说道：“我很喜欢和你们住在一起，所以埃德加肯定也一样，他一定很喜欢和利奥波特先生还有马里乌斯先生生活在一起，对吧？小饼干，你也喜欢和我住在一起，对不对？”还没等莉莉安娜反应过来，阿丽切和雷吉那边同时靠了过来，紧紧地将她搂在怀里。阿丽切动情地说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妹妹，莉莉安娜，我们要一直生活在一起，好吗？”莉莉安娜在紧抱中挣扎着喊道：“天哪，我快不能呼吸了，快放开我！”莉莉安娜躺在柔软的床上，手里摆弄着那只白色兔子玩偶，真拿姐姐们没办法，她们太傻了，你也吃不下多少东西吧，小饼干。困意渐渐袭来，莉莉安娜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我先睡个午觉吧，感觉好累。莉莉安娜猛地掀开被子，一个硕大的南瓜赫然出现在床尾，她愣住了，目光死死盯着那个圆滚滚的家伙。啊，南瓜！窗外传来一声憋不住的偷笑，埃德加正躲在窗台下，捂着嘴笑得浑身发颤。莉莉安娜深吸一口气，胸口剧烈起伏，她猛地打开窗户，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怒吼：“埃德加！”埃德加被吓了一跳，哎呦！莉莉安娜抡起手中的兔子玩偶，劈头盖脸的朝埃德加砸去。我讨厌你！埃德加被打得抱头鼠窜，大声求饶道：“啊，好痛，快住手！”莉莉安娜一边挥舞玩偶，一边骂道：“埃德加，你这个水甲虫！杨永春，大螳螂！”埃德加躲闪着回嘴道：“哈，如果我是水甲虫，那你就是大猩猩。”莉莉安内气得哇哇大叫：“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埃德加，给我站住！”埃德加在前面飞快地跑着，回头嘲笑道：“嘿嘿，你以为叫我站住，我就会停下来吗？有本事就来抓我呀！大猩猩在这儿呢！”莉莉安娜迈着小短腿拼命追赶，你这个，我才不是大猩猩！莉莉安娜感到一阵强烈的挫败，觉得自己之前试图去理解埃德加的行为，简直像个傻瓜，居然会觉得他可能和自己有相似之处，真是太愚蠢了。他明明就是一个既讨厌又刻薄的家伙。莉莉安娜停下脚步，剧烈喘息。我叫你停下！为什么我要去想那些有的没的？为什么他总是这样找我的麻烦？莉莉安娜感到一阵眩晕，身体摇摇晃晃的站不稳。而且凭什么说我是大猩猩？这太不公平了！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莉莉安娜趴在地上，身体剧烈的颤抖着，她紧紧抱着兔子玩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我讨厌你，埃德加！埃德加听到哭声，停下脚步。哈，你怎么像个小婴儿一样哭个不停？明明是你先冲过来的。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笼罩了埃德加。利奥波特面色阴沉的站在他身后，眼神中透着严厉。利奥波特将他拎了起来，他拼命挣扎着，放我下来！利奥波特，我什么都没做错。埃德加，你不能让你的朋友哭泣。埃德加涨红了脸反驳道：“但是，是他先开始的。”莉莉安娜放声大哭，不是埃德加先开始的，你叫我南瓜！埃德加被利奥波特放回地面，他不服气的大声反驳：“嘿，你还叫我还早呢！”利奥波特迈步走向莉莉安娜，弯下腰将她抱进怀里。好了，好了，受伤了吗？莉莉安娜委屈的哽咽着，我的心受伤了。利奥波特安抚着怀里的莉莉安娜，试着冷静下来。埃德加表现成那样，其实是因为他想和你做朋友。
埃德加站在一旁，愣愣地看着这一幕。莉莉安娜靠在利奥波特宽阔的肩膀上，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哎，这是什么感觉？埃德加站在原地，脸颊长得通红，双手局促地抓着裤腿。为什么他会露出那种表情？埃德加猛地转过身，像受惊的小兽一样飞快地跑开了。利奥波特停下脚步，疑惑地回过头看向那个远去的背影。埃德加，他突然是怎么了？为什么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刚刚失去了所有真实之物的人？我决定了，小饼干，我这就去见埃德加。莉莉安娜站在房间中央，握紧小拳头。如果不去见他，我今晚肯定睡不着觉，满脑子都会是他的样子。他才6岁，和我一样大，我一定要弄清楚为什么他刚才会露出那么悲伤的神情。他看起来真的很伤心，所以就算他叫我南瓜，我也决定原谅他这一次。他在空荡荡的长廊上飞奔，如果他看到我准备的礼物，说不定会感动的流下眼泪，然后哭着求我做他的朋友呢。莉莉安娜呆呆地坐在台阶上，自己根本不知道埃德加的房间在哪里。我好不容易溜到了隔壁宫殿，却根本不知道埃德加住在哪间房。我真是太笨了，我已经在这里等了好几分钟了，拜托随便来个人吧。就在这时，楼梯下方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莉莉安娜猛地抬起头，有人来了。才刚许愿，就有人出现了，终于可以找人问问埃德加的房间在哪了。然而交谈声却让他僵在了原地。一个声音刻薄地说道：“别跟我提那个要嫁给陛下的女人，听说她非常难伺候，光是跟她共事就够受的了。”另一个声音附和道：“从她那冷冰冰的态度就能看出来，你看到她带来的那家人了吗？听说他们的姐姐要当皇后了，全家人都跑来想从帝国这里捞点好处。”那人啧啧两声，继续说道：“说真的，特罗瓦扎的人真是没一个好东西。”莉莉安娜气得浑身发抖，她猛地从地上弹了起来。我不认识他们是谁，但他们竟然在背后说阿丽切的坏话，绝对不能原谅他们！我要过去狠狠地踩他们的脚。一名侍从压低声音说道：“我也完全无法理解陛下的想法。他杀掉了自己所有的兄弟姐妹，却每年都要为那个害死自己母亲的堂弟举办生日宴会。”莉莉安娜正要冲出去的脚步猛地顿住，整个人僵在了阴影里。阿丽切紧紧抱住莉莉安娜说道：“莉莉安娜，你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夺走母亲的生命，是母亲选择了为了保护你而死，这就是你有多么珍贵。”莉莉安娜猛地冲向走廊尽头，推开了沉重的大门。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莉莉安娜低着头，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气息。她猛地加速冲了过去，男仆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飞，整个人失去平衡向后倒去，发出一声惨叫。莉莉安娜愤怒地吼道：“不许说埃德加的坏话！”男仆狼狈地摔在地上，这小鬼是谁啊？莉莉安娜指着他大声斥责道：“你太差劲了！埃德加哪里不好了？他比你漂亮，比你善良，也比你有意思多了。”莉莉安娜挥舞着拳头，不断捶打在男仆身上：“你们这些坏蛋，根本不配当大人！祝你们全都变成秃头！”埃德加也失去了父母，他和我一样，也是珍贵的孩子。男仆咬牙切齿地瞪着莉莉安娜吼道：“你这小鬼！”他猛地伸出手，一把抓住了莉莉安娜纤细的手臂。莉莉安娜被一股蛮力甩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冰冷的地板上，发出一声惊叫。男仆怒气冲冲地逼近说道：“我本来打算放过你的，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莉莉安娜倒在地上，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男仆高举起手吼道：“你这个无礼的小畜生！”旁边的女仆见状惊恐地抓住男仆的手臂：“不，别打他！我想起来了，他是特罗瓦扎家的那个孩子。”男仆粗暴地甩开女仆，说道：“放开我！就算他是陛下未婚妻家族的人，又怎么样？他必须受到惩罚。没人会因为我教训一个没教养的小鬼而责怪我。”男仆发出一声冷笑：“哈！况且他只是个野蛮人，只要我们闭紧嘴巴，就算他去告诉他姐姐，也不会有人相信他的。”男仆大步上前，再次举起手吼道：“刚才你也看到了，是这个野蛮小鬼先攻击我的。”莉莉安娜紧紧闭上双眼，畏缩着等待疼痛降临。一声怒喝在大厅内炸响：“谁敢在我的宫殿里闹事！”男仆和女仆瞬间僵在原地，惊恐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沉稳的脚步声在走廊回荡，男仆冷汗直流颤声呢。难道大人，埃德加大人？埃德加满脸怒容地走上前来，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仆：“你们在皇宫工作，竟然敢对特罗瓦扎家的贵客动手？难道你们不知道自己该效忠于谁吗？”男仆吓得连连后退，脸色惨白。埃德加继续说道：“像你们这种人，就该被鞭笞，报上名来！”男仆惊恐地喊道：“大人，我们只是……”埃德加冷笑一声，打断道：“哈，你还想找借口吗？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借口还有用吗？”男仆和女仆吓得魂飞魄散，猛地弯下腰，深深鞠躬：“是我们越界了，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非常抱歉，大人，我们再也不敢了，请原谅我们这次吧。”埃德加俯视着他们说道：“我亲眼看到你想殴打陛下的客人，你应该很清楚那意味着什么惩罚。”男仆吓得语塞。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阿丽切一边飞奔一边大喊道：“莉莉安娜！”莉莉安娜惊喜地喊道：“阿丽切，你怎么来这里了？”阿丽切喘着粗气说道：“我以为你正和埃德加大人在一起玩，你没受伤吧？”莉莉安娜靠在阿丽切怀里回应道：“我没事，只是手掌擦破了一点点。”阿丽切猛地转过头，目光冰冷地刺向那两名仆人。女仆被这充满杀意的眼神吓得浑身一颤，发出一声惊叫。男仆见状急忙辩解道：“是那个孩子先攻击我的，我只是因为被吓到了才轻轻推了他一下。”阿丽切盯着男仆问道：“莉莉安娜攻击了你？”莉莉安娜躲在阿丽切身后大声喊道：“他们刚才在说你和埃德加的坏话，他们是坏人！”
阿丽切沉默了片刻，即便如此，你不觉得这种行为很可耻吗？他还只是个孩子。男仆依然不知悔改的说道：“我们不知道他躲在楼梯后面偷听，他这种偷听的行为，你应该好好教教这孩子什么叫礼貌。”莉莉安奈气得满脸通红，你们才不应该在背后说人坏话。阿丽切，这些人刚才叫我野蛮人。阿丽切的瞳孔骤然收缩，我早有心理准备，但没想到会恶劣到这种程度。阿丽切看向埃德加，埃德加大人，能不能请您先带莉莉安娜去别的地方？埃德加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阿丽切轻声对怀里的孩子说道：“莉莉安娜，先回房间去玩吧。”埃德加看着阿丽切的表情，感到一阵莫名的压迫感。他伸手抓住莉莉安娜的手，走吧。莉莉安娜顺从的回应道：“好吧。”阿丽切目送着两个孩子离开，待会儿见。夕阳余晖洒在宏伟的宫殿外墙上，埃德加牵着莉莉安娜的小手，两人并排走在寂静的长廊里。埃德加沉默了一会儿，阿丽切大人会战斗吗？莉莉安娜挺起胸膛，自豪地回应道：“当然，他超级厉害的，他能打赢任何人，甚至能独自打败海怪。虽然海怪根本不存在。”埃德加小声嘀咕道：“那他的剑术也很好吗？”莉莉安娜挥动着另一只手喊道：“当然了，阿丽切是无敌的。”埃德加有些不服气地反驳道：“哼，不过他肯定没有利奥波特厉害。”莉莉安娜停下脚步，气鼓鼓地瞪着埃德加：“你错了，阿丽切连利奥波特先生也能打赢。”埃德加也拉高了嗓门吼道：“什么？别胡说八道了！利奥波特才是世界上最强的人！”莉莉安娜指着埃德加喊道：“才不是！你这个笨蛋！”埃德加毫不示弱地回击道：“不，你才是笨蛋！”埃德加伸出手轻捧住他的脸颊。莉莉安娜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呆呆地看着他。埃德加低声问道：“你刚才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就直接冲上去打人？”莉莉安娜看着近在咫尺的埃德加，认真地回应道：“因为那些人很坏，他们活该被打。毕竟他们刚才一直在说你的坏话。”他有些慌乱地松开手。为什么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就算你表现得再好，我也绝对不会把利奥波特让给你的，他是属于我的。莉莉安娜一脸困惑地歪着头问道：“你在说什么啊？利奥波特先生是属于雷吉娜的呀？”你真傻，埃德加。什么？为什么？你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瓜。我想，埃德加和我关系更亲近了。夜幕笼罩着宏伟的宫殿，烛火在静谧的室内跳动。今天的意外全是因为我的疏忽。他垂下眼帘，语气中带着愧疚。非常抱歉，阿丽切小姐，我感到很羞愧。阿丽切端坐在对面，平静地回应道：“你应该向莉莉安娜道歉，而不是我。”马里乌斯显得有些沮丧。是的，我也会向莉莉安娜道歉。阿丽切端起茶杯，轻抿一口。我也想向你道歉，我们还没有正式结婚，我本没有权利惩罚那些仆人，但我还是做了。马里乌斯立刻抬起头，语气变得坚定：“你当然有权这么做，毕竟你是我的未婚妻。”阿丽切凝视着杯中的茶水，陷入了沉思。那些仆人今日表现出的无礼，正是帝国对特罗瓦扎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歧视。两个国家之间的裂痕早已存在。特罗瓦扎斥责帝国是无知的战争贩子和傲慢的暴发户，而帝国则反过来将特罗瓦扎视为野蛮之地。这种紧张局势大多源于特罗瓦扎独特且自由的文化习俗，例如帝国的人们无法接受特罗瓦扎食用生虾或其他贝类食材的习惯，甚至在贝尔基奥家族到来之前，人们就已经看不起特罗瓦扎了。马里乌斯的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扶手，发出沉闷的声响。所以，即便知道阿丽切小姐即将成为皇后，那些仆人依然敢如此行事，甚至在她登基之后，恐怕仍会有许多人拒绝承认她的地位。马里乌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抬手按住额头，显得疲惫不堪。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看向阿丽切说道：“虽然我们的语言相近，但文化差异巨大。阿丽切小姐，你在这里将会面临重重困难。我之前一直忙于应付我的兄弟们，为了稳固皇位分身乏术，竟然忽略了宫廷内部正在发生的事。从现在起我会多加留意，但我无法保证类似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阿丽切平静地回应道：“我在来之前就已经考虑过这些了，所以没关系。”壁炉里的木柴发出噼啪的爆裂声，火光映照着两人的侧脸。阿丽切放下手中的茶杯，瓷器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但是秩序必须被建立起来，包括涉及埃德加勋爵的那件事。马里乌斯陷入了沉默。埃德加，你还好吗？阿丽切小姐，我听说你刚才真的非常生气。阿丽切看着他，心中暗自思忖：是我的错觉吗？还是他在故意转移话题？他收敛了思绪，淡淡的回答道：“他们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相信这也能给其他人一个教训，所以我没事。”马里乌斯微微一笑，轻声问道：“是吗？既然阿丽切小姐没事，那我也就放心了。喂，你要去哪儿？你从特罗瓦扎来到这里，根本没有朋友，我能陪你玩已经是魄力了。”莉莉安娜语气平淡的回应道：“我不想玩，如果你愿意当我的部下，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埃德加猛地停住脚步：“部下！”埃德加气得满脸通红，指着莉莉安娜大声吼道：“简直是一派胡言！我为什么要当你的部下？”莉莉安娜被吵得皱起眉头：“安静点，我就知道他会是这种反应。如果你不想当那就算了，我打算回房间去和曲奇还有软糖一起玩士兵游戏。”埃德加愣在原地，他急忙追了上去：“等一下，你刚才不是还想让我陪你玩吗？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了？”莉莉安娜停下脚步，理直气壮地回应道：“想想你最开始做的那些事吧，那是你对我做那些过分的事情之前，我才想和你玩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只有你成为我的部下，我才会考虑陪你玩。”埃德加满脸困惑：“为什么陪你玩非得当你的部下不可？”莉莉安娜闭上眼睛，煞有介事地解释道：“主人必须照顾部下，而部下必须对主人忠诚，这就是为什么
只有你成为我的部下，我才会陪你玩。埃德加彻底僵住了，完全无法理解这套逻辑。自从那次事件之后，埃德加就开始整天跟在莉莉安娜身后，即便是在莉莉安娜和姐姐们用餐时，也能发现埃德加正躲在外面偷偷张望。当莉莉安娜叫住他时，他却涨红了脸，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宣布自己是来陪玩的，仿佛这件事根本轮不到莉莉安娜拒绝。莉莉安娜看着他这副别扭的模样，心中暗自感叹：以前求他一起玩的时候，他总是那么刻薄，现在却变得这么奇怪。莉莉安娜停下脚步：“埃德加，你难道没有朋友吗？”埃德加整个人僵住了。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当然有朋友。莉莉安娜看着他那副心虚又激动的样子，心想他果然没有朋友，甚至对他产生了一丝同情。真拿你没办法。虽然我现在不能陪你玩，但你可以帮我做一件事。埃德加立刻凑了过来，急切地问道：“是什么事？”莉莉安娜在埃德加的带领下来到了花园，这里绿意盎然，喷泉在阳光下折射出光彩，蝴蝶在花丛间翩翩起舞。埃德加指着前方说道：“到了，这就是花园的入口。”莉莉安娜兴奋地张大嘴巴：“哇！”埃德加清了清嗓子，故作镇定地说道：“真不敢相信你竟然这么想来花园。皇宫里有花园，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莉莉安娜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她挥动着双手，大声喊道：“太神奇了！这难道不像通往秘密森林的入口吗？恶龙把公主锁在塔里，而我们要穿过这片森林去救她。”埃德加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哈，这只是个花园入口而已。”莉莉安娜并没有因为他的冷水而气馁，她一把抓住埃德加的手：“快点，跟我来！”莉莉安娜欢快地大喊着：“我们要去救公主了！”埃德加呆呆地看着那只紧握住自己的小手，脸上泛起一丝红晕。他之前根本不知道花园的入口在哪，上次只看到了附近的一小片花坛，没想到皇宫里竟然藏着这么大、这么漂亮的花园。他一边跑一边在心里盘算着，这应该是埃德加第一次玩战士游戏，我一定要好好教教他。我们要躲开邪恶的巨龙，然后就出宫。沉重的脚步声突然打断了他的幻想，一名园丁手里握着巨大的修剪剪刀。你们不能进入花园！莉莉安娜和埃德加猛地停住脚步。莉莉安娜瞪大了蓝色的眼睛，满脸不可置信。埃德加皱起眉头问道：“什么？”园丁微微躬身，但语气依旧生硬：“抱歉，埃德加勋爵，今天花园禁止入内。”埃德加不悦地追问：“为什么？”园丁垂下眼帘：“我们今天在修剪树枝，这里很危险，你们改天再来吧。”埃德加虽然有些不悦，但也只能妥协。既然这样，那也没办法了，我们下次再来吧。莉莉安娜失落地垂下头：“好吧。”她忍不住回头望向花园深处，蓝色的眼睛里透出一丝疑惑，那里看起来并不像是在修剪树枝的样子。阳光洒在宏伟的宫殿建筑群上，白云在天空中缓缓移动。花园外的草地上，莉莉安娜正蹲在花丛边，用小木棍敲打着地上的植物。真遗憾，今天没能在花园里玩。埃德加蹲在一旁，天啊，难道你唯一能想到的替代方案就是玩过家家吗？莉莉安娜正专心地制作着她的花朵沙拉，她理直气壮地反问道：“是啊，难道你以前从来没玩过家家吗？”埃德加生硬地回应道：“不，我没玩过，只有小孩子才会玩那种游戏。”莉莉安娜停下手中的动作：“你不想玩吗？那我要一个人玩吗？”埃德加猛地一惊，立刻抓起一片叶子在地上用力摩擦。不是，是这样煮吗？你看他在滋滋作响，闻起来好香。莉莉安娜看着他那副手忙脚乱的样子，无奈地摇了摇头：“你煎肉的技术太烂了，今天还是由我来当主厨吧。”埃德加，你就当客人好了。埃德加愣住了，脸颊瞬间变得通红，一股强烈的羞耻感涌上心头。埃德加低着头，声音细若蚊呐：“喂。”莉莉安娜疑惑地转过头：“你刚才说话了吗？”埃德加把头埋得更低了，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着：“那个你为什么要？”莉莉安娜凑近了一些：“我听不见，大声点说。”埃德加低着头，声音细若蚊呐：“你为什么要？”莉莉安娜侧过头：“我做了什么？”终于鼓起勇气抬起头：“你为什么要为了我去教训那些仆人？”埃德加，该不会你今天一直跟着我，就是为了问我这个吧？埃德加猛地向后仰去，他瞪大眼睛反驳道：“难道一个人就不能有好奇心吗？”埃德加猛地从草地上跳了起来。莉莉安娜平静地回应道：“我没说不行，我只是惊讶于你的问题竟然这么简单。”埃德加重复着这个词：“简单。”莉莉安娜点了点头。她伸出手抓起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向地面上的花草。“你是个珍贵的人，埃德加，人们不该那样说你。”埃德加愣住了，他呆呆地望着眼前的女孩。莉莉安娜低头摆弄着花瓣，将红色的汁液涂抹在指尖。“我该把指甲染成红色吗？”埃德加低声重复着那个词。“我很珍贵。”莉莉安娜理所当然地回应道。“当然了，我对我的家人来说非常珍贵，难道你不是吗？”埃德加。埃德加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了。”莉莉安娜停下动作，轻声回应道：“我的也是。”埃德加微微一颤。莉莉安娜继续说道：“我的父亲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母亲是在生下我之后离开的。大姐曾经告诉我，母亲并不是因为我而死，而是用她的生命保护了我。她说这意味着我是个非常珍贵的孩子。难道你不是也这么想吗？”埃德加攥紧了拳头：“我不是。如果我真的是个珍贵的孩子，马里乌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避开我了。”莉莉安娜突然上前用力抱住了埃德加。埃德加猛地睁大眼睛，整个人僵在原地。
每当她发高烧、感到痛苦，或是因为和安东尼吵架，哭着跑回家时，姐姐们总是会这样紧紧地抱住她，那种温暖总能让她平静下来，并赋予她克服任何痛苦的勇气。莉莉安娜闭上眼睛，将脸埋在埃德加的肩头，说道：“并不是因为我为你打架，我们才成为朋友的，但你依然很珍贵，埃德加，你知道的，对吧？”埃德加整个人彻底僵住，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感觉就像在抱一只僵硬的章鱼。他有这么讨厌拥抱吗？”莉莉安娜松开手，抬头看向满脸通红的埃德加。埃德加猛地倒吸一口凉气。埃德加发出一声惊叫，整个人像被弹簧崩开一样，在草地上连滚带爬的逃走。莉莉安娜愣在原地，看着那个落荒而逃的身影，喊道：“埃德加，你这个大骗子！你明明答应过要陪我玩过家家的。”谎言！那个笨蛋说的话全都是谎言。他怎么会知道我很珍贵？明明他认识我也没多久。埃德加把自己埋在厚厚的被子里。宫殿里根本没有人会那样想，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吗？证明？如果真的有，哪怕只有一点点证据。夕阳斜照进华丽的寝殿，利奥波特走到床边坐下，看着隆起的被团说道：“看来在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利奥波特伸出手轻按在被子上。“对不起，埃德加，别哭了，出来让我看看你。”埃德加躲在被子里闷声回应道：“我没哭，而且你为什么要道歉？”利奥波特沉默了片刻，因为我还做得不够。如果我能多加注意，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埃德加打断了他的话，那些想咒骂我的人，无论如何都会这么做的。他掀开被子坐了起来，脸颊上还带着未退的红晕。我只是因为运气不好才听到了那些话。利奥波特轻声回应道：“我明白了。”利奥波特陷入了沉思。如果是莉莉安娜，在这种情况下会说些什么呢？看着莉莉安娜，我终于明白了，一个被家人真正爱护和关怀的孩子会拥有怎样的眼神和表情。直到现在，他一直认为自己无法取代埃德加父母的位置，但那只是他自以为是的无知。如果你有什么心事，可以告诉我，我会听你说的。埃德加的手指紧紧攥住床单，他沉默了许久，终于开口说道：“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但是你觉得呢，利奥波特？”利奥波特回应道：“什么事？你觉得我母亲后悔生下我吗？”利奥波特愣住了，他看着眼前的孩子，眼神变得凝重而深沉。利奥波特坚定地说道：“我可以拿我的生命发誓，殿下从未后悔生下你。”埃德加转过头，声音颤抖着问道：“可是为什么？他是因为我才死掉的。”利奥波特伸出手，稳稳地扶住埃德加的肩膀，说道：“我不知道你听到了什么，但伊丽莎白殿下在得知怀上你的时候，比任何人都要开心。她从未表现出任何不快乐的样子。殿下非常爱你。”埃德加靠在利奥波特的肩头：“他爱我吗？可是大家都说他是因为我才死的。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现在还活着。”利奥波特没有松手，只是静静地抱着怀中哭泣的孩子。在你的父亲和我的叔叔伦特·沃伦纽斯公爵相继去世后，伊丽莎白殿下陷入了深重的绝望，她的健康状况也因此急剧恶化。通常皇室成员为了政治利益会选择异国联姻，但因为伊丽莎白身体一直很虚弱，先皇特许她为了爱情嫁给一位贵族，他们两人曾那样深爱着彼此。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殿下撑不了多久了。利奥波特低头看向怀里的埃德加，说道：“但就在那时，我们发现了你的存在。当殿下意识到自己怀着你时，他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即便身体虚弱，他依然努力进食。为了保护你，他拼尽全力想要活到你出生的那一刻。所以，他并不是因为你而死，恰恰相反，是因为有了你，他才能活到那个时候。”虽然伊丽莎白没能从分娩中恢复过来，但她凭借着纯粹的爱创造了奇迹。她非常难过，遗憾自己不能陪你走得更远。在恳求我和埃德加一定要照顾好你之后，她才安详地离去。你曾是殿下所有的希望，也是奇迹存在的证明。利奥波特低下头，埃德加，你是带着满满的爱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埃德加听着这些话，泪水再次夺眶而出。他想起了莉莉安娜曾对他说过的话，但你依然很珍贵，埃德加。埃德加抽泣着，原来他没有撒谎。他终于放声大哭起来，有证据证明我是个珍贵的孩子。莉莉安娜凑近埃德加问道：“你哭了吗，埃德加？”埃德加瞬间涨红了脸，大声反驳道：“当然没有，谁说我哭了？”莉莉安娜平静地回应道：“你明明就哭了。”埃德加恼羞成怒地喊道：“不，我没有！”这突如其来的喊声惊动了众人。埃德加猛地一惊，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我不是故意要那样大喊的。”阿丽切温和地开口说道：“先坐下来吃点东西吧，我想你也一定饿了。”埃德加勋爵。埃德加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好吧，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过去，拉开了莉莉安娜身旁的椅子。莉莉安娜看着他的动作，发出一声轻叹。埃德加皱起眉头，指着椅子上的玩偶说道：“喂，把这东西挪到别处去。”莉莉安娜不解地问道：“为什么？”埃德加理直气壮地回应道：“什么叫为什么？因为我想坐在这里。明明我们有3个人，对面也有3个位置，如果大家面对面坐着不是刚好吗？为什么他非要挤在这一边？”他护住玩偶拒绝道：“不行，那是库奇的位置，你去坐那边。”埃德加难以置信地反问道：“什么？这只是个填充玩偶，他又不会吃东西，你明白吗？”莉莉安娜叹了口气，大声反驳道：“库奇也许不吃东西，但他就像我的亲妹妹一样，他对我来说很特别，而你不是，所以快去坐那边。”埃德加被这番话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长得通红，他愤怒捶了下那个玩偶。埃德加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双手抱胸，冷哼一声。莉莉安娜气得浑身颤抖：“你这家伙，你这个混蛋，快给库奇道歉！”
埃德加听后放声大笑。长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餐具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侍女们恭敬地立在墙边待命。今天的晚宴是马里乌斯的主意，他显然是想借此含蓄地对外宣布，皇帝正给予来自特罗瓦扎的贵宾特殊关照，如果艾米莉亚也能在这里就好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我们好不容易才一起抵达帝国，结果却还是要被迫分开。他深深地叹了口气。马里乌斯停下交谈，疑惑地看向他。孩子，有很多事我想向你道歉。侍女弯下腰，将盛满食物的餐盘轻放在莉莉安娜面前。莉莉安娜停下手中的动作，疑惑地发出一声轻哼。因为我没能妥善处理好事务，让你从几个仆人口中听到了不该听的话。接着他转头看向身边的埃德加，我也想向你道歉，埃德加，我本该多关注一下你的处境。埃德加沉默片刻，低头切着盘中的食物，回应道：好吧，他们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所以没关系，不用担心我。莉莉安娜听完这些话，心情瞬间明朗起来。我也可以原谅你，虽然我摔倒了，但一点都不疼。马里乌斯有些意外地问道：难道你一点都不生气吗？那些人对你那么过分？莉莉安娜停下手中的叉子，挺起胸膛回应道：当然生气，但毕竟战士必须是仁慈且勇敢的。埃德加愣了一下，哈，战士？你还在纠结战士的事情吗？莉莉安娜理直气壮地说道：对啊，战士可是很了不起的，你才是那个玩过家家时逃跑的人。别说的那么好听。埃德加瞬间涨红了脸，慌乱地辩解道：为我才没有逃跑。他脑海中浮现出模糊的记忆。埃德加猛地摇头，甩掉思绪。总之，你太弱了，根本当不了战士，明白了吗？莉莉安娜的额角跳起青筋，心想这家伙是想跟我打架吗？冷静点，莉莉安娜忍住，这已经不是埃德加第一次这么做了，无视他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莉莉安娜深吸一口气，转头看向另一边的马里乌斯说道：总之大叔，我是很仁慈的，我足以宽恕任何错误，哪怕犯错的是你，而不只是那些仆人。既然你帮我切好了牛排，这点小事我还是能做到的。马里乌斯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你到底是从哪儿学到仁慈这个词的？莉莉安娜哼了一声，不满地回应道：你以为我不认识这种词吗？我是在《弘扬可可邦历险记》里读到的。坐在一旁的埃德加停下动作，弘扬可可邦，他随即露出一副轻蔑的神情。你居然还在读童话书？你已经不是小宝宝了。莉莉安娜整个人僵住了，仿佛被雷电击中一般。她终于忍无可忍，愤怒地咆哮道：啊，你为什么总是要来烦我？宫殿内传出阵阵餐具碰撞的脆响和吵闹声。阿丽切焦急地喊道：莉莉安娜冷静点。利奥波特在一旁无奈地感叹：哎呀，埃德加。埃德加却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干嘛？我又没说错什么。夜幕降临，繁星点缀着深蓝色的天空，寂静的走廊延伸向远方，宫殿在月色下显得格外安详。在宽大的沙发上，莉莉安娜和埃德加已经并排睡着了。马里乌斯看着这一幕，笑着对阿丽切说道：这两个小家伙真是闹腾。看来莉莉安娜真的很生气，就因为埃德加问她是不是还在读童话书。埃德加，那孩子也真是傻，他自己偶尔也会偷偷看童话书呢。我想他只是想找个借口和莉莉安娜说话罢了，是吗？小孩子的心思还真是复杂。马里乌斯转过身，语气变得正式起来。既然我们的订婚消息已经在今天正式公布了，那么下周我们要为埃德加举办一场生日宴会，那将是你第一次正式引荐给帝国的贵族们。作为一名外国人，你必须以皇后的身份面对他们。阿丽切站在窗边，确实如此，我会独自参加那场宴会。至于我的姐妹们，我想最好还是等婚礼结束后再让他们露面。马里乌斯转过头看向他说道：不过我希望莉莉安娜能陪你一起去。看来埃德加真的很开心，他终于交到了一个朋友。他顺势靠在沙发背上，低头注视着熟睡中的莉莉安娜，伸出手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真是个弱小的孩子，她看起来那么瘦小，甚至让人感到有些可怜。他收回手，神情变得凝重起来。阿丽切小姐，我无法替你挡下所有的攻击，这不仅仅是因为你外国人的身份，作为皇后，你必须承担起相应的重担，并且去证明很多事情。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一件事，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会保护好莉莉安娜。她露出一个温柔的微笑，我会一直支持她，直到她平安长大成人。毕竟这是我许下的承诺。夜色渐深，别太紧张了，阿丽切。就算那些人来自什么名门望族，只要你近距离接触过，就会发现他们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阿丽切心中暗自感叹，原来是这样，这个人还真是让人难以捉摸。夜色笼罩着整座宫殿，雷吉娜与利奥波特并肩走在庭院的小径上。雷吉娜打破了沉默，问道：埃德加勋爵的生日快到了吧？我准备了一份小礼物，想祝贺他，但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喜欢。利奥波特转头看向他，回应道：我相信无论是什么，他都会很高兴的。雷吉娜低下头，神色显得有些局促。但是他悄悄抬起头，飞快地瞥了四周。那个利奥波特先生，你能稍微弯下腰吗？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按照雷吉内的要求，慢慢俯下身去。他伸出手，轻轻托住利奥波特的侧脸，将嘴唇凑到他的耳边，声音细微而模糊。利奥波特努力想要集中精神去听清雷吉娜在说什么，可心跳声如鼓点般在耳边轰鸣，让他根本无法分辨任何字句。雷吉娜稍稍退开一些，问道：这样可以吗？利奥波特满脸通红，明明才刚到春天，为什么会这么热？利奥波特支支吾吾地回应道：那个。就在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这里真是闷得让人透不过气。雷吉娜和利奥波特猛地转过头，脸上写满了惊愕。艾米莉亚伸手拨开挡在身前的枝叶，冷冷地注视着眼前的两人。利奥波特挡在雷吉娜面前，
艾米莉亚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漫不经心地拍打着肩头的灰尘。雷吉娜难以置信地喃道：“艾米莉亚，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为什么变成那样？”艾米莉亚举起手中的药剂瓶：“我是来为实验收集材料的。”雷吉娜有些迟疑地重复道：“实验材料？是的，我需要戈尔弓树枝和白玫瑰刺，我已经获得了采集许可，所以不用担心。”他停下动作，看向雷吉娜问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雷吉娜垂下眼帘，眼神中透出一丝复杂的情绪。“我们很久没见了，我一直很担心你。你的工作还顺利吗？”艾米莉亚淡淡的回应道：“很忙。”雷吉娜看着他提议道：“找个时间一起吃顿饭吧，丽丽也很想你。”艾米莉亚微微侧过头，神情中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这周末我很忙，下周怎么样？”雷吉娜感到一阵尴尬。“你每天什么时候结束工作？我注意到你总是很晚才回家，这么晚在外面不会很危险吗？”艾米莉亚反问道。“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仔细想想，自从在那艘船上大吵一架后，他们还没来得及和好就分开了。”爱丽丝沉默着，她从怀中掏出一枚怀表，低头确认了一下时间。随后，爱丽丝突然伸手抓住雷吉娜的手腕，借用她一下：“我们姐妹之间有些话要谈。”利奥波特感受到了两人之间那种古怪而紧张的气氛，他有些局促地流下冷汗。“当然，请便。”艾米莉亚拉着雷吉娜快步穿过庭院，直到来到一处僻静的露台。雷吉娜停下脚步，有些气喘地问道：“艾米莉亚，你为什么要一路把我带到这里？”艾米莉亚沉默地站在露台边缘，她微微低着头，神情隐没在阴影之中。过了许久，她才缓缓开口说道：“那个男人是一位公爵。”雷吉娜愣了一下，而且他似乎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喜欢上了你，所以你应该在事情变得麻烦之前做个了断。雷吉娜咬紧嘴唇，眼神中流露出不安与委屈。雷吉娜猛地抬起头，愤怒地反驳道：“如果事情进展顺利，那当然很好，但即便不顺利，她也是那种会处理得很干净的人，她不是那种会为了无谓的小事大吵大闹的人。你觉得我不会？”艾米莉亚打断了他的话。雷吉娜，艾米莉亚眉头紧锁，神情变得异常严肃。“我之所以这么说，全是因为你的那份天赋。”雷吉娜僵在原地，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这不是一段普通的关系，如果那个男人发现了你的天赋，并因此改变了态度，这件事很可能会演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艾米莉亚烦躁地抓了抓头发，一旦发生那种事，你和我都将陷入绝境。你也不想看到那种局面吧？心中虽然不忍，但他知道有些问题必须正面解决。雷吉娜的天赋是心灵控制，那是一种涵盖了催眠、幻觉以及情感操纵的可怕力量。正因为这种天赋能够直接干涉人类的思想，它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无法预料且难以掌控。那些曾经知晓他秘密的人，无一例外都选择了疏远，无论是朋友还是恋人，他们内心深处都潜藏着同样的恐惧，害怕雷吉娜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时候，已经悄然操纵了他们的思想。你是不是用了那种能力才让我喜欢上你的？每当感情转淡，每当对方想要分手，这些质疑就会像利刃一样刺向他。雷吉娜为此流过无数眼泪，一次又一次的被深深伤害。艾米莉亚看着眼前沉默不语的雷吉娜，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雷吉娜低着头，轻声说道：“我只是……”艾米莉亚看着他这副模样，心中暗骂了一句：“该死！”雷吉娜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委屈，泪水夺眶而出。“我只是想像普通人一样，拥有一段正常的感情。”她并没有想过要把事情闹到这一步。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够理解并接纳我的人。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但我还是想留在他身边，因为我不想失去他。艾米莉亚轻轻拍打着雷吉娜的背：“别哭了，雷吉娜。那些因为恐惧而逃跑的人都是蠢货。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一直都在依赖他的帮助，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喜欢我。难道你觉得他也不可能理解我吗？”艾米莉亚的指尖微微一颤，她沉默了，目光中透出一丝复杂而深沉的情绪。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露台的寂静。利奥波特的声音从长廊尽头传来：“雷吉娜小姐，艾米莉亚小姐，你们在那儿吗？天色已经这么晚了，我很担心你们。”艾米莉亚看着走近的利奥波特说道：“你来的正好，请护送雷吉娜回宫吧。我该走了。我知道这份天赋曾带给你多少痛苦，对不起，但我不能让你、阿丽切或是莉莉安陷入危险之中。”利奥波特显得有些局促，沉默地站在一旁。雷吉娜轻声唤道：“利奥波特先生。”利奥波特猛地回过神，有些紧张地看向他。雷吉娜脸上重新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这里真漂亮，等有时间了，我们和莉莉还有埃德加勋爵一起去野餐吧。”利奥波特在心中暗自思忖，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现在最好还是装作一切如常吧。他温柔地注视着雷吉娜，回应道：“我很期待，在夏天到来之前，我会抽时间安排好的。”鸟鸣声在晴朗的天空下回荡。“埃德加，你看到了吗？那匹马把我给他的胡萝卜吃掉了。”埃德加紧紧牵着莉莉安娜的手回应道：“我看到了，下次我们去骑士团的马厩看看吧。”莉莉安娜开心地笑了起来：“我太期待了。”虽然上次在餐厅大吵了一架，但不知不觉间，莉莉安娜发现自己又和埃德加玩在了一起。反正也没有别的玩伴，而且她很熟悉宫殿，和他一起到处冒险确实很有趣。他们刚才偷偷溜去了马厩，现在花园应该已经清理干净了。埃德加指着前方问道：“你想去看看那里有没有你想要的橄榄树和柠檬树吗？”他惊讶地睁大眼睛，想起自己上次随口提过，希望花园里能种上橄榄树和柠檬树，没想到他竟然一直记在心里。慢一点，好。
他看着埃德加的背影，心想，虽然这家伙有时候表现得有点粗鲁，但看起来并不像个坏孩子。两人正兴冲冲地跑向花园，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挡住了去路。一名园丁面色严肃地说道：“今天不能进花园，我们正在补种花卉。”莉莉安娜和埃德加愣在原地。埃德加疑惑地问道：“什么？现在既不是冬天，也不是早春，为什么要这么晚才种花？”园丁无奈地解释道：“这次要种的花实在太多了，所以没能按时完成。”莉莉安娜仰起头问道：“那我们明天能进去吗？”园丁避开两个孩子的视线，支支吾吾地回应道：“这个非常抱歉，无论理由是什么，现在都绝对不能让你们进去。”莉莉安娜有些失望地鼓起脸颊，埃德加看着她，显得有些不知所措。“那我们该怎么办？你不是说想看橄榄树吗？”莉莉安娜的手指绞着裙摆，随后她抬起头，脸上重新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说道：“没关系，我们去别的地方玩吧。”埃德加愣了一下，问道：“真的吗？”他随即露出兴奋的神情，说道：“好，那我们今天就去那里吧。”莉莉安娜好奇地追问：“去哪儿？”埃德加转过身，大声喊道：“一个你绝对会喜欢的地方。”他拉起莉莉安娜的手，再次在庭院中飞奔起来。莉莉安娜一边跟着他跑，“那到底是哪里啊？你等会儿就知道了。”莉莉安娜大口喘着粗气，脚步渐渐变得沉重。她满脸通红地喊道：“等一下，先停一下，我的手！”埃德加猛地停下脚步，他立刻重新抓住了莉莉安娜的手，力道比刚才还要大。莉莉安娜一边喘气一边抱怨道：“为什么不放手呀？我的手都被抓疼了，而且我真的跑不动了。”埃德加紧紧攥着她的手，宫殿的地形太复杂了，万一你在路上走丢了怎么办？宫殿虽然很大，但又不像集市那样到处是人，真的有必要一直牵着手吗？难道是因为他只有我这个朋友，所以才这么粘人？莉莉安娜叹了口气说道：“好吧，但我们得用走的，我真的累坏了。”埃德加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妥协道：“真拿你没办法，好吧。”两人并肩走在洒满阳光的小径上，脚步声在静谧的花园间回响。埃德加转过头问道：“对了，莉莉安娜，你为什么想成为一名战士？”莉莉安娜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战士很强大啊。”埃德加歪着头追问：“那巨龙不是更强大吗？”莉莉安娜挺起胸膛，大声说道：“巨龙是邪恶的，所以还是战士更好。”埃德加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明白了。那如果你成为了战士，你最想保护谁？”莉莉安娜愣了一下，疑惑地轻咦了一声。仔细想来，她还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从小时候起，她就隐约梦想着成为一名战士，就像故事书里描写的那样。莉莉安娜回过神来，认真地说道：“也许是因为我的大姐是一名战士吧。”埃德加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问道：“阿丽切小姐是战士吗？”莉莉安娜自豪地挺起胸膛，回应道：“没错，我姐姐还会抓海盗呢，她超级厉害的。那你为什么这么弱？”莉莉安那顿时气得满脸通红。“你等着瞧吧，再过10年，我也会像阿丽切一样拥有钢铁般的拳头。”埃德加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莉莉安内气呼呼地扭过头去，真是个讨厌鬼。埃德加停下脚步说道：“我们到了。”莉莉安娜猛地止住身形，她抬起头，整个人愣在原地。一座宏伟的高塔矗立在眼前，塔身直插云霄，散发着令人敬畏的气息。埃德加看着目瞪口呆的莉莉安娜问道：“你觉得怎么样？很壮观吧？”公主们通常都被关在塔里，而不是城堡里。这里是西塔，皇室魔法师们的实验室就在里面。莉莉安娜感到心脏剧烈跳动起来，那种沉闷的鼓动声在耳边回响。莉莉安娜的呼吸变得急促而沉重，她感到一阵眩晕，整个人脱力地瘫倒在地上，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埃德加急忙蹲下身子：“喂，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莉莉安娜虚弱地张着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我想告诉埃德加自己没事，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比埃德加更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之前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自己根本不知道那本小说的结局，他也完全想不起来，在自己被关进这座高塔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西塔，莉莉安娜看着眼前的高塔，视线开始剧烈晃动。这个地方，埃德加惊慌失措地大喊：“喂，快醒醒！”莉莉安娜的意识在坠落，她终于想了起来。弗朗索瓦曾在这里囚禁了原著的女主角，还有作为女仆的她。莉莉安娜整个人瘫倒在地上，埃德加紧紧抱住她。莉莉安娜，这里也是她生命终结的地方。她突然意识到一个从未深思过的问题：在被关进那座高塔之后，自己究竟遭遇了什么？虽然故事的走向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偏差，但他本该对此感到好奇。记忆中，皇宫突然陷入一片混乱，马里乌斯毫无预兆地囚禁了丽贝卡，在那之后，一切都变成了空白。莉莉安娜无法想起任何细节，难道在那时自己就已经死去了吗？也许这就是记忆断层的原因。阿丽切正手在床边，小心地喂莉莉安娜喝水。莉莉安娜艰难地吞咽着，发出一阵虚弱的呻吟。她睁开眼，看着眼前的阿丽切，问道：“阿丽切，我是不是要死了？”阿丽切俯下身，神情专注地安抚着病榻上的孩子。“不，你不会死的，只要按时吃药，很快就会好起来。”莉莉安娜蜷缩在宽大的床铺中，发出一阵细碎的抽泣声。“我不想死。”阿丽切转过头，雷吉娜，我想他是烧得太厉害了，我们得先想办法帮他降温，在医生赶到之前，先帮他擦拭一下身体吧。雷吉内紧咬着下唇，眼中噙满了泪水。阿丽切挽起袖子，拿着浸湿的毛巾，细致地擦拭着莉莉安娜滚烫的皮肤。莉莉安娜在昏睡中不安地扭动着，嘴里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给我毯子。”
我好冷，真的好冷。雷吉娜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泪水顺着脸颊滑落。自从来到帝国，莉莉安娜还从未生过病。她本以为这里的环境很适合休养，却没想到会突然高烧不退，一连几天昏迷不醒，给姐姐们添了不少麻烦。莉莉安娜虚弱地睁开眼，泪水顺着眼角滑落。房间的另一端，弗朗索瓦正低声与人交谈。我已经使用了治愈魔法，但这种魔法只能加速身体的自然恢复，只要他还在生病，效果终究有限。所以显然，弗朗索瓦在黎明时分赶来，为莉莉安娜施展了魔法。但莉莉安娜最后是被他们在房间里的交谈声吵醒的。多亏了那次治疗，莉莉安娜在早晨醒来时感到恢复了不少活力。她坐在宽大的床铺上，脸颊鼓鼓地咀嚼着食物。阿丽切坐在床边，一边喂食一边严肃地说道：“这段时间禁止你外出，也不准去玩耍。”莉莉安娜乖乖张嘴吃下一口食物。这太不公平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会突然病倒啊。我也没想到自己会病得这么重。雷吉娜说：“我烧糊涂的时候，甚至在胡言乱语。到底是什么病能让我变成这样？”莉莉安娜抬起手，看着自己那双苍白纤细的小手，频繁的发烧，持续的虚弱，甚至连进食都变得如此艰难。她抬起头，目光在守在床边的姐姐们身上游走。我想姐姐们一定知道我得了什么病，但她们不肯告诉我，大概是因为我还太小了。不过我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死，只是看着姐姐们为了照顾我而变得如此憔悴，心里真的很过意不去。莉莉安娜陷入了沉思，眼神显得有些呆滞。雷吉娜轻声劝道：“莉莉安娜，就算不想吃，也得吃一点，只有这样身体才会好起来。”莉莉安娜回过神来，小声嘟囔着回应道：“我没说不想吃，我只是在想事情。”阿丽切好奇地问道：“在想什么？”莉莉安娜清了清嗓子：“我在想，我应该开始吃菠菜了，这样我才能长得又高又壮，拥有像你们一样强壮的体魄，对吧？”雷吉娜忍不住笑出声来：“天哪，看来这场病让你一下子长大了不少呢。有世界上最了不起、最强大的人在照顾我，我绝对不能表现得太软弱。”想到这里，他指着碗里剩下的菜说道：“既然如此，这3块西兰花我就不吃了。”阿丽切立刻板起脸拒绝道：“不行，你必须吃掉，这可是我天没亮就起床为你准备的。”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清脆的敲门声。莉莉安娜从被窝里探出头，好奇地看向门口，大喊道：“请进！”房门被缓缓推开，发出轻微的声响。莉莉安娜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看着出现在门口的小小身影。埃德加站在门槛处，神情显得有些局促。埃德加看着莉莉安娜不顾虚弱想要下床的样子，他急忙大喊道：“嘿，快躺下，不准乱动！”他3步并作2步冲到床边，动作快得像一阵风，直接扑到了莉莉安娜的枕头旁。埃德加气喘吁吁地问道：“你还好吗？”莉莉安娜愣了一下，随即有些不好意思地回应道：“哦，我已经不生病了。”埃德加停下动作，近距离地盯着莉莉安娜的脸。他在床边坐了下来，垂下肩膀，说道：“你在撒谎，你的脸白的就像一颗剥了壳的水煮蛋。”莉莉安娜有些困惑地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可我一直都这么白啊。他从身后拿出一件东西递了过去，给莉莉安娜疑惑地看着埃德加递过来的布袋，这是什么？埃德加从袋子里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叠翠绿的枝条。莉莉安娜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那是几株挂满果实的橄榄枝，这是送给你的康复礼物。之前花园一直在休整，我们都没法进去玩，不过前几天花园重新开放了，我就特意跑去为你折了几只橄榄。虽然还没找到柠檬树，但等我找到了，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你。莉莉安娜开心地欢呼起来：“哇，谢谢你！”坐在一旁的雷吉娜却微微皱起眉头：“埃德加大人，你刚才说是因为花园在休整才没法进去的吗？”埃德加转过头回应道：“是的，他们说要在里面种花，所以不让我们进去。”莉莉安娜也跟着补充道：“我们本来想去花园玩的，但既然不让进，我们后来就改去塔那边了。”听到这句话，雷吉娜和阿丽切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为什么？为什么雷吉内会露出那样的表情？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埃德加也变得局促不安。难道我送橄榄枝作为康复礼物是一个错误吗？雷吉娜露出温柔的微笑，说道：“不，完全不是那样的。我只是对那个花园感到有些好奇。虽然我一直住在皇宫里，但还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夜幕降临，月光洒在寂静的走廊上，沉重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前几天我刚和利奥先生一起去过花园，还在那里遇见了艾米莉亚。那些人是故意的，他们故意不让孩子们进入花园。马克思神色慌张地拦在门前：“陛下正在与魔塔之主进行私人会谈，请您稍等片刻。”一阵寒意陡然升起，雷吉娜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气息，那股无形的压力如同实质般扩散开来。马克思的瞳孔骤然收缩，冷汗顺着鬓角滑落。如果连特罗瓦扎都没有相关记载，那么这里也不会有任何线索。自从来到帝国，我翻遍了魔塔、皇宫以及所有的图书馆，却一无所获。我们必须亲自动手研制出解药，我会提供所有的研究经费，无论你需要什么，只要能找到治愈的方法。他察觉到了门口的动静，猛地抬起头：“马克思，我不是说过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进来吗？你是想死吗？滚出去！”秘书，我并不认为在监护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谈论关于莉莉安娜的事情是个好主意。马里乌斯看清了来人的面孔，眼中闪过一丝惊愕与慌乱。阿丽切小姐。阿丽切面无表情地站在办公桌前，马里乌斯有些尴尬地移开视线。莉莉安娜还好吗？我刚才还以为进来的是马克思。阿丽切冷淡地回应道：“他的烧已经退了，最危险的阶段
已经过去，现在他已经开始重新进食，也按时服用了所有的药物。马里乌斯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那我就放心了。那个小家伙烧得那么厉害，一定吃了不少苦头。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阿丽切小姐。阿丽切沉默地看着他，眼神中透出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冰冷。辛苦的是我的妹妹，而不是我。马里乌斯愣了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阿丽切猛地抡起手臂，拳头带着破空声呼啸而下，砰的一声巨响，阿丽切的重拳狠狠砸在办公桌上，马里乌斯吓得整个人缩在椅子里，厚重的实木桌面在他的重击下彻底崩裂。弗朗索瓦僵在原地，双手紧紧合十放在胸前，身体止不住的颤抖。弗朗索瓦先生，能请你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吗？1小时后，我想在房间里见到你，有些关于莉莉安娜治疗的事需要和你商量。弗朗索瓦低声回应道：“哦。”好的，我会准时到的。马里乌斯低头俯视着那张报废的办公桌，他沉默了片刻，随后平静地开口说道：“我一直想换张新桌子，谢谢你把它弄坏了。我们要不要先坐下来谈谈？”阿丽切紧锁眉头，语气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怒。莉莉安娜仅仅因为出身于特罗瓦扎就被禁止进入花园，而雷吉娜和巴尔特拉亨公爵却能每天傍晚在那里散步。马里乌斯听后微微侧过头，脸上挂着温和的笑意，回应道：“是这样吗？那看来我得把负责人叫过来了。你觉得是让他们被鞭打到半身不遂比较好，还是直接判处5年的监禁？哪一种惩罚能让你心情好受些？”阿丽切愣在原地，通常情况下，难道不应该先道歉吗？可他却如此随意地询问，该给予怎样的残酷惩罚？他平时和莉莉在一起时的那些玩笑与欢笑，恐怕只是他众多面孔中的一张。而此刻这个冷酷的一面，这个在他人流血时毫无愧疚感，将人命视如草芥的一面，或许才是他真正的样子。马里乌斯的生母凯伦在生下他之后便因久病不愈而去世，就像曾经的伊丽莎白王妃一样。在那之后，前任皇帝迎娶了新皇后罗莎琳，并与她育有3个儿子。当马里乌斯在17岁继承皇位时，罗莎琳曾密谋废除他，企图让自己的长子卢卡斯取而代之成为新皇帝。然而罗莎琳的阴谋很快便败露了。根据帝国法律，他与卢卡斯双双被处以死刑。马里乌斯对着剩下的年幼弟妹们伸出手，语气平静却令人不寒而栗：“只要你们对我保持忠诚，我将终生守护你们的安全与荣誉。不要背叛我，我并不想亲手杀了你们。”这是马里乌斯给幸存弟妹们的最后警告。然而那些孩子最终还是落入了叔叔利奥波特的圈套，卷入了新一轮的权力纷争。最终，马里乌斯联手利奥波特，彻底粉碎了叛乱。马里乌斯亲手处决了自己的弟妹和叔叔。当这场血腥的肃清彻底结束时，他年仅19岁。在那之后，他开始坚信所谓的家人不过是一场幻觉。因此，当那件事发生时，他并没有感到丝毫意外。暴雨倾盆而下，沉闷的雷声在天际翻滚，雨水顺着冰冷的剑刃不断滴落。马里乌斯站在雨中，任由雨水打湿全身。他沉默地注视着前方。埃德加，你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吗？埃德加紧握着长剑，雨水顺着他的脸颊不断滑落。我很清楚向你拔剑意味着什么，马里乌斯，即便知道后果，你也要这么做吗？埃德加抬起头，眼神中充满了决绝。是的，正因为我非常清楚这代表着什么，所以我才站在这里。一道惊雷划破漆黑的天空。我恨你，马里乌斯。失望与背叛交织在一起，彻底冰封了他的内心。背叛并非来自陌生人，而是来自埃德加，那个马里乌斯曾倾注心血抚养长大的弟弟。这份背叛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从那时起，马里乌斯决定与埃德加保持距离。讽刺的是，这位威名赫赫的铁血皇帝，内心深处其实一直恐惧着再次受到伤害。马里乌斯坐在椅子上，手掌下意识地按住隐隐作痛的手臂。鞭刑会更让人解气，对吧？我同意你的看法，只要让他们流血，他们就会感到恐惧，以后也就不会再找麻烦了。阿丽切沉默地注视着他。马克思已经在暗中调查，正计划彻底整顿宫廷内部。他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而现在或许正是肃清一切的绝佳机会。当我听说莉莉安娜受到不公对待时，我确实非常愤怒。但是看到你，阿丽切看着马里乌斯说道，看到有人比我更失去理智，反而让我清醒了过来。人们对一国皇后的敌意是可以预见的，我能处理好这些。但涉及到莉莉安娜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无法做事，她被人公开羞辱。阿丽切将手放在胸前，任免权和惩罚权。如果你能把这份权利交给我，我会亲自处理好一切。马里乌斯沉吟片刻，反正你成为皇后之后也会拥有这份权利。既然婚礼就在眼前，我想现在交给你也无妨。金属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他将一枚系着金链的印章递到阿丽切手中。这是皇后的印章，我提前把它交给你了。阿丽切接过印章，谢谢你。还有关于埃德加勋爵的问题，我也会一并处理掉。马里乌斯听到这个名字，身体猛地一颤。埃德加？为什么？阿丽切平静地回答道，因为他也同样被禁止进入花园。马里乌斯坐在椅子上，试图掩饰内心的动摇。但我们甚至还没结婚，你没必要为了他。阿丽切猛地转过头，眼神中透出冰冷的威慑力。那等我们结婚之后呢？马里乌斯愣住了，他是怎么看出来我一直在刻意疏远埃德加的？他忍不住开口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阿丽切停下脚步，侧过身回应道，这并不难发现。你看向莉莉安内的眼神和你看向埃德加勋爵时的眼神完全不同。马里乌斯有些尴尬地移开视线，无奈地笑了笑。糟糕，我本以为没被发现呢。阿丽切小姐，你最好也别对他产生太深的感情。在接下来的10年里，
你恐怕见不到他几次。阿丽切没有回应，他伸手握住沉重的金属门把手。我真正害怕的是成为一个因为害怕而忽视身边孩子的成年人。有些事情就像说声再见一样简单。那么，请务必把宫廷整顿好。我不希望以后还要为了这种事再次交谈。随着大门合拢的咔嗒声，阿丽切彻底离开了房间。马里乌斯独自站在空旷的大厅中央，那种强而有力的姿态，那种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背影，以及那份支撑着一切的力量。如果我也能拥有这些，该有多好！与此同时，在阿丽切的房间里，莉莉安娜正坐在高大的椅子上，努力啃着手中的饼干。她看向对面的弗朗索瓦，说道：“大叔，谢谢你帮我恢复健康。”弗朗索瓦单手托腮，注视着眼前的女孩，问道：“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吗？”莉莉安娜用力点头回应道：“我觉得完全没问题了。过几天我可以和他一起去拜访骑士团。”弗朗索瓦露出微笑，说道：“那太好了，这意味着你可以重新开始喝魔法药水了。”莉莉安娜的脸立刻垮了下来。我不想喝，能不能假装喝掉，然后换成葡萄汁？弗朗索瓦看着他说道：“看来你还没意识到制作这些药水需要付出多少心血。我为了他们投入了很多精力，所以你要确保喝掉每一滴，让自己变得更强壮。只有这样，你才能长高成为一个大人。”莉莉安娜沉默了片刻，她低头摆弄着手中的饼干。但我可能无法成为大人了。弗朗索瓦的神情僵住了，他注视着眼前的女孩，眉头紧锁地问道：“为什么你会这么想？难道他察觉到了什么？为什么他能如此平淡地说出这么可怕的话？”莉莉安娜继续吃着饼干。“你问我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一直都在生病啊。”弗朗索瓦看着他说道：“我会帮你恢复健康的，你只需要吃很多好吃的食物，然后尽情地玩耍。”莉莉安娜停下了动作，她脸上没有一丝希望或惊讶，仿佛康复这个念头从未在她的脑海中出现过。弗朗索瓦看着他陷入了沉思。我或许不是最善良或最温柔的人，但看到弱小可爱的事物时，即便是我也会产生怜悯。莉莉安娜是个可爱的孩子，就像一颗讨人喜欢的棋子，属于我们所有人的棋子，也是履行誓言时最重要的杰作。我真的很想停止这种利用孩子而产生的撕裂感，但是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真的很难，非常难。夜幕降临，弗朗索瓦走进大厅，看来大家都到齐了。莉莉安娜去睡觉了吗？阿丽切坐在沙发上回应道：“是的，她看起来很累，所以我先送她回房休息了。”弗朗索瓦扫视了一圈，目光落在神情憔悴的艾米莉亚身上，她看起来确实精疲力竭，在表达家庭关爱这方面，他们还真是毫不保留。雷吉娜叹了口气问道：“那么你找我们来是为了什么？”弗朗索瓦回过神来：“哦，对，我召集各位是为了讨论莉莉安娜的健康问题。我和艾米莉亚针对莉莉安娜的病情做了一些研究。”坐在一旁的阿丽切愣住了：“你不是雇佣艾米莉亚当你的助手吗？我听说她最近一直忙于接手那些行政事务。”弗朗索瓦看向马里乌斯解释道：“那只是对外宣称的雇佣理由，实际上我带他来是为了共同研究莉莉安娜的病症。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埋头于彼此收集的资料中。”艾米莉亚按住额头说道：“我也在学习医学，所以有很多东西需要消化，确实忙得不可开交。不过现在重点不在这里。”他抬起头，目光变得锐利而凝重。“我们已经查明了莉莉安娜真正的病因。”阿丽切和雷吉娜猛地一惊：“什么？她难道不是患有某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吗？在帝国这样的大国，相关的研究应该……”弗朗索瓦摇了摇头说道：“遗憾的是，这并不是免疫系统的问题。他之前服用的所有药物完全没有效果，目前没有任何治疗方案，也没有任何相关数据。”艾米莉亚烦躁地抓着头发，她的情况属于一种极其罕见的疾病，甚至连帝国也从未有过记录。阿丽切愤怒地攥紧拳头，指尖的茶杯在巨大的压力下瞬间崩碎，碎片四散飞溅，瓷片散落在地，他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气息。“艾米莉亚，你必须为你刚才说的话负责。”艾米莉亚深吸一口气，既然所有表现出类似症状的孩子都来自特罗瓦扎，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种地方性流行病。然而，如果真是那样，药物理应发挥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哪怕是一点点好转都没有。阿丽切，你还记得吗？在特罗瓦扎的时候，大多数患有这种病的孩子，只要到了特定的年纪，就会自然康复。阿丽切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沙哑。“我知道那些事，但那些没能自然康复的孩子，他们的身体会逐渐衰弱，最终枯萎。绝大多数人都会在14岁左右死去。”艾米莉亚神情凝重地说道：“14岁是康复与衰败的分水岭，那也是特罗瓦扎的孩子们觉醒的年纪。在那个年纪，每个人都会经历某种形式的觉醒热，程度从轻微到严重不等，并非所有人都能通过这种考验获得天赋，但只有熬过这场高热的人，才能真正唤醒并自由使用这份力量。天赋是与生俱来的，无法在后天获得，但在觉醒之前，任何人都无法随心所欲地掌控它。那是因为年幼的身体还不够成熟，无法承受那股力量。”弗朗索瓦看向众人说道：“觉醒热就像是成长的阵痛，是潜藏的能力在青春期突然爆发的结果。莉莉安娜现在正处于这场觉醒热之中。”雷吉娜愣住了，有些失神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弗朗索瓦解释道：“他体内潜藏的天赋过于巨大且沉重，在他的身体发育成熟之前，这股力量就已经开始从内部向外溢出，他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这就是他持续高烧且内脏受损的原因。贝尔基奥家族的人天生就拥有强大的天赋，所以莉莉安娜也一定如此，她也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然而，阿丽切紧咬着牙关，心中满是苦涩。无论这份力量有多么强大，如果他在觉醒之前就死掉，那又有什么意义？
艾米莉亚抬起头说道：“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帮莉莉撑到真正的觉醒热开始。”弗朗索瓦站在一旁回应道：“正如艾米莉亚小姐所说，虽然让她坚持到青春期会非常艰难。”雷吉娜捂住嘴，眼中满是惊恐。可是随着她的身体成长，那份潜藏的天赋也会随之增强。现在只是高烧，但以后……够了！阿丽切猛地打断了他的话。我很清楚以后会出现什么症状。他闭上双眼，眉头紧锁。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即便如此，我依然感到无能为力，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雷吉娜焦急地问道：“既然这样，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艾米莉亚回应道：“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寻找解决办法。既然已经查明了莉莉安娜的病因，相信很快就能找到治疗方案。”阿丽切轻声唤道：“艾米莉亚，你是最优秀的天赋研究员，而弗朗索瓦先生是顶尖的魔法学者。只要你们两位联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虽然我帮不上忙，但我会将这件事托付给你们。我可以信任他们。”艾米莉亚看着阿丽切伸出的手，心中涌起一股暖意。阿丽切，弗朗索瓦坐在一旁，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别担心，弗朗索瓦握住阿丽切的手，莉莉安娜一定会平安迎来觉醒的。为了达成你的心愿，也是为了我自己的目标。艾米莉亚恼火地喊道：“喂，谁让你插进来的？”弗朗索瓦一脸无辜地回应道：“他刚才也提到了我，难道我不该回应一下吗？”艾米莉亚气得大叫道：“别逗我笑了，你只是个顺带的。”一名女仆轻声问道：“莉莉安娜小姐，要为您梳理头发吗？”莉莉安娜猛地一惊：“哎，不用了，谢谢。”女仆们笑着围了上来。“哎呀，别这么说嘛，只要1分钟就好了，请交给我们吧。”莉莉安娜发出一声尖叫，被热情的女仆们团团围住。当初我刚来到帝国时，那些对我百般讨好的女仆们，不知从何时起突然消失了。就在几天前，一群新的女仆被分配到了我身边。一名女仆蹲下身子，细心地为莉莉安娜穿上鞋子。和以前不同，这些人对我呵护备至，简直把我当成了真正的公主，甚至连鞋子都要帮我穿好。这种待遇，连我的姐姐们都不曾有过。真希望她们能像上一批人那样快点消失。对于只有6岁的我来说，这份热情实在有些难以招架。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房门被猛地推开，埃德加站在门口，大声喊道：“喂，你打算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阿丽切大人已经在等着了，快点过来！莉莉安娜有些慌乱地回应道：“等等，我还没换好鞋子。”埃德加快步冲进房间，那就快点穿上！莉莉安娜发出一声惊叫，埃德加已经一把夺过女仆手中的鞋子，粗鲁地抓住了她的脚踝。埃德加不由分说地将她的脚塞进鞋里。埃德加拍了拍手说道：“好了，我们现在出发吧。”莉莉安娜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埃德加，这家伙，我卧病在床的时候，他明明表现得很乖巧，怎么现在突然像变了个人一样？他无奈地叹了口气。不过我也不能真的责怪他。埃德加今天之所以如此急躁，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今天是期待已久的激动时刻，我们要去拜访骑士团。宏伟的城堡大门前，利奥波特身着笔挺的利奥波特制服，正神气十足地站着。莉莉安娜兴奋地欢呼道：“哇，利奥先生，你看起来帅呆了，我真为我的好朋友感到骄傲。”埃德加一脸得意：“我的堂兄是不是超级厉害？”利奥波特有些局促地回应道：“谢谢。”利奥波特抬起头，目光越过孩子们，落在了不远处。雷吉娜正站在台阶上，她微微低头，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利奥波特的脸瞬间长得通红。阿丽切敏锐地察觉到了利奥波特的异样，眼神中透着一丝审视。利奥波特被阿丽切盯得浑身僵硬，他猛地一颤，慌忙低下头避开视线。他强压下内心的慌乱，结结巴巴地说道：“欢迎各位，请允许我带大家进去参观。”一行人穿过宏伟的拱门，走进了骑士团驻扎的训练场。埃德加倒吸一口凉气，双手捂住嘴巴，眼中满是崇拜。太帅了！训练场上，一排排骑士身姿挺拔，整齐划一地站立着。阿丽切看着眼前的阵仗，其实您不必如此费心，没必要让所有人都聚在这里。利奥波特微微欠身回应道：“一点也不麻烦，距离皇室大婚只剩1个月了，提前正式向您问候是理所应当的。”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每一步都仿佛带着震慑人心的力量。莉莉安娜扬起头发，出一声惊叹：“哇！”利奥波特介绍道：“这位是德里克·杜马，骑士团的副团长。”莉莉安娜在心中暗暗惊呼：“他好大一只！”德里克弯下腰，恭敬地行礼说道：“能见到各位是我的荣幸。”莉莉安娜仰着脖子，感觉骨头都要断了。阿丽切平静地回应道：“我也是，我是阿丽切，这2位是我的妹妹雷吉娜和莉莉安娜。”雷吉娜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我听过很多关于您的传闻，您本人果然和传闻中一样出色。”德里克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谢谢您的夸奖，这里的氛围和特罗瓦扎完全不同。您来自一个非常崇尚自由的地方，或许很难适应这里的严谨，但我希望您能在这里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莉莉安娜猛地一颤，有些疑惑地眨了眨眼。奇怪，虽然她的话听起来很有礼貌，但语气里总觉得带着一丝刺人的锋芒。她转头看向身边的姐姐们，阿丽切和雷吉娜似乎完全没有察觉，表情依旧平静自然。难道只是我的错觉吗？我本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参观，直到下一秒，阿丽切一边走在长廊下，一边向身旁的利奥波特询问道：“所以骑兵团也是骑士团的一部分吗？”我原以为为了保持专业性，这2个部门会分开管理。利奥波特耐心地解释道：“以前确实是分开的，但在紧急情况下，指挥系统会变得非常复杂，所以后来我们将它们合并了。”原来如此，德里克有些惊讶地挑起眉毛：“您似乎对我们的系统非常了解，是因为您曾在海岸警卫队服役过吗？”阿丽切平静地回应道：“
是的，那里的工作内容确实非常相似。不远处的空地上，埃德加正围着一架巨大的弩炮转圈，发出阵阵惊叹。哇，好大的弓啊！莉莉安娜也好奇地凑了过去，伸出小手在弩炮的木架上戳了戳。德里克收回目光，继续追问道：“那么您在那里具体负责什么工作？”阿丽切神情淡然地说道：“我当时在海岸警卫队的安保局任职。”德里克若有所思地歪了歪头：“那是负责治安的部门对吧？”阿丽切轻声回应道：“是的，但是……”他眼神中透出一股凌厉的寒意，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比起平民治安，我们更多是负责国家安全。德里克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沉默地盯着阿丽切，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片刻后，德里克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嘴角不屑地向上瞥去。所以，您作为一个女人，竟然在处理骑士级别的事务？难道你当时只是负责处理文书工作吗？空气瞬间凝固，一股寒意顺着长廊蔓延开来。莉莉安娜吓得脸色惨白，糟糕，这下真的不妙了。阿丽切低着头，嘴角却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既然如此，要不要我亲自展示给你看？德里克愣住了。什么？阿丽切迈开步子。我一直很好奇，帝国的骑士究竟是如何挥剑的。在成为皇帝的未婚妻之前，我曾是青角海盗的指挥官，自然对太阳骑士团的实力很感兴趣。德里克显得有些慌乱，他一边摆手一边后退。但是阿丽切大人，您毕竟是个女人，我身为骑士，怎能对一位女士拔剑？请不要开这种玩笑。阿丽切微笑着打断了他。在战场上，没有男人或女人之分，只有盟友与敌人，强者与弱者，仅此而已。我的大姐姐有2件事绝对不容他人冒犯：一是我的健康，二是对她职业生涯的自豪感。阿丽切年纪轻轻就晋升为海上安全局的局长，他曾无数次在狂风暴雨的海面上搏杀，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只为从那些烧杀抢掠的海盗手中守护国家。而眼前这个粗鲁的家伙，竟然用最恶劣的方式羞辱了他。莉莉安娜用力拽了拽雷吉内的衣角。雷吉娜，到底是海岸警卫队更强，还是太阳骑士团更厉害呢？雷吉娜捂着嘴，露出一副惊讶又期待的神情。哎呀，谁更强并不重要，因为阿丽切姐姐能赢过任何人。她甚至拿下了特罗瓦扎剑术大赛的冠军。莉莉安娜转头看向埃德加，埃德加，难道你不想看阿丽切姐姐和德里克先生切磋一下吗？埃德加被这股情绪感染，想看，那一定很有趣。莉莉安娜得意地笑了笑，对吧？德里克听到这些话，身体不由自主地僵了一下。莉莉安娜拍着小手，笑得天真烂漫。德里克先生，阿丽切姐姐能轻而易举地把你折成2半哦。我已经为阿丽切姐姐搭好了舞台，接下来就看姐姐的了。你很快就会知道惹毛我大姐姐的下场。你这个粗鲁的混蛋！莉莉安娜张大嘴巴，咬下一大口饼干，发出清脆的咀嚼声。她和埃德加并排坐在长椅上。埃德加转头问道：“那么，阿丽切大人到底有多强？”莉莉安娜一边嚼着饼干一边回应道：“阿丽切可以独自对付海盗和走私者。我告诉过你很多次了，他的拳头打起人来就像铁锤一样。你到底有没有在听？”阿丽切迈着稳健的步伐走来。虽然在原著故事里，阿丽切死在了马里乌斯手中，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弱小，他是为了救一名身处险境的年轻士兵才牺牲了自己。如果没有那场悲剧，他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人。马里乌斯坐在长椅另一头问道：“小花生，你真的认为阿丽切小姐会赢吗？”莉莉安娜挥动着小手，大声喊道：“那是当然的！”她突然发出一声惊叫，整个人吓得缩了起来。阿丽切停下脚步，转头看向长椅的方向，几名路过的士兵也纷纷侧目。莉莉安娜惊魂未定地喊道：“天哪，你什么时候坐在那里的？”马里乌斯笑嘻嘻地回应道：“因为太想你了，所以我在工作中间偷偷飞过来的。小矮子，难道你不想我吗？”莉莉安娜一脸嫌弃地扭过头：“完全不想。”马里乌斯备受打击地感叹道：“真是太残酷了，我们想要变亲近，至少还需要10年时间。”雷吉娜迈着优雅的步子走近，向您致意，陛下。马里乌斯转过头，神情变得轻松起来。啊，是雷吉娜小姐！莉莉安娜看到来人，开心地喊道：“雷吉娜！”雷吉娜张开双臂，温柔地将莉莉安娜抱进怀里，说道：“来，莉莉，和我坐在一起没关系吧？”莉莉安娜开心地回应道：“太棒了，我很乐意。”马里乌斯识趣地站起身说道：“哎呀，看来我该挪个位子了，不能打扰姐妹们的相处时间。”坐在一旁的埃德加沉默不语，他用力攥紧了拳头。雷吉娜看向远处的空地，说道：“哦，他们要开始了，只希望阿丽切不要太冲动。”训练场中央，一名年轻士兵递上一把长剑，请用这把剑。德里克单手拄着重剑，看着对面的阿丽切说道：“我不会动真格的，毕竟你是陛下的未婚妻，也是一位淑女，对我应该保护的人拔剑，那简直是种耻辱。”阿丽切没有理会对方的挑衅，他稳稳地握住剑柄，将长剑竖在身前，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好了吗？”阿丽切猛地挥动长剑，剑锋划破空气，发出尖锐的呼啸声。他稳住身形，摆出了进攻的架势。利奥波特低声回应道：“那么，比试正式开始。”双剑相撞，金属的轰鸣声响彻训练场。这场较量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德里克在应对中显得畏缩不前，显然低估了对手的实力，而阿丽切则冷静地挑衅他。他再次挥动长剑，剑锋在空中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德里克咬紧牙关抵挡着冲击，额头上渗出了汗水。阿丽切身形一闪，轻巧地绕到侧翼，挥剑横扫。德里克惊慌地举剑格挡，却没料到这只是个诱饵。
阿丽切猛地抬起腿，一记重踢狠狠击中德里克的脚踝。德里克发出一声闷哼，身体失去平衡向后踉跄。阿丽切顺势逼近，德里克先生，你的下盘实在太弱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教你一套锻炼的方法。德里克的脸瞬间长得通红，愤怒与羞辱让他咬牙切齿，整个人因为愤怒而颤抖着。面对阿丽切压倒性的攻势，德里克终于收起了轻视，开始拼尽全力应对。围观的士兵们看得目瞪口呆，莉莉安娜兴奋地挥舞着小拳头，埃德加也紧张地注视着战局。但最终，德里克大口喘着粗气，冰冷的剑尖已经稳稳地抵住了他的咽喉。这场比试最终以阿丽切压倒性的胜利告终。训练场内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士兵们纷纷起立喝彩。马里乌斯一边用力鼓掌，一边吹起口哨，大声赞叹道：“太精彩了，真是不可思议！”阿丽切收起长剑，看着瘫坐在地上的对手微笑道：“一场不错的比试。”德里克满头大汗的跪在地上，神情惊恐地语无伦次道：“等一下，传闻说你拥有一种天赋力量，刚才比试的时候，你该不会动用了那个吧？”阿丽切带着从容的笑意回应道：“当然没有，对付这种程度的较量，我根本不需要动用那种力量。说实话，我完全能理解德里克为什么会被吓成那样。我们母亲那边的家族一直以传承惊人的怪力和钢铁般的体魄而闻名，我的哥哥和姐姐们都完美继承了这份血脉。阿丽切更是像母亲一样，经历了极其残酷的训练，最终才成为了特罗瓦扎的海上安保负责人。”莉莉安娜得意地闭上眼睛，如果阿丽切真的拿出全部实力，恐怕连利奥波特都不是他的对手。莉莉安娜转过头问道：“埃德加，刚才那场比试不是很精彩吗？”阿丽切大人果然是最棒的。咦？埃德加猛地停在阿丽切面前，双手紧紧攥在胸前，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大声喊道：“阿丽切大人，您为什么会这么强？我以后也想成为像您一样的战士。”不远处的利奥波特看着这一幕，忍不住笑出声来：“快看那个黑马里乌！”利奥波特的话语戛然而止，马里乌斯正静静地坐在长椅上，双手交叠放在膝头，他的眼神冰冷而锐利，正死死地盯着前方，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压迫感。利奥波特收敛了笑容，有些迟疑地问道：“等等，你该不会是在……”莉莉安娜抬起小手，用力敲响了房门。“埃德加，我们去玩吧。”走廊里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回应。莉莉安娜疑惑地歪着头，心想：难道他睡着了？她轻轻推开沉重的房门，探进小脑袋，正准备再次开口邀请，却听到了微弱的抽泣声。房间深处的大床上，埃德加整个人缩在被子里，正发出痛苦的呻吟和断断续续的哭声。莉莉安娜吓得魂飞魄散，整个人僵在门口。她急忙冲到床边，慌乱地问道：“你怎么在哭？是谁欺负你了吗？到底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埃德加死死拽住被角，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走开，我想一个人待着。”呜呜。莉莉安娜急得团团转。“别哭了，埃德加，你是生病了吗？哪里痛？是肚子痛还是发烧了？”回应她的只有埃德加愈发凄惨的哭声。莉莉安娜爬上床铺，小心翼翼地凑到被子旁。“别哭了，对不起好吗？要我帮你吹吹痛痛的地方吗？还是我该去叫医生过来？”她一边抽泣一边断断续续地说道：“我发现了，马里乌斯，他根本不喜欢我。”埃德加在走廊上飞快地奔跑。在阿丽切夫人的比试结束后，我去找马里乌斯了。我想告诉他，我想向他学剑术。埃德加伸出手，正准备推门，门内却传出了说话声：“马里乌斯，我现在的身份不是你的宣誓仆从，而是作为你的朋友。”以及埃德加的表情在对你说话。埃德加伸出的手僵在了半空中，他整个人愣在门外。“利奥，他现在正和马里乌斯在一起吗？”利奥波特看着眼前的男人说道：“你需要停止对埃德加的怀疑，这看起来真的很糟糕。”马里乌斯背对着他站在窗前，双手交叠在身后，沉默地望着窗外。利奥波特继续劝说道：“你是他的监护人，也是他的堂兄，而他只是个6岁的孩子，你该放下那种念头了。他和你死去的兄弟或是叔叔完全不同。想想已故的伊丽莎白公主吧，我们曾向她承诺过，会像亲兄弟一样照顾她的儿子。”“够了！”马里乌斯冷冷地打断了他，“我不想听这些。”利奥波特沉默了片刻，“别告诉我你在害怕那个小鬼。埃德加是你的堂弟，他只是个孩子。”马里乌斯没有回答。“你应该去扮演那个好哥哥的角色，别算上我。”马里乌斯的声音冰冷而决绝。“马里乌斯！”埃德加微微喘息着，胸口剧烈起伏。“我不想把信任托付给一个最终只会背叛我的人。”马里乌斯脑海中闪过无数破碎的画面。如果我倾注爱意抚养长大的孩子，最终反过来对付我，我不认为自己能承受第2次那样的痛苦。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会把剑指向我。马里乌斯不信任我，他甚至一点也不喜欢我。埃德加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苦涩，那是他无法承受的真相。夕阳的余晖洒进卧室，埃德加蜷缩在宽大的床铺上，莉莉安娜坐在他身边，轻轻拍着他的背。埃德加把脸埋在被子里，闷声闷气地说道：“别告诉任何人，我今天哭过。”莉莉安娜紧紧抓着他的衣服，认真地回应道：“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保证。”埃德加吸了吸鼻子，低声说道：“好。”莉莉安娜看着他，有些迟疑地问道：“但是你真的确定吗？马里乌斯先生真的不喜欢你？”“是的，他恨我，我亲耳听到他这么说的，所以那是真的。”莉莉安娜愣住了，眼中充满了怜悯。她伸出手，紧紧地抱住了他。“埃德加！”埃德加被这突如其来的拥抱吓了一跳。“是什么？”莉莉安娜紧紧抱着他。“那一定很痛吧？其实我的哥哥也是那样的。”埃德加愣住了，他停下动作，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你也有哥哥吗？”“是的，
我的大哥哥安德烈亚，他讨厌我了。有一天突然就搬到了乡下去住，他把脸埋在埃德加的肩头，声音带着一丝委屈。现在他甚至都不好回我的信，也不愿意见我。埃德加沉默了，他任由莉莉安娜抱着自己。你是因为没有爸爸妈妈才感到难过吗？莉莉安娜低声说道。虽然我很喜欢我的姐姐们，但我还是希望有爸爸和妈妈。那你呢？我也一样，埃德加轻声回应道。我也一样，至少我希望我的母亲能在这里。两个孩子在宽大的床铺上紧紧相拥，空气中只剩下细微的抽泣声。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父母的孩子来说，年长的兄弟姐妹就像是我们的父母。安德烈亚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哥哥，他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疼爱。那时候，当幼儿园举办父亲节活动时，安德烈亚总是会代替父亲出席。在那些下雨的日子里，我们会共用一把伞。安德烈亚会蹲下身子，陪着我一起观察花园里缓慢爬行的蜗牛。安德烈亚以前经常把我抱在怀里，为我读故事书。我非常喜欢靠在他背上时感受到的那份温暖，所以无论安德烈亚现在怎么看待我，我都无法停止爱他。对我来说，那些时刻就是我童年里最闪耀的日子。马里乌斯对埃德加来说，也是像父母一样的存在吗？就像安德烈亚对我那样。也许正因如此，他才会伤得这么深。一滴眼泪从莉莉安内的眼角滑落，他轻声对埃德加说道：“如果马里乌斯先生不喜欢你，那我会加倍的喜欢你。我不希望你感到受伤，所以别哭了，埃德加。”利奥波特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在长廊上。那个愚蠢的混蛋，他真的知道该怎么让我发火。我还是不太明白他到底在害怕什么，这让我很烦躁。但没关系，如果他打算一直这样下去，那我就亲自去给埃德加更多的关注。利奥波特推开沉重的大门。雷吉娜小姐，我不知道你已经在这里了。雷吉娜猛地颤抖了一下，她低着头避开了利奥波特的视线。哦，我也刚到。其实我有件事想告诉你。利奥波特停下脚步，手扶在椅背上问道：“哦，是什么事？你可以对我直说。”雷吉娜低着头，沉默了许久，才吐出一个词：“那个。”利奥波特的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一种莫名的压迫感袭上心头。有时候感官敏锐的人，直觉也异常锋利。为什么我现在会有如此糟糕的预感？利奥波特试图打破沉默，他有些局促地坐直身体，说道：“对了，这周末有一场著名歌手的音乐会，我设法弄到了票，你想一起去吗？”对不起，雷吉娜抬起头，眼中闪烁着泪光。利奥波特先生，我仔细考虑过了，我想我们现在必须结束这段关系了。利奥波特僵在原地，他最担心的直觉果然总是异常准确。夜幕降临，宏伟的宫殿在灯火映衬下显得格外庄严。埃德加的生日宴会如期而至，莉莉安娜紧紧抱着怀里的兔子玩偶，发出一声惊叹：“这里真是太棒了，对吧，雷吉娜？”雷吉娜微笑着回应道：“是的，确实非常华丽。”由于阿利切正陪同马里乌斯出席，雷吉那边带着莉莉安娜步入会场。通常情况下，自己会花上好几天为埃德加挑选完美的生日礼物，但最近一直忙着给马里乌斯暗示，竟然把这件事完全忘记了。好在最后还是赶出了一份礼物，应该没问题吧？莉莉安娜在大厅里四处张望，眼神中充满了期待。现在该去寻找今天的小寿星了。找到了，多亏了利奥波特先生的身高，他真的很好找。莉莉安娜抱着玩偶快步跑了过去。艾德。然而当他靠近时，整个人却僵在了原地，一股沉重而阴郁的气息扑面而来。利奥波特低垂着头，周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沮丧感。站在他身边的埃德加同样神情阴沉。莉莉安娜惊恐地张大了嘴巴，这是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埃德加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看起来这么消沉？连利奥波特先生也是。利奥波特微微侧过头，那双深绿色的眼睛里透着复杂的情绪。我想我们该结束了。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认真，可能会让阿丽切陷入两难的境地。利奥波特感到一阵眩晕。我们的关系和阿丽切小姐有什么关系？雷吉娜沉默了片刻。如果我们分手呢？利奥波特的心脏猛地一缩，他死死盯着雷吉娜。为什么你会产生那样的想法？利奥波特斩钉截铁地说道：“那种事绝不会发生，我们不会分手。我明白你在担心什么，但你没必要那样想。我会更加努力的，所以请不要担心。”雷吉娜轻轻叹了口气。你已经到了适婚年龄，我听说帝国贵族在婚后都被期望拥有子嗣，并以此传承家业。但是我不打算结婚。谁说我一定要结婚？我不打算结婚，我可以把家族的头衔和财富都留给埃德加。不，雷吉娜打断了他的话。雷吉娜双手不自觉地揪紧了衣角。对不起，但我认为我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回忆的余温散去，利奥波特与雷吉娜相对而立，两人之间隔着一段无法逾越的距离，四周的空气仿佛凝固。莉莉安娜紧张地观察着这诡异的气氛。雷吉娜，他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吗？雷吉娜显得有些局促。不，什么都没发生。埃德加猛地抬起头，原本忧郁的神色瞬间消失不见。嘿，埃德加，生日快乐！埃德加快步跑到他面前。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你在这里的。埃德加打量着莉莉安娜的装束，说道：“你的打扮真的很特别。”莉莉安娜开心地转了个圈。对吧？是不是很漂亮？埃德加有些发愣地看着他。你看起来像只松鼠。莉莉安娜嘿嘿一笑。我确实挺可爱的。不，埃德加一本正经地补充道。你看起来像只南瓜松鼠。莉莉安娜的笑容瞬间凝固。什么？你居然说我像？他刚要发作，突然想起今天是埃德加的生日，于是强行压下怒火。埃德加疑惑地问道：“什么？看在生日的份上，今天就放过你吧。”他摆了摆手说道：“没什么。”就在这时，宴会厅沉重的大门被缓缓推开，侍从高声宣布道：“皇帝陛下与阿丽切。”
贝尔吉奥小姐驾到！全场的目光瞬间汇聚向门口，马里乌斯挽着雷吉内的手，在众人的注视下稳步走入会场。人群中爆发出一阵低语和惊叹。莉莉安娜目不转睛地盯着入场的两人，这可不是因为她是我姐姐才这么说。阿丽切今天简直美得不可方物。她转头看向身边的马里乌斯，发现他今天也格外英俊，散发着与往日完全不同的气质。莉莉安娜兴奋地拉住埃德加，说道：“埃德加，你看我姐姐是不是超级？”埃德加静静地站在那里，低垂着眼帘，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马里乌斯站在大厅中央，感谢各位今天前来为埃德加庆祝生日。尽管皇室大婚在即，但我绝不会错过我唯一的亲弟弟的生日。我与阿丽切小姐的婚礼定于下个月15日举行，详细信息将于明早正式公布。所以今天，请大家尽情享受这段美好的时光。台下顿时陷入一片嘈杂，宾客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莉莉安娜躲在角落里，双手用力勒紧怀里的兔子玩偶，显得有些局促不安。马里乌斯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向埃德加。哦，你在这儿啊！生日快乐，埃德加！我想你应该已经打开我送给你的礼物了吧？埃德加微微躬身，语气平淡的回应道：“是的，感谢您的祝贺，陛下。”马里乌斯微微皱眉，有些无奈的看着他，为什么要这么拘谨？像平时那样跟我相处就好。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再生哥哥的气，但你该消消气了。埃德加低着头，牙齿紧紧咬在一起，愤怒在他胸中剧烈翻腾。陛下，您不是我的哥哥！马里乌斯愣住了，你在说什么？我当然是你的哥哥！埃德加的声音冰冷而颤抖，我全都听到了。马里乌斯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僵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埃德加死死盯着他，一字一顿的说道：“你告诉利奥波特，让他来做我的哥哥，因为你不想做。”哦，埃德加，听我说，我很抱歉。埃德加打断了他的话，伸手拉住莉莉安娜。马里乌斯愣在原地，莉莉安娜发出一声惊呼：“埃德加，等等！”莉莉安娜看着埃德加的背影，心中满是担忧。埃德加现在一定觉得非常难过，非常受伤，我必须告诉他。莉莉安娜深吸一口气：“埃德加，我会永远站在你这。”嘿你！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他停下动作，有些诧异的回过头去，一个红发小女孩正站在不远处。“你是那个从特罗瓦扎来的女孩吗？”莉莉安娜愣了一下，下意识的回应道：“哎，是的。”红发女孩歪着头，神情变得严肃而古怪。“我听说特罗瓦扎的人会吃人，那是真的吗？”莉莉安娜愣在原地。“什么？”克里斯躲在海伦身后，身体因为恐惧而不断发抖。“你真的吃人吗？”埃德加发出一声冷笑：“哈，真是满口胡言！你到底是从哪听来的这种话？”莉莉安娜没有说话，只是用力收紧双臂。帝国的人到底怎么了？那些人总是嘴里喊着野蛮人，把他们当成怪物一样对待。闭嘴，快滚开！莉莉安娜轻声的喃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确实吃人。”埃德加愣住了。哎，既然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了，莉莉安娜继续说道：“你知道吗？小孩子的肉又软又嫩，吃起来味道更好。”莉莉安娜突然变了脸色，露出狰狞的笑容。“没错，咬起来软绵绵的。”海伦发出一声惨叫：“一定要让他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海伦尖叫着转身逃跑，速度快得像一阵风，瞬间消失在走廊尽头。克里斯被独自留在原地，吓得瘫坐在地上。海伦，如果你丢下我跑了，我该怎么办啊？克里斯颤抖着抬起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惊恐地盯着眼前的莉莉安娜。莉莉安娜因沉着脸俯视着他，周身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息。克里斯猛地抽噎了一下，随即爆发出一阵凄惨的哭喊：“哇呀呀！别吃我！求求你别吃我！”莉莉安娜被这突如其来的尖叫吓了一跳。哎，她这是怎么了？埃德加耸了耸肩，谁知道呢？莉莉安娜语气变得有些心虚。哦，拜托，我怎么会吃你呢？我刚才只是在开玩笑。克里斯一边抽泣一边大声反驳。可是你说我很美味，我一点都不好吃。莉莉安娜急忙摆着手安慰道：“别哭了，而且我还没尝过你的味道呢。帝国的孩子竟然会为了这种事哭成这样吗？”莉莉安娜叹了口气，在我的家乡，除非是被水母蛰了，否则大家是不会哭的。这下可真是尴尬了。莉莉安娜伸出手，想要安慰一下受惊的孩子。一位身着华丽礼服的贵妇人迈着优雅的步子走近。“克里斯，你为什么在哭？”埃德加看着来人，低声惊呼道：“伯格公爵夫人！”克里斯像是见到了救星，一边大声嚎哭，一边告状：“他说他要吃掉我，快告诉他不要吃我，我一点都不好吃。”伯格公爵夫人弯下腰，温柔地将克里斯搂进怀里，安抚道：“克里斯，没有人会伤害你的，擦干眼泪，你不能为了这么点小事就哭鼻子。”莉莉安娜见状，连忙顺着话头解释道：“他说的对，我刚才只是在开玩笑，你真的没必要哭。”伯格公爵夫人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而锐利，她猛地挥动手臂，啪！一声清脆的响声回荡在走廊里。埃德加愣住了，呆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伯格公爵夫人突暴地拍开了莉莉安娜的手，眼神中充满了厌恶与戒备。莉莉安娜整个人僵在原地。哎！伯格公爵夫人微微眯起双眼，发出一声轻蔑的啧啧声：“把你的脏手从克里斯身上拿开，立刻道歉！”宴会厅内人声鼎沸，宾客们交错穿行，欢笑声与交谈声此起彼伏。几位贵妇人围聚在一起，其中一人笑着说道：“长途跋涉一定很累吧？天哪，你真是个美人！”另一人附和道：“难怪陛下会亲自前往特罗瓦扎，把你带到这里来。”他们摇晃着手中的扇子，语气中带着一丝微妙的试探：“在帝国生活的怎么样？比起特罗瓦扎，这里的规矩
和礼仪一定让你觉得很压抑吧？适应起来很难吗？不过有你的姐妹们在这里，你应该不会感到太寂寞。说实话，很少有人会带着这么多亲戚一起到来，但留在这里不是很好吗？毕竟像这样仙境的地方可不好找。阿丽切闭上眼，我倒是很喜欢每天都能看到这些异国风情。宴会厅的一角，马里乌斯正靠在围栏边，手中端着酒杯，神情凝重地注视着前方。利奥波特低声问道：“您不去帮他吗？他需要靠自己树立威信。如果我现在介入，只会让他看起来更软弱。况且他又不会永远当皇后，只有10年的期限而已。”利奥波特眉头紧锁地回应道：“你在说什么呢？10年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马里乌斯沉默不语。利奥波特开口问道：“马里乌斯，出什么事了吗？”马里乌斯避开视线，低声说道：“还记得阿丽切小姐访问骑士团那天我们的谈话吗？我想埃德加可能偷听到了。无论孩子多么年幼，他们都能敏锐地察觉到别人的疏远或刻意保持的距离，而埃德加正是那种比大多数人都要敏感的孩子。他真的听到了吗？他今天才刚满7岁。”利奥波特咬紧牙关，发出咯吱的响声。从你决定保持距离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在伤害他了。利奥波特迈开步子，头也不回地走向大厅深处。我很快就会带埃德加回领地，从现在起不要再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利奥波特侧过脸，眼神中透着决绝。就像你说的，你既不是埃德加的哥哥，也不是他的任何亲人。马里乌斯猛地握紧手中的酒杯，杯身发出了清脆的裂开声。啪的一声，酒杯在马里乌斯手中彻底粉碎。那一天大雨滂沱，仿佛要将整座皇宫淹没。魔塔之主在哪里？弗朗索瓦大人现在无法露面，所以他应该还没收到报告。我们必须在他发现之前处理好这件事。如果那个混蛋介入，连埃德加都会有危险。你打算怎么做？马里乌斯停下脚步，眼神中透着决绝。我会单独惩罚他，要么将他软禁1个月，要么送他去乡下待上一段时间。无论如何，都要抢在塔主动手之前保住他。马克思报告说，埃德加正试图帮助莉莉安娜逃离魔塔，甚至想带她逃出皇宫。当时弗朗索瓦对莉莉安娜近乎痴迷，他必须赶去阻止，因为他确信如果放任不管，弗朗索瓦真的会杀了埃德加。这一切最初只是对伊丽莎白公主的一个承诺，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那个弱小而脆弱的生命，心中早已萌生出一种如父亲般的慈爱。然而，埃德加竟然对我拔剑相向。马里乌斯在雨中奋力格挡，他愤怒地吼道：“埃德加，你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女孩闹成这样？”埃德加咬紧牙关：“那是莉莉安娜。”马里乌斯愣住了：“什么？”埃德加的双眼布满血丝，用尽全身力气怒吼道：“那是她的名字，莉莉安娜。在那时候，我根本不在乎那个被关在塔里的女孩叫什么名字，我只是感到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埃德加失控到这种地步？我能想到的理由只有一个。”马里乌斯咬紧牙关，感受着剑刃上传来的巨大压力。“你这是在打算让我承担责任吗？”马里乌斯稳住身形，冷冷地注视着眼前的埃德加。但利奥波特的自杀并不是我的错。是的，这场悲剧的源头是丽贝卡，因为他为了复仇而耍弄的小手段，让所有人陷入了泥潭。丽贝卡用那瓶药水欺骗了所有人，包括利奥波特和弗朗索瓦。在我们所有人中，利奥波特是受打击最重的那一个。他无法接受自己在药水的影响下，竟然犯下了无法原谅的罪行。利奥波特在给埃德加留下一封信后，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恨透你了，马里乌斯。马里乌斯站在雨里，大声质问道：“但我为你付出了全部，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埃德加冷笑一声：“是啊，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但他随即发出一阵狂乱的大笑。“马里乌斯，你所谓的尽力，就是为了那点爱去杀害无辜的人吗？你和利奥波特都疯了，在我看来，你们简直无可救药。”雨势愈发猛烈，所以呢？你打算杀了我吗？埃德加没有回答，他只是在雨中握紧了剑柄。如果有必要的话，剑刃划破空气，发出尖锐的鸣响。埃德加猛地挥剑斩下，剑身映照出马里乌斯惊愕的面孔，鲜血在雨中飞溅。埃德加的瞳孔因震惊而剧烈收缩。马里乌斯站在雨中，肩膀被深深砍中，鲜血不断涌出。埃德加握剑的手开始颤抖。“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躲开？”两柄长剑在空中交错而过，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埃德加整个人向后倒去，重重地摔在泥泞的水洼中。他手中的细剑脱手而出，在空中无力地旋转着。一道闪电划破漆黑的天际，照亮了整片森林。雷声紧随其后，在山谷间回荡。埃德加双膝跪地，支撑不住身体，半瘫倒在积水中。“就让一切在我这里结束吧。当你瞄准我性命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成了叛徒。”埃德加平静地回应道：“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所以不要去伤害莉莉安娜或者其他任何人，就让这一切到我为止吧。在那个终结之日，我终究还是没能狠下心杀掉你。”心中默默想着，或许我无法像阿丽切那样赌上全部的人生去爱莉莉安娜，但你曾是我生命中唯一珍贵的人。我想去那间关押你的地下牢房，每天对着你大声尖叫，质问你为什么要对我拔剑，质问你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即便现在去问他，他恐怕也不会给出答案，因为现在的埃德加早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他了。即便如此，我依然选择与他保持距离，因为我感到害怕，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挥之不去。埃德加用力按住肩膀，这个秘密对我来说依然是一道鲜活的伤口。仅仅过了不到半年，他还远未愈合。放开克里斯，立刻道歉！贝尔格公爵夫人怒喝道。莉莉安娜踉跄着后退，手腕上传来阵阵刺痛，好疼！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他，
不要哭。贝尔格公爵夫人，你这是在做什么？埃德加快步走上前来，厉声质问。贝尔格公爵夫人紧紧护着怀里的克里斯，理直气壮地回应道：“我只是在保护克里斯而已，我只是在开玩笑。”莉莉安娜大声哭喊着，泪水夺眶而出。是她的朋友先嘲笑我的，他问我是不是吃人。贝尔格公爵夫人冷冷地回应道：“那并不代表你可以吓唬其他孩子，难道你没学过怎么道歉吗？”莉莉安娜看着自己被打红的手背，你是个大人，可你打我的手，还把它弄成了这样，你比我还要坏。埃德加张开双臂挡在前面，贝尔格公爵夫人，这件事完全是你的错，难道这就是你对待特罗瓦扎贵客的方式吗？贝尔格公爵夫人低下头，埃德加大人，你还太年轻，似乎还不明白一些道理，你需要谨慎地选择你的朋友。克里斯吓得浑身发抖，夫人，请别说了，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如果我是一个强壮的大人，他还会这样对待我吗？在特罗瓦扎，从来没有哪个长辈会这样对我。莉莉安娜抽泣着，我想回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利奥波特快步冲进大厅，这是在做什么？利奥波特大步走近，神情严峻地扫视着现场。贝尔格公爵夫人见到来人，立刻换了一副面孔，说道：“巴尔特拉亨公爵，你来的正好。这个孩子刚才在威胁克里斯，所以我正在教训他。”利奥波特看向躲在后面的小男孩克里斯，贝尔格公爵夫人点头回应道：“是的，克里斯，鲁曼伯爵家的。”大叔，莉莉安娜突然大声喊道：“是他的朋友先问我的，他问我是不是吃人，所以我只是稍微捉弄了他们一下。可是那个女人把我的手弄成了这样。”利奥波特低下头看着莉莉安娜那只被打得通红的小手，他的眉头紧锁起，眼神中透出压抑的怒火。利奥波特冷冷地开口道：“你越界了，贝尔格公爵夫人，你怎么能对一个孩子下这种重手？”贝尔格公爵夫人强撑着辩解道：“真正越界的是陛下的未婚妻，他甚至都没费心教导他妹妹基本的帝国礼仪，还让他穿着这种完全不适合帝国的衣服到处乱跑。”利奥波特怒吼道：“他只有6岁，你真的认为对一个孩子的手下这种重手是正确的吗？还有，你为什么要扯上陛下的未婚妻？”贝尔格公爵夫人咬紧牙关，神情显得既愤怒又慌张。看来你应该多依赖一下埃克罗伊德公爵夫人，如果她在这里，绝对不会对管教一个无礼的孩子多说半个字。贝尔格公爵夫人拉起克里斯的手，走吧，克里斯。克里斯被拽得踉跄了一下。哦，好，等一下，利奥波特怒吼道，我还没说完。莉莉安娜拽着利奥波特的衣角，一边抽泣一边小声呜咽。利奥波特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眼神变得复杂而柔和。他弯下腰，一把将莉莉安娜抱了起来。对不起，莉莉安娜趴在他的肩头，放声大哭起来。我想姐姐们了，阿丽切在哪里？雷吉娜和艾米莉亚又在哪里？为什么我想见他们的时候却见不到？我想回家，带我回家。利奥波特沉默着，宽大的手掌轻轻拍打着他的背，他的动作很温柔，怀抱也很温暖。然而他始终没有开口说出那句我可以带你回家。在那一刻，利奥波特周身散发出的气息显得格外冰冷，这种冷意让他看起来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利奥波特拿着一块巧克力递到莉莉安那嘴边，说道：“来，张嘴。”莉莉安娜乖巧地张开嘴。啊！利奥波特带着莉莉安娜和埃德加来到室外。莉莉安娜仰头看向利奥波特说道：“大叔，你千万不能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姐姐们好吗？她们总是为我担心的要命，我不想再让她们操心了。她们现在每天都要检查我有没有发烧，要是被她们知道我今天挑食，我会觉得很对不起她们。”利奥波特看着他这副模样，忍不住轻声笑了起来。好的，我不会，谢谢，你可以先走了，我要去找埃德加玩。埃德加在一旁提议道：“我们去花园玩吧，别待在宴会厅了，反正这里的人都只会假笑，说着些违心的话，一点意思也没有。”埃德加顺势牵起他，兴奋地喊道：“出发！”利奥波特站在后方叮嘱道：“小心一点。”两人来到一棵繁茂的果树前，莉莉安娜惊讶地感叹道：“哇，真的是柠檬树！”他转头看向埃德加问道：“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上次园丁明明没告诉我们呀。”埃德加双手抱在脑后说道：“那些家伙被判了10年，新来的园丁们为了讨好我，可是非常积极地指出了这棵柠檬树的位置。”莉莉安娜一脸困惑地问道：“哎，被判了什么？”埃德加摆了摆手回应道：“哦，没什么，别在意。说起来，你的眼睛肿得好厉害，简直像个大南瓜。”莉莉安娜有些生气地反击道：“闭嘴，芦笋头！”埃德加轻哼一声，不再说话。莉莉安娜仰起头，望着繁茂的枝叶间挂着的果实。虽然这棵树没有特罗瓦扎的柠檬树那么高大，但已经足够让我们坐在下面乘凉了。以前我和安东尼奥总是躲在柠檬树下玩耍，家乡总是伴随着温暖的阳光，还有那些用橄榄油和月桂叶烹制的美味佳肴，那是充满海洋气息的故乡。原本就很想念家乡，今天发生的这些事让他心里更加难受。如果我一直这样下去，该怎么办才好？莉莉安娜算了算日子，为了兑现和马里乌斯约好的200个夜晚，我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呢？埃德加坐在一旁，沉默地看着陷入沉思的莉莉安娜，他开口问道：“你在想什么？”莉莉安娜猛地回过神，有些慌乱地回应道：“哦，没什么。”莉莉安娜突然整个人僵住了，糟了，为什么总觉得忘了什么事？今天是埃德加的生日。莉莉安娜猛地从地上弹了起来，天哪，埃德加！埃德加被吓了一跳，哈，你怎么了？莉莉安娜抱着头满脸懊恼地心想，我一定是疯了，明明之前还祝贺过他，结果直到刚才为止，我竟然忘得一干二净。她看向埃德加说道：“生日快乐！”
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本该在蛋糕前吹灭蜡烛的，可现在却因为我……埃德加坐起身来问道：“这怎么能怪你？都怪海伦、埃尔德里奇那个笨蛋，还有克里斯、鲁曼那个胆小鬼。不过宴会上有很多好吃的，还有堆成山的礼物，只要看到那些，心情自然就会变好的。”他突然傲娇地哼了一声：“今天来的那些家伙全都是白痴，根本没有一个是我真心想一起玩的。”莉莉安娜有些意外地问道：“你们难道不是朋友吗？”埃德加像是被踩到了尾巴一样大喊道：“什么？海伦和克里斯才不是我的朋友，他们只是蠢货而已。”莉莉安娜看着他这副怒气冲冲的样子，有些无奈地心想：“好吧，我明白了。可他干嘛这么激动啊？”莉莉安娜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啊，对了，我还没来得及给你准备礼物。不过既然生日礼物这么重要，我就把我的宝贝送给你吧。埃德加疑惑地问道：“宝贝？”莉莉安娜伸出双手，将怀里的兔子玩偶递到埃德加面前：“给你，这是我的小弟弟。当你感到害怕或者难过的时候，抱抱曲奇就会好受很多。”埃德加有些不知所措地后退了一步：“你就这样把自己的弟弟送人了吗？”莉莉安娜认真地叮嘱道：“你要答应我，会好好照顾曲奇的好吗？”埃德加愣愣地接过玩偶，他低头看着怀里软绵绵的兔子玩偶，又抬头看向莉莉安娜，他是不是不想要这个礼物呀？刚才哭的时候，眼泪和鼻涕好像都蹭在玩偶上面了。换作是我，大概也不想要一个湿哒哒的娃娃吧。他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那个，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可以再找个更好的礼物送给你。”埃德加突然打断道：“我很喜欢。”莉莉安娜愣住了，哎，埃德加紧紧抱着兔子玩偶，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说道：“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莉莉安娜呆呆地看着他，感到非常意外。说来也奇怪，当埃德加露出那样的笑容时，我发现自己竟然完全忘记了之前发生的那些不愉快。他的眼睛亮晶晶的，透着一种生机勃勃的活力。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埃德加的生日宴会已经过去了1周。埃德加在一旁抓着头发，有些无奈地问道：“你又哭了吗？这种既视感是怎么回事？”莉莉安娜倔强地扭过头，发出一声闷哼：“才没有，我不是小孩子了，我再也不会因为打针就哭鼻子了。”埃德加坏笑着凑近他问道：“你知道吗？如果撒谎的话，屁股上可是会长出脚来的哦。”莉莉安耐气呼呼地反驳道：“才不会呢！”虽然嘴上说着不信，但他还是忍不住背过身去，悄悄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身后，没有长脚，我就知道他在骗人。莉莉安娜虽然承认自己哭了，但她觉得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就在她努力喝下那苦涩药水的时候，艾米莉亚突然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不由分说的用针管取了她的血。弗朗索瓦见状，赶紧跑过来安抚他。他一边道歉，一边施展魔法，变出一只发光的松鼠，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虽然知道他们是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但在喝药的时候突然抽血也太过分了。他甚至连站稳的力气都没有，这简直是虐待！再也不要理他们2个了。埃德加看着莉莉安娜委屈的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他从兜里掏出一颗糖果，丢给莉莉安娜：“给，吃这个吧。你刚才喝了那种难喝的药水，对吧？”莉莉安娜惊喜地接过糖果，眼睛都亮了起来：“糖果？你是要送给我吗？”埃德加，你最好了，你比艾米莉亚好上1万倍。埃德加听到这话，脸颊微微泛起红晕，嘿嘿，我果然是最棒的。埃德加这段时间对自己真的很体贴，但在过去的1周里，埃德加身上也发生了很多事情。马里乌斯曾多次尝试找埃德加谈话，埃德加甚至不愿与埃德加对视，这让2人的关系变得愈发僵持。与此同时，利奥波特一直坚持要带埃德加回到公爵府。莉莉安娜停下脚步：“埃德加，你真的要像利奥波特大叔说的那样，去公爵府生活吗？”埃德加沉默了一会儿：“你希望我怎么做？”莉莉安娜有些苦恼地思考着：“如果你去了公爵府，我们就不能像现在这样每天一起玩了，对吧？”埃德加低声回应道：“大概吧。”2人并肩走在喷泉池旁，一个尖锐的声音突然在不远处响起：“哦，是你！”埃德加和莉莉安娜猛地一颤，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了一跳。2人齐齐转过头去，莉莉安娜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海伦正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双手叉腰，眉头紧锁，一副要找人算账的架势。“等一下，你就是那个，就是他！”海伦指着莉莉安娜大声喊道：“那个会吃人的怪物！”在阳光明媚的庭院中，几名孩子正对峙着。海伦和同伴们拦住了去路。埃德加大声喊道：“别挡我们的路，快让开！”埃德加，你为什么要和那个野蛮人一起玩？他很危险。埃德加冷哼一声回应道：“他一点也不危险，别再说这些废话了，快从我们面前消失！”海伦气愤地反驳道：“我听说他上次还想吃掉克里斯，快跟我们走，免得他把你也吃掉。”莉莉安娜听到这话，猛地一颤，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莉莉安娜低着头，周身散发出愤怒的气息：“想让我给你们看一个我非常可怕的朋友吗？”海伦被这突如其来的气势吓到了。可怕的朋友？莉莉安娜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攥紧了拳头。向奥利弗打个招呼吧。她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如果你们不想知道奥利弗到底有多强，最好现在就给我停下。海伦和同伴们被吓得缩成一团。莉莉安娜咬牙切齿地继续说道：“我为什么要吃掉埃德加？要吃也是先吃掉你们这些坏心眼的家伙。”埃德加在一旁无奈地叹了口气：“你们真的相信他会吃人吗？真是群小屁孩！不是的，我从来没相信过那种事。”其他同伴也赶紧附和道：“没错，我们只是假装相信而已。奇怪的人明明是海伦。”海伦委屈地辩解道：“
可是我奶奶就是这么说的，她说特罗瓦齐亚人会吃人。莉莉安娜听着这些荒唐的话，无奈的摇了摇头。虽然你长得比我高，我还以为你比我大呢，结果你还是个小屁孩啊！原来你还是那种会相信圣诞老人钻烟囱送礼物的小鬼啊！实话告诉你吧，其实不是钻烟囱，他是带着红鼻子驯鹿从窗户爬进来送礼物的。埃德加走上前，一把抓住了莉莉安娜的手。我们走吧，要是继续和这群白痴待在一起，我们也会变蠢的。海伦在身后气得直跺脚。等等，你刚才叫我们什么？海伦猛地冲到埃德加面前，拦住他，有种你再当面说一遍。埃德加停下脚步，脸上露出一抹戏谑的笑容。好啊，如果不叫你们白痴，难道要叫你们胆小鬼吗？上次逃跑的人明明就是你。海伦的脸瞬间长得通红，他咬牙切齿地瞪着埃德加。你竟敢！海伦猛地伸出手，狠狠地推向埃德加。埃德加猝不及防，身体失去平衡向后踉跄。莉莉安娜的脸色瞬间阴沉到了极点。你竟敢！还没等海伦反应过来，莉莉安娜已经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竟敢碰我的朋友！埃德加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莉莉安娜显得有些脱力，她疲惫地垂下头，大口喘着粗气。雷吉娜急忙跑过来：莉莉，天哪，你还好吗？你的头发怎么了？有人欺负你了吗？莉莉安娜低着头，小声回应道：不，我没事。埃德加大声反驳道：你倒是没事，但我可惨了，我的脸现在火辣辣的疼。莉莉安娜有些心虚地看向别处，谁让你非要插手的？那本来是我和奥利弗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埃德加气得咬牙切齿，嘲讽道：得了吧，你根本就不会打架，要不是我帮你，你肯定又要晕过去了。雷吉娜看着这两个争吵不休的孩子，忧心忡忡地捂住嘴。莉莉安娜不服气地反驳道：才不是，你见过我打架吗？我其实很厉害的。埃德加嗤笑一声：拜托，你的拳头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雷吉娜看着他们互相拌嘴，无奈地叹了口气。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帝国，这些还不懂头衔意义的孩子们根本不在乎埃德加的身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次冲突。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清脆的脚步声。雷吉娜，贝尔吉奥小姐。雷吉娜听到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惊讶地转过头去。请问您是？对方微微颔首。我是索菲亚，埃尔德里奇侯爵夫人，海伦的母亲。刚才你的妹妹和海伦发生了冲突，还有埃德加也牵扯其中。请问你有时间谈谈吗？两人移步至宽敞的会客室，索菲亚坐在沙发上，神色略显局促地解释道：我刚才正准备去接女儿，恰好撞见了那场骚乱，于是便上前拉开了孩子们。她微微低下头，语气中带着一丝歉意。在那个过程中，我不止责备了海伦，也对埃德加和莉莉安娜说了些重话。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的用意。雷吉娜听完这番话，有些意外地回应道：哦。索菲亚看着眼前的两人，有些迟疑地问道：你们两位还好吗？会客室内的气氛陷入了尴尬的沉默。雷吉娜与利奥波特并肩坐在长椅上，两人显得有些局促。雷吉娜率先打破沉默，回应道：是的。利奥波特也紧跟着说道：一切都好。雷吉娜有些担忧地看向索菲亚，问道：您的女儿还好吗？希望她没有伤得太重。索菲亚轻轻摇头说道：她没事，我更担心那位小领主的脸会留下伤疤。利奥波特听到这话，略显局促地回应：小孩子都是在打闹中长大的，请不必为此担心。索菲亚露出了一丝宽慰的笑容，说道：谢谢您的慷慨大度，雷吉娜小姐。我本该对女儿倾注更多关注，但我一直忙于公务，只能将她托付给祖父母照顾。她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自责。正因如此，她被那些错误的流言蜚语误导了，最终伤害了你的妹妹。我会确保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道歉。雷吉娜微微点头回应道：是的，那样最好。谢谢您，夫人。索菲亚离开后，宽敞的房间内只剩下雷吉娜与利奥波特，两人并肩坐着，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利奥波特率先打破了寂静：我很抱歉，因为大人们不够细心，让莉莉安娜遭受了这些委屈。雷吉娜急忙摆手回应道：哦，请千万不要道歉，这不是你的错。利奥波特，刚才看到埃德加的时候，他的脸上满是淤青和抓痕，我更担心他的伤势。利奥波特温柔地笑了笑：没关系的，他是个勇敢的孩子。他注视着雷吉娜，心中泛起一阵涟漪。他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更加纤弱，眉宇间透着淡淡的忧伤。人类天生就是卑劣的，虽然我曾希望他因为我而感到痛苦，但与此同时，我内心深处却又渴望着，无论发生什么，他都能获得幸福。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冲动，想要跪在他的面前，哀求他重新接纳自己。利奥波特猛地攥紧了拳头：不，这绝不可以。利奥波特低声说道：那么我就先带埃德加回去了。雷吉娜抬起头看着他，眼神中透着一丝复杂的情绪。爱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情感，不应该为了这种暂时的悸动去打扰他。雷吉娜轻声回应道：好的，再见，只要再坚持一下，等到这种感觉消散就好了。与此同时，在皇宫的另一处，冰冷的质问声在空旷的大厅内回荡。作为帝国的皇后，不信奉国教是绝对无法想象的事情。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皈依国教，要么滚回特罗瓦齐亚。阿利切闭上双眼，语气平静地说道：我会皈依。大厅内顿时响起一阵嘈杂的窃窃私语，贵族们面面相觑，竟然这么容易就妥协了。一名年长的贵族清了清嗓子：你与陛下将来若有了孩子，必须远离特罗瓦齐亚的文化，抚养长大。关于这一点，你也能向我们保证吗？阿利切没有丝毫迟疑：是的，
我保证。提问的贵族被冷汗直流，这和预想的完全不一样。阿力切在心中发出一声长叹，比起应付这些老狐狸，对付海盗和侵略者反而更轻松。至少那些人如果不听话，可以直接动用武力让他们屈服。但他很清楚，一旦自己动手，这就会演变成两国之间的外交冲突。特罗瓦齐亚人虽然称呼不同，但信奉的其实是同一位神灵，没必要在这种时候反驳他们，给这些爱挑刺的人留下把柄。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阿力切心中冷笑，反正接下来的10年里，他只需要维持这种表面的顺从就够了。更何况他和马里乌斯根本没有生孩子的计划，他们之间不过是名义上的政治伴侣而已。一名年长的贵族俯下身，目光锐利地盯着阿力切问道：“你打算如何证明你的承诺？”阿力切靠在椅背上，神情冷淡地反问道：“你想让我怎么证明？”那名贵族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很简单。”他死死盯着阿力切的眼睛，立下灵魂誓约吧。用那个誓约来约束你的天赋，宣誓你将永远只为了帝国的利益而使用它。弗朗索瓦翻动着手中的文件，纸张发出清脆的声响。他看向坐在办公桌后的男人，问道：“你就打算这样放任不管吗？虽然只是政治联姻，但他毕竟还是你的未婚妻。”马里乌斯坐在桌前，封印他的天赋是正确的做法。拥有那种强大力量的人留在皇宫里，至少需要这种程度的限制。弗朗索瓦发出一声感叹：“哇，所以想要当皇帝就必须这么冷酷无情吗？不过……我想你一直都是这样的人，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一个契约妻子对你来说确实不算什么。”马里乌斯轻笑一声，按住了手中的文件。“是你把丽贝卡关进了塔里，甚至还把年幼的莉莉安娜也拽进去当人质。你真的有资格指责我吗？”弗朗索瓦沉默下来，眼神中透出一丝忧郁。“你还在为当年的事情生气吗？”弗朗索瓦耸了耸肩说道：“没错，我确实去的老打算杀掉埃德加，但最后我并没有动手。”马里乌斯坐在办公桌后问道：“你是认真的吗？你让一个15岁的孩子去救莉莉安娜，甚至还逼她吞下毒药？”弗朗索瓦笑了起来，回应道：“我那么做只是为了防止她逃跑，况且那并不是真正的毒药。埃德加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才去救了她。”弗朗索瓦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发出哒哒的声响。“而且你也没什么不同，不然的话，为什么一个年仅15岁的男孩会试图阻止他自己的家人？”“是啊，当年的我在埃德加眼里一定像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因为那所谓的爱情魔药把我变成了一个十足的蠢货。”哈！弗朗索瓦突然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弗朗索瓦大笑起来。时间倒流已经过了4个多月，你居然还认为他背叛了你？马里乌斯愣在原地，一时间竟无法反驳，简直不敢相信他竟然到现在还没发现真相吗？弗朗索瓦发出一声冷笑，难道他真的以为埃德加会毫无理由地向他发起挑战？15岁的埃德加虽然正经历着青涩的初恋，但他同时也是在皇宫里长大的聪明贵族。那样的孩子绝不会仅仅为了爱情就赌上性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拖住你的脚步。在遇见雷吉娜之后，利奥波特终于意识到，他曾经对丽贝卡产生的那种感情，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在那一瞬间，迷药的效果彻底崩塌。但雷吉娜正是他所攻击的那个国家的子民，在无法挽回的绝望与罪恶感中，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埃德加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不想让自己唯一的哥哥也陷入同样的疯狂，甚至不惜哀求我和他一起终结这一切。弗朗索瓦看着马里乌斯说道：“没错，他当时是多么拼命的想要救你。可悲的是，这位所谓的铁血皇帝直到现在还无法理解他。也许是因为从小就生活在背叛之中，才让他丧失了看清真相的能力。”弗朗索瓦突然换了一副轻快的表情。“算了，我才不在乎呢。在他自己想明白之前，我一个字都不会多说。真好奇他什么时候才能发现真相。”阳光洒在宏伟的宫殿建筑群上，花园里的绿植生机盎然。“天啊！”侍女们围在他身边赞叹道：“莉莉安娜小姐，您真是太可爱了。”莉莉安娜提着华丽的裙摆转了个圈，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嘿嘿，这简直就像童话里的公主穿的衣服一样。”在即将举行的阿力切与马里乌斯的婚礼上，莉莉安娜和埃德加被委任为花童。原本还有其他贵族家的孩子要参加，但因为那些小家伙不久前刚找过麻烦，最后只有他们2个被选中了。真是活该，谁让他们非要挑起事端呢？莉莉安娜在试衣镜前兴奋地转着圈，侍女在一旁拍手赞叹：“蝴蝶结真是太可爱了。”莉莉安娜低头抚摸着华丽的裙摆，虽然裙子很漂亮，但想到要在阿力切结婚那天穿上它，心里就有一点点难过。阿力切真的要结婚了呀？他垂下头，神情变得有些落寞。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细微的交谈声，关于这场皇室婚礼的传闻。他疑惑地看向紧闭的大门，外面是什么声音？我听说了一个传闻，阿力切大人的天赋将会受到限制。莉莉安娜猛地一颤，整个人僵在原地，身边的侍女也露出了惊恐的神色。“你觉得这是真的吗？”门外的声音继续飘进屋内，莉莉安娜愣在原地。“什么？”门外的走廊里，几名侍女抱着洗好的衣物匆匆走过。“听说议会一直在施压，看来这件事是真的要发生了。”“嘘，莉莉安娜小姐就在里面，说话小心点。你难道想落得和那个园丁一样的下场吗？他们要限制阿力切的天赋，可是为什么？如果是雷吉娜那种难以掌控的力量被限制，或许还能理解，但阿力切不同，他运用天赋就像呼吸一样自然，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限制一个这样的人使用天赋，简直就像是告诉一个口渴的人不准用嘴喝水一样残忍。”咔嗒一声，房门被推开了。为什么阿力切要嫁给马里乌斯那样的人？阿力切温柔地
微笑着说道：“莉莉，这件裙子真漂亮，你看起来就像个小公主。”虽然马里乌斯英俊富有，拥有一切，但阿丽切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莉莉安娜的眼眶湿润了，泪水在眼底打转，她猛地扑进阿丽切怀里，大声哭喊道：“阿丽切！”阿丽切被这突如其来的拥抱弄得有些不知所措。怎么了？莉莉安娜埋头在阿丽切怀里抽泣。就算自己大喊着反对这桩婚事，阿丽切也不会听进去的。我该怎么办？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阿丽切抬起头，门外传来侍从的声音：“阿丽切大人，陛下驾到了。”莉莉安娜猛地倒吸一口凉气。阿丽切轻声回应道：“请他进来。”她心里却在暗自抱怨，偏偏是这个时候，她真是一点都不会挑时间。不行，得先顾好埃德加才行。房门应声而开，马里乌斯迈步走进房间，发出一声轻疑：“我不知道莉莉也在这里。还有你，埃德加，最近过得怎么样？”莉莉安娜满脸怒火，整个人像是要烧起来一样，咬牙切齿地盯着马里乌斯。埃德加被他的气势吓了一跳，他这是怎么了？向您问好，陛下。马里乌斯看着自己的弟弟说道：“埃德加，我不是说过私下里不需要这些繁文缛节吗？”埃德加摇了摇头，转过身去：“不，在您是我的哥哥之前，您首先是帝国的皇帝。”马里乌斯脸上的笑意僵住了，有些尴尬的看着眼前的弟弟。阿丽切沉默的注视着这一幕。那么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马里乌斯立刻换上一副轻松的表情。哦，也没什么，我只是想来看看婚礼的筹备进展是否顺利。看到我亲爱的小姨子和埃德加都穿上了礼服，我觉得时间安排的刚刚好。马里乌斯单膝跪地：“埃德加、莉莉，你们两个能胜任婚礼上的角色，对吧？”莉莉安娜更是气得满脸通红，腮帮子鼓得像个包子。马里乌斯，你这个混蛋！莉莉安娜猛地踏前一步，指着马里乌斯大声喊道：“不准给埃德加压力！”马里乌斯愣住了，你不仅想要限制阿丽切的天赋，竟然还想来找埃德加的麻烦。你根本不需要告诉埃德加该做什么，他本来就什么都做得很好。他越说越激动，甚至开始列举起来。他跑得比我快，而且连菠菜都会乖乖吃下去，从来不抱怨。埃德加站在一旁，听得满脸通红，整个人都呆住了。莉莉安娜深吸一口气，猛地伸出手指，直直地指向马里乌斯的鼻尖。还有，我现在还不是你的小姨子，你最好叫我莉莉安娜，听明白了吗？马里乌斯，从现在起你不许再叫我矮冬瓜，也不许再取笑我，还有不要因为提防我和我的姐妹们，就试图限制阿丽切的天赋。最重要的一点，不许再让埃德加的日子难过，否则的话……他猛地伸出手指向前一指，摆出一副神气的模样。你未来的小姨子，我绝对不会原谅你。嚯，真是聪明过头了，而且帅呆了。马里乌斯看着眼前这个小女孩，脸上浮现出一丝玩味的笑意。莉莉安娜，你真的很喜欢埃德加，对吧？马里乌斯蹲下身子，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头。莉莉安娜一把抱住身边的埃德加，那是当然，埃德加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部下，所以我永远站在埃德加这一边。被搂在怀里的埃德加瞬间涨红了脸，局促地站在原地。埃德加低垂着头，阿丽切小姐，我去换件衣服，先告辞了。阿丽切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回应道：“哎呀，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再多待一会儿的，我有点累了，再见。”莉莉安娜看着埃德加飞快地跑开，惊讶地喊道：“哎，埃德加！”他转过头，气鼓鼓地盯着马里乌斯说道：“大叔埃德加被你气跑了。”莉莉，我告诉过你不要对长辈这么没礼貌。他看着莉莉安娜问道：“黑小鬼。”莉莉安娜疑惑地应了一声：“嗯。”马里乌斯继续问道：“你有空的时候为什么不来陪我玩呢？我很想和你还有埃德加成为朋友，大家一起相处。”莉莉安娜撇过头去，一脸嫌弃地嘟囔着：“不知道大叔，我并不是很想和你一起玩。”马里乌斯不以为意地抛出诱饵：“如果你能在游戏中赢过我，我就送你一份礼物。”莉莉安娜的耳朵动了动，瞬间来了精神。莉莉安娜斜过眼看向他问道：“什么礼物？”马里乌斯故作神秘地回应道：“现在就告诉你，那可就没意思了。不过那绝对是一个巨大、有趣且令人惊叹的礼物，你可以期待一下。”莉莉安娜的脸颊泛起红晕，巨大、有趣又惊人的礼物，天哪，我真的好想知道。但是如果和马里乌斯一起玩，不就等于是背叛了埃德加吗？我不能就这么屈服。阿丽切看穿了他的动摇，好好想想吧，莉莉，既然陛下都说是巨大又惊人的礼物，那肯定是非同寻常的东西，你难道一点都不好奇吗？他猛地转过身，语无伦次地喊道：“你说的对，不，我是说我一点都不想知道。虽然我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好奇，比起礼物，我其实更想要一个愿望。”马里乌斯微笑着回应道：“你可以两个都要，我会满足你任何要求。我可不是因为想知道礼物是什么才答应的，绝对不是。”莉莉安娜一边欢快地跑开，一边喊道：“好吧，既然是你求我陪你玩的，我去问问埃德加。再见。”她换上了一身轻便的衣服，在走廊里蹦蹦跳跳地穿行。礼物，礼物！如果我告诉埃德加，他也能得到礼物，也许他就不会那么生气了。虽然刚才还觉得这是背叛，但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穿过长长的回廊，终于在前方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在那儿，他正和利奥波特在一起。莉莉安娜正要挥手打招呼，却听到了利奥波特低沉的声音：“埃德加，我想过了，最好的安排就是让你留在公爵府邸。”莉莉安娜猛地停住脚步，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埃德加低着头：“我不想去公爵府，我想留在这里。”利奥波特低头看着他：“你更喜欢皇宫吗？在这里难道不觉得寂寞吗？”埃德加沉默了一会儿，轻声回应道：“寂寞。”利奥波特叹了口气说道：“那就跟我回家吧，明天我会让人帮你收拾行李。”
利奥，无论去哪里，我都会感到寂寞。我没有父母，对哥哥们来说也是个累赘。利奥波特急切地打断道：“埃德加，你怎么会这么想？”埃德加猛地抬起头，大声喊道：“你总是那么忙，马里乌斯甚至根本就不喜欢我。”利奥波特愣住了，一时间竟无言以对。埃德加紧紧抓着胸口的衣服：“如果不是因为你们对我母亲许下的誓言，你们根本不会收留我。说实话吧，利奥，我知道你也觉得我是个麻烦。”利奥波特蹲下身子，双手用力握住埃德加的双肩。“不，埃德加，我从来没有觉得你是麻烦。你是我的弟弟，什么样的哥哥会觉得自己的亲弟弟是累赘呢？”埃德加沉默地低下头。过了一会儿，埃德加轻声呢喃道：“但是这里还有莉莉安娜，还有阿丽切小姐，所以我觉得没那么寂寞了。”躲在墙角偷听的莉莉安娜怔住了，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埃德加低声说道：“如果我觉得还是一个人待着更好，我会回公爵领地的。对不起，利奥。”莉莉安娜蜷缩在巨大的石柱后，埃德加伤得那么深，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跟他提马里乌斯的邀请呢？他把脸埋进膝盖，感到无比懊悔。刚才还兴高采烈想告诉他的我，真是太蠢了。可是我也不能违背和马里乌斯的约定。莉莉安娜抬起头看向天空，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就是为什么许下诺言时必须慎之又慎。马里乌斯站在庭院中央，看着如约而至的莉莉安娜：“你应该知道领地争夺战的规则吧？”莉莉安娜双手抱胸，理直气壮的大声回应道：“不知道。”马里乌斯显得有些惊讶：“什么？你以前从来没玩过这个游戏吗？这可是非常有意思的，你怎么会没试过呢？”莉莉安耐气呼呼地反驳道：“我还是个孩子，这世上多的是我没玩过的游戏。”也是那倒说得通，毕竟你还是个小宝宝呢。马克思推了推眼镜，他真的打算这么干吗？莉莉安娜被激起了斗志，攥紧拳头吼道：“少废话，快开始游戏！”马里乌斯愉快地答应道：“没问题。既然已经答应了，后悔也没用。虽然埃德加不在，但我一个人也能应付他。既然赌注是一个愿望，我就必须赢下这场比赛。我要彻底击败马里乌斯，让他为之前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马里乌斯指着脚下的地面说道：“听好了，小鬼，这里是我的领地，那是你的，这边是我的。”他挥动着木棍解释规则：“如果你赢了剪刀石头布，就可以向外画圈来扩张领地。”莉莉安娜握着比自己还高的木棍，一脸嫌弃地回应道：“哈，这游戏听起来一点意思都没有，只是不停地画圈扩张而已吗？”马里乌斯大笑起来：“你也可以画圈来抢夺对手的土地，如果你能占领我所有的领地，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莉莉安娜歪着头问道：“那如果你占领了我的领地，我也得满足你的愿望吗？”马里乌斯猛地一挥木棍：“没错，你必须承认你未来的姐夫英俊潇洒，并且大声喊3遍：我未来的姐夫真帅。”莉莉安娜听完厌恶地心想：“我讨厌那个。”她忍不住吐槽道：“那到底是什么鬼愿望啊？”马里乌斯坏笑着喊道：“游戏已经开始了，小鬼，剪刀石头布。”莉莉安娜慌乱中伸出手，不，阳光洒在开满白花的草地上，几只蝴蝶在花丛间轻盈地扇动翅膀，飞向远方。莉莉安娜在出生6年后，终于领悟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理。不，又是不。在过去的24场对决中，莉莉安娜凭借着惊人的运气彻底统治了赛场，而马里乌斯仅仅赢了6次，绝不超过这个数字。然而他快要赢了，就因为他的手臂比我长。马里乌斯只需轻轻一划就能覆盖大片土地，而莉莉安娜即便赢了猜拳，那短小的手臂也只能在脚边画出一个可怜的小圈，这根本不公平了。如果我的手臂能再长那么一点点就好了。我真的很想赢，想替埃德加报仇，可这双短手让我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我该怎么办才好？就在这时，一阵沉稳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利奥波特出现在庭院边缘。马里乌斯，你在干什么？莉莉安娜猛地抬起头，我找到救星了。她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扯开嗓子大声喊道：“利奥先生！”利奥波特抱着一叠厚厚的文件，转头看向一旁的马里乌斯。利奥波特咬着牙问道：“你真的那么渴望赢过一个孩子吗？”马里乌斯轻笑一声回应道：“竞争的世界就是这么冷酷无情。”莉莉安娜在一旁大声抗议道：“不，我还是个孩子啊，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冷酷？我的胳膊还这么小。”你太小气了，莉莉安娜在后面附和道。没错，她真的很小气。利奥波特继续控诉道，而且还很差劲。莉莉安娜笑着点头，说得对。莉莉安娜一头扎进利奥波特的怀里，紧紧抱住了他的腿。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对吧？利奥波特毫不犹豫地回应道。当然是。莉莉安娜露出一抹狡黠的笑容，这就是我的机会。他转头看向一脸错愕的马里乌斯，看到了吗？我要让利奥先生当我的代表。马里乌斯震惊地喊道。什么？从现在起由利奥先生代替我来划线。利奥波特单手抱着莉莉安娜，另一只手接过长棍，在空中挥动，出破空声。听起来不错，莉莉安娜，我会为你夺走马里乌斯所有的领地，毕竟我的手臂比他长得多。马里乌斯难以置信地质问道：“利奥，难道我们的友谊对你来说一文不值吗？”马克思抱着文件走在长廊上，这就是你的报应。利奥波特不依不饶地大喊：“闭嘴！如果你不是皇帝，我真想揍你一顿。”他缓缓攥紧拳头，发出一阵骨节作响的声音。那么，我要开始了。马里乌斯瘫倒在地上，双手撑着沙地，整个人陷入了巨大的挫败感中。莉莉安娜兴奋地欢呼道：“万岁！我最喜欢利奥先生了，全世界最喜欢！”在经历了10轮较量后，马里乌斯彻底败下阵来。马里乌斯跪在地上，满脸委屈地嘟囔道：“可是明明是我在陪你玩啊，你怎么能更喜欢利奥呢？”
利奥波特斜眼看着他，发出一连串嫌弃的啧啧声。你是小孩子吗？这种事有什么好嫉妒的？莉莉安娜从利奥波特怀里跳下来，双脚轻快地落在地上。你承认是我赢了吗？马里乌斯无奈地回应道。好吧，是你赢了。他忍不住捂住嘴偷笑，肩膀剧烈地颤抖着。莉莉安娜看着他这副模样，心中暗自嘀咕：为什么他在我面前总是表现得这么幼稚？到底有什么好笑的？他转过身，双手叉腰说道：既然如此，我现在要告诉你我的愿望了。马里乌斯收起笑意问道：是什么？你有想要的东西吗？也许是一个娃娃屋，或者一只小狗，只要是你想要的都可以。莉莉安娜的耳朵微微一动，娃娃屋、小狗，她光是想象这些画面就感到无比幸福，忍不住捂住嘴发出一声惊叹。不行，再这样下去，我可能会不加思索的随口说出一个愿望。马里乌斯摸着下巴提议道：一个秘密的树屋基的，听起来也不错。莉莉安娜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哇，那听起来太棒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这些话就已经脱口而出了。马里乌斯笑着问道：真的吗？那这就是你的愿望？莉莉安娜猛地一惊，整个人僵在原地。她拼命拍打着自己的脸颊，大喊道：不行，我不能把愿望浪费在那上面。利奥波特半蹲在莉莉安娜身边，看来他已经决定好要提什么了。马里乌斯无奈地应了一声：是啊。莉莉安娜支支吾吾地开口道：那个，你真的会实现我提出的任何愿望，对吧？马里乌斯收敛了轻浮的神色。那当然，我是皇帝，我可以给你任何东西。莉莉安娜低下头，手指局促地抓着裙摆，双脚不安地在沙地上轻轻踢动。她紧紧闭上双眼，像是下定了极大的决心。那么，请不要对阿丽切的天赋施加任何限制。马里乌斯愣住了，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对于拥有天赋的人来说，那种力量就像是与生俱来的第三只手臂，正如孩童自然而然学会走路一样，他们无需努力就能自如地运用天赋。因此，对这种力量施加限制，无异于废掉一个健康人的脚踝。天赋越是强大，使用越是频繁，对限制的排斥就越剧烈。而阿丽切的天赋，即便在特罗瓦扎也被公认为最强之一。他曾操纵如冬日寒风般凛冽的冰雪风暴，包裹着海防舰破浪前行，瞬间就能抵达任何海盗或入侵者出没的特罗瓦扎海域。阿丽切只需一个手势，就能瞬间粉碎敌方的船只，甚至无需与敌人短兵相接。每当阿丽切回到陆地，他都会被当作国家的英雄来庆祝。他正一步步接近那个他一直渴望成为的人，他的母亲。冰雪风暴无疑是阿丽切的骄傲，正是通过他，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自豪与热情。莉莉安娜低着头，说实话，我并不希望阿丽切结婚，但雷吉娜说我必须尊重她的决定。虽然我不太明白尊重到底是什么意思，请让我的姐姐继续使用她的天赋好吗？马里乌斯沉默地看着他，眼神中透出一丝复杂的情绪。就这样吗？莉莉安娜猛地一颤。马里乌斯看着莉莉安娜，脸上渐渐浮现出温柔的笑意。你这个小调皮鬼，既然是个孩子，就该表现得像个孩子一样，去许愿要个糖果屋之类的东西啊！你的愿望实在太谦虚了，你不觉得吗，利奥波特？利奥波特点头回应道：是的，确实非常谦虚。马里乌斯笑着说道：好吧，我会考虑你的愿望。不过，难道你一点都不好奇我为你准备的礼物吗？马里乌斯突然直起身子。马克思，你检查过我未来的小姨子刚刚征服的那片土地了吗？马克思立刻仰头大声回应道：哦，是的，陛下。马里乌斯挥了挥手下令道：太好了，在那片土地上建一个游乐场吧，秋千、跷板、滑梯，确保里面什么都有，明白了吗？莉莉安娜倒吸一口冷气，整个人僵在原地。马克思大声回应道：遵命，陛下，我这就去联系建筑师。莉莉安娜满脸震惊，等等什么？这难道意味着我成功了？夕阳染红了整片天空，成群的飞鸟掠过晚霞，余晖洒在宏伟的宫殿建筑群上。马克思提起精致的茶壶，将茶水缓缓注入杯中。他比外面的大多数成年人都要优秀。我本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小鬼，但他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是的，这种孩子到底是怎么存在的？换做任何一个普通小孩，肯定都会哭着闹着要一座糖果城堡吧？马克思推了推眼镜，有些迟疑地问道：您真的打算实现他的愿望吗？马里乌斯端起茶杯，神情悠然地回应道：我承诺过了，不是吗？大人不该对孩子撒谎。马克思微微皱眉，低声提醒道：但是马里乌斯翻阅着手中的文件，我们只需要制定一些合理的条件，既能进行必要的限制，又能让阿丽切舒适地使用她的天赋。玩弄文字游戏不正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吗？马克思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会去跟进这件事的。马里乌斯放下茶杯，埃德加怎么样了？马克思神色轻松了一些，小少爷还是老样子，他在学习上投入的精力和他在玩耍时一样多。马里乌斯靠在椅背上，我知道了，很高兴他过得不错，只要我不去打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会继续保持这样的距离。这种事又发生了，就在几个月前，马里乌斯还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疼爱埃德加，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可现在他却突然变得如此疏远，冷漠得像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转变如此之快。陛下，您意识到了吗？您越是这样冷淡，越是这样推开他，结果只会是您和埃德加最终都会变得遍体鳞伤。宏伟的教堂在晴空下静静伫立，莉莉安娜紧紧攥着手中的花束，她不断的深呼吸，试图平复狂跳的心脏。埃德加转过头问道：你为什么要一直深呼吸？莉莉安娜低着头回应道：因为我太紧张了。难道你不紧张吗？埃德加。
埃德加看着前方说道：“我们只需要跟在皇帝和阿丽切小姐身后，等时机成熟就从侧面溜走。”莉莉安内的声音带着哭腔：“但如果我摔倒了怎么办？”埃德加叹了口气说道：“你担心的太多了。”莉莉安娜看着埃德加摇晃脑袋的样子，心想这家伙表现得一点也不像7岁，倒像是17岁。埃德加再次确认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对吧？”莉莉安娜愣了一下，随即握紧拳头，大声回应道：“当然，今天我要让雷吉娜和那个家伙都变成我的部下。”埃德加露出了自信的笑容：“没错，为了这一刻，我们已经筹划了整整1个月。”雷吉娜快步走向2个孩子，孩子们，时间快到了，你们准备好了吗？莉莉安娜大声回应道：“准备好了。”埃德加也点头说道：“绝不允许失败。”莉莉安娜深吸一口气，表情变得严肃而坚定。沉重的大门缓缓向2侧开启。今天正是阿丽切大婚的日子，庄严的赞美诗在教堂穹顶下回荡。莉莉安娜扫视着观礼席上的人群，有些失落的垂下眼帘。安德烈亚终究还是没来，因为安德烈亚坚决拒绝出席婚礼，最后只能由马里乌斯和阿丽切一同入场。莉莉安娜和埃德加并排走在红毯上。他真的那么讨厌我吗？还是说他已经厌倦我们所有人了？莉莉安娜突然用力抿起嘴唇，不行，这种时候我必须坚强。等过几个月我长高了，一定要写信告诉他，到时候他肯定都认不出我了。莉莉安娜的情绪瞬间高涨，整个人像是燃起了斗志。埃德加在一旁看着他，刚才还垂头丧气，现在又斗志昂扬，真是个情绪多变的家伙。雷吉娜走上前，莉莉安娜，你能应付得来吧？莉莉安娜猛地回过神，有些结巴的回应道：“啊，是的，我想大概可以吧。我好害怕，我该怎么办？”别担心，我会照顾好他的。雷吉娜松了一口气，那就拜托您了，埃德加大人。莉莉安娜，你一定可以做到的。莉莉安娜有气无力的低声说道：“谢谢。”沉稳的脚步声在礼堂内响起，教皇神情肃穆地走向祭坛。马里乌斯身着华丽的军装礼服，阿丽切披着洁白的婚纱，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前行。埃德加和莉莉安娜紧随其后。马里乌斯转过头，对着莉莉安娜俏皮地眨了眨眼。莉莉安娜立刻皱起脸，毫不客气地吐出舌头，做了个鬼脸。埃德加见状，迅速别过头去假装不认识他。随着婚礼的进行，阿丽切即将正式成为帝国的皇后。莉莉安娜望着阿丽切披着白纱的背影，心中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感觉好奇怪。在此之前，阿丽切只是她的姐姐，可从这一刻起，一切都将变得不同。如果从现在开始，我们变得疏远了，该怎么办？她停下脚步，呆呆地望着前方。不过庆幸的是，似乎并不只有莉莉安娜一个人感到这种异样的情绪。雷吉娜轻轻拍了拍莉莉安娜的肩膀：“你做得很好。”莉莉安娜抱着花束回应道：“谢谢。”教皇站在祭坛前。那么，在婚礼正式开始之前，新娘阿丽切将进行灵魂誓约。莉莉安娜猛地一颤，整个人僵在原地。什么？灵魂誓约？这和我们当初约好的不一样。教皇继续说道：“负责监督此次誓约魔法的人是现任魔塔之主弗朗索瓦侯爵。”他缓缓抬起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指尖凝聚起耀眼的光芒。现在开始，我将对阿丽切的天赋施加限制，进行灵魂誓约。炽热的火焰瞬间升腾而起。马里乌斯·冯·切梅尔霍芬，莉莉安娜浑身燃起愤怒的火焰。我发誓一定要报仇。他明明答应过我的。没错，他确实长得英俊又富有，但马里乌斯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竟然要让姐姐做到这种地步？教皇的声音在教堂内回荡。此次誓约的双方为阿丽切、贝尔基奥小姐以及上议院的成员们。至于见证人，马里乌斯微微侧过脸，眼神中透出一股冷峻。我将作为见证人。弗朗索瓦发出一声轻笑，他优雅地抬起手，打响了一个清脆的指尖，纸张在空中飞舞盘旋，最后缓缓飘落在马里乌斯和阿丽切面前。弗朗索瓦低声说道：“请最后一次确认誓约内容。”阿丽切垂下眼帘，注视着眼前的文书，纸上的字迹清晰而冰冷。阿丽切·贝尔基奥，在你就任帝国皇后之际，你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你的天赋冰雹来伤害帝国。你同意这些条款吗？阿丽切神色平静，她伸出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握住笔，在纸上落笔。是的，我同意。马里乌斯站在他身边，我也同意。紧接着异变陡生，一股强大的魔力波动如飓风般席卷了整个教堂。一名年长的贵族瞪大双眼，惊恐地喊道：“什么？”另一名年轻贵族痛苦地捂住胸口，那里正散发出刺眼的强光。这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嘈杂的议论声瞬间淹没了礼堂。弗朗索瓦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既然这份誓约已经获得了议会的批准，那么在法律上，它将被视为由当时在场的所有成员共同签署。”台下的老议员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但是马里乌斯微微侧过头，冰冷的目光如利刃般扫向台下。他嘴角带着一抹残酷的笑意，说道：“各位总不会想说，你们是在完全不知道灵魂誓约为何物的情况下被我强迫签署的吧？”老议员被这股威压震慑得哑口无言，只能颓然地低下头。莉莉安娜躲在后方，双手死死绞着怀里的花束。在那之后，婚礼现场的气氛变得异常压抑沉重。所以我心想，如果婚礼都是这样，既恐怖又压抑，我真希望剩下的2个姐姐永远和我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去结婚。晚宴大厅内灯火通明，侍者们穿梭在圆桌之间，有条不紊地摆放着精美的餐点和香槟。埃德加看到走近的身影，大声喊道：“嘿，莉莉安娜，你跑到哪里去了？怎么这么久才过来？”他拍了拍身边的座位，催促道：“快坐下吃点东西，看
我特意为你留了这份。莉莉安娜坐到椅子上，谢谢。埃德加一边往嘴里塞着食物，一边含糊不清地抱怨道：“你到底去干什么了？这么晚才出现，我还以为你不打算来了呢。”莉莉安娜咽下口中的食物，我刚才去确认阿丽切姐姐的情况了，我很担心她的心脏。谢天谢地，姐姐说一点也不疼。埃德加无奈地叹了口气，你真是对每一件小事都瞎操心。他突然压低了声音，凑到莉莉安娜耳边低语道：“先别管那个了，边吃边听我说，我已经查到他们在哪了。”莉莉安娜停下手中的叉子，谁？埃德加伸出手指向宴会厅的另一端，在宴会厅喧闹的人群之外，两道身影正坐在偏僻的角落里，就是他们就在那边，在阿丽切的房间里。艾米莉亚翻动着手中的信件，说道：“我原以为那个男人不会对灵魂誓约做任何让步，很高兴他至少站在了你这一边。”阿丽切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回应道：“他没有，他只是在找控制我的方法，他不可信。”艾米莉亚合上信件，叹了口气：“好吧，只要你们的利益一致，这就足够了。如果他的力量没有被限制，他们会一直质疑他作为皇后的权利。老实说，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轻易同意誓约，我以为你会拼命反抗。我起初确实打算反抗，但是我尽可能的配合了，因为我相信你能研制出解药。你和魔塔之主在一起不到1个月，就查明了他的病因，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信任你。艾米莉亚，我知道你为什么来到帝国，为此我感到非常抱歉，同时也心存感激。”艾米莉亚停顿了一下，我和雷吉娜现在都是成年人了，我们可以自食其力，所以你没必要保护我们。既然我们是出于自愿选择了这条路，你也不必觉得亏欠我们。艾米莉亚坐起身，伸手搭在阿丽切的肩上。所以，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哪怕要榨干弗朗索瓦灵魂里的最后一滴水，我也一定会找到治好莉莉的方法。阿丽切静静地听着，脸上露出了温柔的微笑。好吧，事实是艾米莉亚，我信任你。但如果莉莉安娜出了什么意外，我会亲手结束这一切，即便马里乌斯或者弗朗索瓦挡在我的面前。但我想我现在没必要对你说这些。大厅顶端的吊灯散发着微光，在宴会厅的一角，艾米莉亚环顾四周，问道：“莉莉在哪？”她出去了，说是和埃德加勋爵有些事情要处理。艾米莉亚听后抿了一口酒，看来他们相处的不错。之前我每次见到他们似乎都在吵架。雷吉娜笑着回应道：“他们现在也是一天要吵上10次，再和好10次。”真的吗？艾米莉亚有些意外地挑了挑眉。不过我很高兴他交到了朋友。嘿，那边那个家伙一直在盯着你看，看来他对你很有兴趣。艾米莉亚凑到雷吉娜耳边，轻声叮嘱：“10点钟方向，别表现得太明显。等会儿他邀请你跳舞的时候，记得答应他。”什么？我们就不能去别的地方吗？就我们2个？还没等他说完，男人已经迈步走了过来。男人微微躬身，脸上挂着热情的笑容，说道：“我知道在没有正式引荐的情况下搭话很失礼，但请原谅我的冒昧，您实在是太美丽了。”他直起身子，自我介绍道：“我叫汉斯·奥维奇。”雷吉娜沉默了片刻，有些局促地回应道：“我是雷吉娜·贝尔基奥。”汉斯夸张地赞叹道：“欧连您的名字都如此动人，不知我是否有幸能请您跳一支舞？”身旁的艾米莉亚猛地推了他一把：“他当然愿意。雷吉娜，你刚才不是还说想跳舞吗？”雷吉娜被推的一个踉跄，心中暗自恼火，这家伙根本没问过我的意见。汉斯顺势伸出手，礼貌地邀请道：“那么我们可以开始了吗，雷吉娜小姐？”雷吉娜看着那只伸向自己的手，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无奈地叹了口气：“好吧。”两人步入舞池，在华丽的吊灯下，随着音乐起舞。汉斯看着怀中的雷吉娜，心中暗自得意，这简直太容易了，真不敢相信，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赚到了30枚金币。在婚礼招待会开始前，汉斯曾与人打赌，要赢得这位来自特罗瓦扎的皇后妹妹的青睐。虽然我没有弗朗索瓦那么英俊，但我看起来还算体面，家族地位也正合适，不会成为他们的负担。同伴听后大笑起来，自称体面，看来你很有自信啊。汉斯抿了一口酒，继续说道：“况且我听说特罗瓦扎的人在感情上很开放，就算约会几次后分手，也不会有人说什么。更重要的是，她是皇后的妹妹，如果进展顺利，对我大有裨益。”同伴指了指不远处，问道：“那她旁边的那位呢？艾米莉亚还是叫什么来着？”汉斯摇了摇头说道：“不，她是魔塔之主的助手，肯定精通魔法。如果我贸然接近她，可能会惹上大麻烦。你说的对，那她呢？”汉斯看向雷吉娜：“没错，我想就是她了。她长得很漂亮，调情起来应该会很有趣。她确实美得让人心动。如果她不是特罗瓦扎人，我甚至真的想追求她。作为男爵领地的继承人，我绝不可能向一个毫无地位的岛国女人许下婚姻承诺。反正他们那种人习惯了自由恋爱和随性分手，我只需要享受当下的乐趣，随时都可以抽身。就算以后出了什么问题，我也大可以推说是文化差异。”汉斯脸上挂着完美的微笑，问道：“您愿意再陪我跳下一支舞吗？”雷吉娜微笑着问道：“那是个什么样的赌约？”汉斯愣住了，抱歉，您在说什么？雷吉娜依旧保持着灿烂的笑容：“你拿我当赌注，是为了钱还是别的什么？”汉斯的脸色变得惨白，冷汗顺着鬓角流下。雷吉娜发出一声轻笑：“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本想就这样放过你。”他伸出手指，尖轻轻划过汉斯的衣襟，他猛地揪住他的衣领，将他整个人拉向自己。雷吉娜凑到他耳边，低声说道：“我不像阿丽切或者艾米莉亚，当我生气的时候，我可一点都不在乎什么体面。如果你再敢耍这种花招，你和我都会彻底完蛋。听明白了吗？”汉斯被吓得面无人色。雷吉娜松开手，踩着高跟鞋，头也不回地离开。清脆的脚步声在大厅里回荡。他是怎么知道的？他到底
是怎么知道那个赌约的？天哪，他到底是怎么发现我们的赌局的？汉斯痛苦的捂住脸，发出一声闷哼。你们根本想象不到他刚才对我说了什么。算了，就算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会相信的。不管怎样，你输了，你欠我们每人30枚金币。汉斯垂头丧气地叹了口气，沉重的脚步声却在身后停了下来。利奥波特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们身后。我刚才是不是听到你拿来自特罗瓦扎的国兵当成赌注了？他们缓缓转过头，看向那个如阴云般笼罩在身后的男人。汉斯结结巴巴地开口道：“公爵大人。”汉斯在利奥波特面前踉跄后退。“您，公爵大人，我们只是……”利奥波特没有听他辩解，猛地伸出手，一把揪住了汉斯的衣领。这家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他看起来根本就没怎么用力。利奥波特猛地一拽，将汉斯整个人提到了面前。就从汉斯男爵开始，我会向你们的家族发出警告，因为你们竟敢做出这种冒犯的行为。如果不想受伤，就立刻离开。汉斯和同伴们发出一声惊叫，被利奥波特的威压下的魂飞魄散。他们不敢再多留片刻，连滚带爬的逃离了现场。利奥波特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他转过身，目光投向远处的走廊。在2楼的露台边缘，雷吉娜正静静地凭栏而立，目光悠远地望着远方。利奥波特迈着沉稳的步伐走近。“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雷吉娜猛地转过身看向来人。“利奥波特大人。”夕阳将天空染成了瑰丽的橘红色，余晖洒在露台之上。利奥波特环顾四周，问道：“艾米莉亚小姐在哪里？”雷吉娜转头看向远方，回应道：“艾米莉亚正和魔塔的同事们跳舞，我想出来透透气。”利奥波特沉默了片刻，随后低声提醒道：“最好离汉斯远一点，他是个粗鲁无礼的人。”雷吉娜听后微微一愣，有些惊讶地看向利奥波特，他脸上泛起明显的红晕。难道他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刚才也警告过他了。利奥波特惊讶地抬起头问道：“您警告过他了？”他有些无奈地垂下肩膀，他刚才正和朋友们一起嘲笑我。你也知道，帝国公民总是倾向于看不起特罗瓦扎人。艾米莉亚对这些事情一窍不通，她满脑子只有研究，所以刚才还把我推向他那边，真是让人头疼。如果是别人知道了，倒也无所谓，但我真的不希望利奥波特看到我被汉斯纠缠的样子。这不是你需要担心的事情。利奥波特有些急切地反驳道：“但我怎么能不担心？这件事牵扯到了你，我只是想帮忙，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所以请你不要插手我的事。”利奥波特愣住了，他发出一声轻不可闻的叹息：“即便你不需要我，雷吉娜小姐，但我需要你，我喜欢你，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做事不管。”雷吉娜彻底僵在了原地，大脑一片空白。利奥波特继续说道：“我思考了很久，关于一个人喜欢上另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仅仅是因为外貌而一见钟情，那我理应迷恋上你的妹妹艾米莉亚，毕竟她长得和你很像。但我脑海中浮现的始终只有你。或许是被你开朗阳光的性格所吸引，又或许是因为我无比珍惜我们共同欢笑的那些时刻，那些点滴让我的感情愈发深沉。可以肯定的是，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已经爱上你了。我就像被刻上了你的印记，既无法抹去，也无法忘记你。这种感情强烈到让我觉得去思考什么现实的未来都变得毫无意义。我知道自己很愚蠢，但是我爱你。”雷吉娜死死攥住裙摆，当她如此真诚地说话时，既然她已经说出了真心话，我也无法再继续隐瞒下去了。雷吉娜深深地低下头，声音颤抖着说道：“如果你知道了真实的我，你一定会感到厌恶的。”利奥波特愣住了：“你这是什么意思？”雷吉娜闭上双眼，随后猛地睁开，原本清澈的浅蓝色眼眸瞬间染上了诡异的血红色。“这是我的天赋。”利奥波特震惊地瞪大了眼睛。雷吉娜死死盯着利奥波特的眼睛，跪下。利奥波特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瞬间席卷全身，他双膝一软，重地跪倒在他的面前。雷吉娜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现在你明白了吗？”利奥波特喘着粗气：“雷吉娜小姐。”雷吉娜看着跪在自己脚下的男人：“我的天赋是精神控制，如果我真的动用这份力量，我可以让你立刻走进宴会厅，独自一人在那里跳踢踏舞。我想逃跑。”那时候他因为太喜欢对方，甚至不惜隐藏天赋，并编造借口来结束关系。但这一次，雷吉娜决定不再逃避，她必须坦诚相待，因为她无法再对利奥波特隐瞒任何事情。她想起了过去交往过的那些男人，即便并不爱他们，她也会在分手时展示这份力量。一旦展示了这份力量，一切就再也回不去了。我知道这对她来说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这是我唯一能坦白爱意的方式。她的眼眶微微泛红，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没关系的，就算他最终会因此恨我，痛苦也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总会克服这一切。利奥波特发出一声轻叹：“我知道。”雷吉娜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什么？”利奥波特语气坦然地回应道：“我早就知道关于你天赋的事情。”雷吉娜惊愕地瞪大双眼：“但是你是怎么知道的？”整个人僵在原地。利奥波特神情平静地解释道：“你真的以为我们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会大老远跑去特罗瓦扎吗？早在我们踏上那片土地之前，阿丽切小姐就已经被确认为未来的皇后人选了。关于你的调查，也在我们出发前就全部完成了。”雷吉娜难以置信地摇着头：“等一下，你是说，即便你已经知道了一切，你还是喜欢我吗？”利奥波特握住了他的手：“雷吉娜小姐，难道你当初和我分手，仅仅就是因为那件小事吗？”雷吉娜紧锁眉头：“难道你不觉得我一直在用这份天赋创造虚假的感情吗？”利奥波特听后发出一声轻笑：“我知道你的精神控制无法创造出真正的感情。你刚才说
你能让我跳舞，但你的天赋其实并没有那么强，对吧？雷吉娜的眼眶终于决堤，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原来你一直都知道，艾米莉亚，这一次你真的错了。这个男人真的理解我，还是我一直试图隐藏的卑微？利奥波特猛地将雷吉娜拥入怀中，在夕阳最后的余晖里，两人紧紧相拥。他就是我的命运，这是一个我绝对不能放手的人。月光洒在寂静的庭院里，莉莉安娜躲在灌木丛后，低声问道：“埃德加，你准备好了吗？为了这一刻，我们等了1个月，等把他们变成部下后，克里斯就是我的了。”莉莉安娜反驳道：“不，他要当我的驴子。”埃德加皱起眉头：“但我可不想要海伦。”莉莉安娜坚持道：“他们2个都是我的，克里斯当我的驴子，海伦当我的仆人，明白了吗？”不远处的走廊上，海伦正和克里斯走在一起，听到动静，海伦停下脚步，疑惑地转过头。克里斯问道：“怎么了，海伦？”海伦环顾四周，庭院里一片死寂。“没什么，大概是我听错了。”灌木丛后，莉莉安娜急切地催促道：“快点把它拿出来！”埃德加在怀里摸索着回应道：“我在努力找了。”他终于掏出一颗圆滚滚的葡萄，递到了莉莉安娜手中。莉莉安娜稳稳地接过葡萄，神情变得阴沉而果决。她紧紧握住弹弓。今天的计划如下：首先，等海伦和克里斯在花园里玩耍时，我们就用准备好的弹弓投掷食物，把他们的衣服弄脏。在这样的日子里，如果他们的衣服沾满了食物，那2个家伙肯定会被大人责骂。如果被发现了，我们就直接跑向喷泉。莉莉安娜转头看向身边的同伙，问道：“准备好了吗？”埃德加用力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了。两人屏住呼吸，死死盯着不远处那2个毫无防备的身影。上次就是因为你们2个，害得我被姐姐责备。莉莉安娜猛地松开手指，葡萄带着破空声急射而出。今天你们就付出代价吧。葡萄划破夜空，精准地击中了克里斯的后脑勺。他发出一声痛呼，猛地向前踉跄。海伦惊慌地扶住他，问道：“怎么了，克里斯？”克里斯捂着脑袋转过身，满脸委屈地喊道：“有人打我的头。”海伦困惑地环顾四周，说道：“你在说什么啊？这里除了我跟你明明就没有。”话音未落，又一颗飞行物带着风声呼啸而至。海伦猛地睁大眼睛，还没来得及反应，额头便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记，紧接着密集的投掷物如雨点般袭来。海伦狼狈地护住头，喊道：“这到底是什么？是从哪里飞出来的？”克里斯吓得缩成一团：“我不知道，好可怕！”灌木丛后，莉莉安娜捂着嘴偷笑，埃德加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他再次拉开弹弓，瞄准了前方，看招！枝叶四溅，马里乌斯惊恐地捂着头大叫：“鬼！有鬼啊！”海伦很快反应过来，根本没有鬼，是有人在恶作剧。不管你是谁，最好现在就给我出来！躲在灌木丛后的莉莉安娜终于忍不住了，爆发出一阵狂笑。这笑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海伦猛地转过头，死死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眼神中充满了愤怒。莉莉安娜意识到不妙，一把抓起埃德加的手，大喊道：“快跑！”海伦在后面紧追不舍，气急败坏地喊道：“嘿，给我站住！”两人牵着手在月色下狂奔，清脆的笑声回荡在整个庭院中。“你们休想逃掉！克里斯，快抓住他们！”克里斯被这突如其来的混乱吓得不轻，只能慌乱地应和道：“好的，再快一点，只要到达宴会厅就安全了。”海伦和克里斯绝对不敢在那些大人面前乱来，只要能冲进去，胜利就是我们的了。莉莉安娜大口喘着粗气，汗水顺着脸颊滑落。埃德加率先停下脚步：“你还好吗？”莉莉安娜也停了下来，断断续续地回应道：“我想我。”她的话还没说完，突然感觉到一股异样的气息。莉莉安娜猛地抬起头，眼睛因为惊讶而瞬间睁大。“海伦猛地扑了上来，大声喊道：“抓到你了！”巨大的冲击力让莉莉安娜猝不及防，她整个人向后仰倒，伴随着巨大的水花声，3人齐刷刷地掉进了冰凉的水中。莉莉安娜从水里探出头来：“哇呀！”埃德加在水里挣扎着，呜咕！海伦也倒在水池里，原本整齐的头发变得乱七八糟。海伦在水中剧烈挣扎，发出一声尖叫：“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岸边的克里斯看到这一幕，彻底慌了神，他手足无措地喊道：“海伦，你没事吧？我去叫大人来。”还没等他转身，莉莉安娜突然从水里直起身子，发出一阵狂笑：“哈！现在是打水仗时间！”他猛地挥动手臂，大片水花朝着岸上的克里斯席卷而去。克里斯被淋了个透心凉。哇呀！莉莉安娜在水池里玩的兴起，一边泼水一边大笑：“太好玩了！”海伦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愤怒地反击道：“不许你欺负克里斯！”埃德加也不甘示弱，一边泼水一边大喊：“莉莉安娜是我的部下，不许动她！”水花在月色下四溅，克里斯站在池边，整个人都呆住了。各位！突然，一只湿漉漉的手猛地从水里伸出来，死死抓住了他的手腕。克里斯还没反应过来，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他整个人被猛地拽进了水池。他在水里拼命挣扎扑腾，溅起一连串细碎的水珠。他好不容易从水里冒出头来，大口喘着粗气，显得狼狈不堪。莉莉安娜看着他这副模样，调皮的吐出舌头，拉下眼睑，做了个鬼脸。略。海伦站在一旁，担忧地问道：“克里斯，你还好吗？”话音刚落，一道巨大的水柱猛地袭来，莉莉安娜被淋得怔着，发出一声闷哼。埃德加抹掉脸上的水，愤怒地吼道：“你这家伙！”他猛地挥动手臂，将大片水花泼向莉莉安娜。“海伦，我们一定要赢！”海伦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势吓了一跳。虽然有些不知所措，海伦还是加入了这场混战。莉莉安娜不甘示弱地咆哮道：“呀，埃德加，我们绝对不能输！”
激战过后，喷泉池的水面渐渐平息，四个孩子横七竖八地瘫坐在池水中，大口喘着粗气。莉莉安娜微微睁开眼看着上方，海伦低着头，水珠顺着发间不断滴落。莉莉安娜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笑声像是有感染力一般，埃德加也跟着笑了起来。接着是克里斯，最后连海伦也忍不住放声大笑。四个孩子在喷泉池里笑得前仰后合，清脆的笑声冲破了夜晚的沉闷，回荡在整个花园上空。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埃德加少爷，莉莉安娜小姐。海伦猛地止住笑声，发出一声低呼：“啊！”埃德加看着远处逼近的人影，啊，快跑！克里斯和海伦对视一眼，好。湿漉漉的脚印在石板路上蜿蜒延伸，那是他们逃跑时留下的痕迹。水滴不断从湿透的衣服上滑落，滴滴答答的打在地面。宴会厅的方向传来了诱人的食物香气，还有餐具轻轻碰撞的清脆声响。不知为何，一切都让人兴奋。他们悄悄潜伏在宴会厅外的灌木丛后，海伦紧张地竖起食指放在唇边，嘘。莉莉安娜努力憋着笑，发出了细微的漏气声。海伦压低声音警告道：“嘿，安静点！”莉莉安娜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她仰起头，爆发出一阵无比灿烂的开怀大笑。那个筹备了1个月的复仇计划，最终彻底失败了。晴朗的天空下，鸟鸣声在宏伟的宫殿上方回荡，原本宁静的气氛被一声突如其来的尖叫打破。莉莉安娜在走廊里大声呼喊，埃德加正坐在床铺上摆弄着泰迪熊玩偶，被这动静吓得猛地一颤。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莉莉安娜一路飞奔冲进房间。天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猛地扑向床上的埃德加。埃德加，我太开心了，是安东尼奥，他给我写信了。埃德加被撞得有些发懵。安东尼奥？那是谁？莉莉安娜沉浸在喜悦中，大声回应：“是我的朋友呀，安东尼奥。自从来到帝国已经有2个月了。”莉莉安娜看着桌上那一叠厚厚的信件，那是属于姐姐们的，她们总是能收到许多熟人的来信。莉莉安娜并不是没有朋友，在国立幼儿园的时候，无论是柠檬班、橄榄班、葡萄班还是石榴班，她和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那时候大家总是围着她欢笑，夸她是最好的伙伴，约定要每天一起玩耍。可自从来到这里，她还没收到过任何人的消息，这让她心里难免有些失落。直到今天，终于有一封信寄到了她的手中。莉莉安娜捧着信封，脸上泛起感动的红晕。坐在一旁的埃德加却突然沉下了脸。你的朋友？埃德加双手抱在胸前，死死盯着莉莉安娜问道：“你和那个叫安东尼奥的家伙很亲近吗？”莉莉安娜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是呀，安东尼奥和我可是超级无敌好朋友。”埃德加像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超级！莉莉安娜开心地哼着小曲：“我们已经认识6年了呢，我得赶快看看信里写了什么。”埃德加呆呆地看着莉莉安娜，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埃德加盯着莉莉安娜手中的信封，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比我还要亲吗？”莉莉安娜正兴冲冲地抽出信纸：“你刚刚说什么？”埃德加猛地扭过头去：“没说什么，你快看你的信吧。”莉莉安娜转回身子，一边展开信纸，一边轻快地说道：“下次见到安东尼奥的时候，我也把他介绍给你认识吧，埃德加。”埃德加气呼呼地把自己摔在床上：“不用了，谢谢。”莉莉安娜看着闹脾气的埃德加，心里有些纳闷，明明刚才还好好的，他这是怎么了？干嘛突然去捏泰迪熊的脸颊？他摇了摇头，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手中的信件上，满怀期待地读了起来：“莉莉安娜，是我安东尼奥，你过得好吗？没有你的日子真的好寂寞。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在橄榄树下一起吃塔饼的时候吗？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我真的很想你。弗朗西斯卡也很想你，请一定要给我回信。爱你的安东尼奥。”莉莉安娜读着信，眼眶渐渐湿润。安东尼奥，我也好想你。埃德加躺在床上，怀里紧紧抱着泰迪熊。爱你的莉莉安娜。莉莉安娜在书桌前飞快地挥动羽毛笔，我写好了，我还得寄一些帝国才有的糖果过去，安东尼奥一定会喜欢的。埃德加站在他身后，脸色阴沉的可怕。喂，莉莉安娜正忙着折叠信纸，干嘛？我正忙着呢。埃德加沉默了片刻，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鼓起勇气，声音微颤地问道：“那我呢？我也是你超级无敌的好朋友吗？”莉莉安娜继续在纸上涂画画。不是，你只是普通朋友。埃德加整个人僵在原地。为什么？为什么我只是普通朋友？莉莉安娜停下笔，这个嘛，最开始我是想让埃德加当我的部下，但他根本不听话，所以最后我才勉强决定让他当我的朋友。安东尼奥和我从小就在一起，我们就像亲兄妹一样，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秘密。可如果是埃德加的话，我们一天都要吵架和好几10次呢。莉莉安娜看着他理所当然地问道：“埃德加，你真的不知道原因吗？”埃德加的眼眶瞬间湿润了，身体止不住的颤抖，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埃德加连忙跑开，莉莉安娜见状吓了一跳，猛地从椅子上跳了下来。埃德加！距离那天已经过去了1周，埃德加整个人都变了，不准确的说，他变得有些过于热情了。在餐桌上，莉莉安娜只是轻声说了一句想喝牛奶，埃德加便立刻起身，亲手为她倒满了一杯。不仅如此，他还会端着满满一盘肉递到莉莉安娜面前，催促她多吃一点，脸上挂着那种让人无法拒绝的笑容。甚至当莉莉安娜因为玩得太疯而流鼻涕时，埃德加也会第一时间掏出手帕，半蹲在她面前，细心地帮她清理。他甚至把自己最喜欢的葡萄味糖果也让给了莉莉安娜。但这还不是全部，莉莉安娜看着眼前的埃德加，感到一阵恶寒。埃德加满脸堆笑地蹲下身子：“你刚才说不想爬楼梯对吧？
上来吧，我背你。莉莉安娜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吓得魂飞魄散，她甚至顾不上形象，手脚并用地爬上了楼梯。埃德加，你是不是生病了？埃德加头也不回的走着。我没生病，你还是多担心你自己吧。如果你不想再病倒，就得好好吃饭。你要知道，雷吉娜大人真的很担心你。莉莉安娜盯着他的背影，小声嘀咕道：“你最近真的很可疑。”埃德加猛地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莉莉安娜吓得缩起脖子，紧闭双眼，心里暗叫不好，难道他又要弹我的额头了吗？然而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埃德加正温柔地拨弄着她的头发。你的头发缠在丝带里了，我帮你弄好。莉莉安娜僵在原地，她真的变得太奇怪了，简直让人害怕。埃德加轻轻拨弄着莉莉安娜的头发，你的头发总是容易打结。莉莉安娜有些局促地应道：“是啊，所以我得经常梳头或者把它扎起来。”埃德加若有所思地重复道：“梳头吗？我明白了，莉莉安娜，我现在也是你超级无敌的好朋友了吧？”莉莉安娜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们不是好朋友。”埃德加整个人僵住了，还是不行吗？莉莉安娜双手叉腰，气鼓鼓的大声说道：“是的，还有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把软糖还给我？”埃德加沉默了片刻，突然抬起头，眼神中透着一股决绝。他一边快步走开，一边说道：“从现在起，我要亲自抚养软糖。”莉莉安娜猛地一惊，大喊道：“什么？软糖可是我的亲弟弟！”埃德加头也不回的大步流星：“对我来说也一样。”莉莉安娜在走廊里气得直跳脚：“软糖凭什么是你的弟弟？快还给我！我已经给过你饼干了！”克里斯发出一声惊叫，整个人被吓得缩成一团。莉莉安娜猛地推开柜门：“找到你了，克里斯！”克里斯发出一声虚弱的呻吟。虽然中间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但今天海伦和克里斯确实是来宫殿里找莉莉安娜玩的。此时此刻，他们正处于一场激烈的捉迷藏游戏之中。莉莉安娜转过身：“克里斯，你知道海伦和埃德加躲在哪儿吗？”克里斯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不知道。”莉莉安娜垂下肩膀，叹了口气说道：“我的脚都开始疼了。”克里斯也红着脸，小声附和道：“我也是。”莉莉安娜突然想到了什么：“我们要不要边吃东西边找？”克里斯有些腼腆地点了点头：“好的。”克里斯手里拿着一块曲奇饼干，一边走一边小口啃着，发出了清脆的咀嚼声。“那个，莉莉安娜，对不起，我不该说你会吃人。”克里斯低着头，脸颊泛起红晕：“你看起来是个很好的朋友，甚至还分给我饼干吃。”莉莉安娜大方地摆了摆手：“没关系，你现在知道我不是怪物了吧？”克里斯依然有些局促，但是真的很对不起。莉莉安娜看着克里斯那副腼腆的模样，通过刚才的交谈，她发现克里斯其实是个非常善良且胆小的孩子，这简直就是最完美的部下人选。就在这时，一阵细微的摩擦声传进莉莉安娜的耳朵：“哈，抓到你了！”莉莉安娜猛地从盆栽后探出头，大喊一声。躲在后面的埃德加被吓得浑身一颤，发出一声惊叫：“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莉莉安娜得意地叉着腰：“我听到你的呼吸声了。”埃德加有些尴尬地站起身：“哼，你找到海伦了吗？”莉莉安娜摇了摇头说道：“还没呢。”埃德加伸出手，轻轻捧住莉莉安娜的脸颊：“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莉莉安娜有些不好意思地避开视线：“我只是有一点点累，但感觉还好。你应该别管海伦了，赶快回房间休息吧。”莉莉安娜沉默了。其实从今天早上起床开始，她就觉得身体有些沉重，不太舒服。但如果现在就因为生病回房间，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海伦？海伦可是她在帝国交到的第一个女性朋友，她真的很想找个人一起玩洋娃娃。莉莉安娜抬起头，倔强地说道：“不，我想和海伦再多玩一会儿。”埃德加有些生气，大声说道：“你不能再病倒了，现在就跟我回房间去。”莉莉安娜也来了脾气：“你不能命令我该做什么，你又不是我的亲姐姐。”埃德加愣了一下，随即满脸通红的吼了回去：“我这是在担心你，因为我是你的朋友。”莉莉安娜涨红了脸，大声反驳道：“海伦现在也是我的朋友了，所以我要玩得更久一点。”埃德加愣在原地，碧绿的眼睛里满是错愕：“我每次都只陪你玩一小会儿，是因为我担心你的身体。”啪嗒，一颗晶莹的泪珠掉落在地毯上。埃德加站在那里，眼眶通红，泪水在眼底打转。他紧紧攥着拳头，声音带着明显的哭腔和委屈：“你喜欢他们胜过喜欢我吗？”莉莉安娜愣在原地，满脸困惑地看着眼前的男孩。她伸出手想要拉住对方：“等等，埃德加，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埃德加猛地甩开手，转过身，大声吼道：“我知道你就是更喜欢他们，别再假装不是了。”莉莉安娜急得涨红了脸，大声反驳道：“才没有！埃德加，你这个笨蛋，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埃德加的眼眶里噙着泪水，他歇斯底里地喊道：“别撒谎了！如果你真的更喜欢我，你早就该进去休息了。你根本不想当我的超级好朋友。我明明比他们更体贴你，所以你难道不应该更喜欢我吗？”莉莉安娜呆呆地看着他，他到底在说什么啊？为什么现在要提什么超级好朋友的事？他为什么表现的就像是我不想再和你做朋友了？埃德加咬着牙说道，泪水顺着涨红的脸颊滑落。莉莉安娜整个人僵在原地，是我抛弃了他吗？走廊里回荡着断断续续的哭声，莉莉安娜哭得泣不成声。我以为我们关系真的很好，海伦坐在另一侧，我明白你为什么这么难过。你们两个总是形影不离。埃德加刚才确实太过分了。海伦皱起眉头，有些愤愤不平地问道：“要我去帮你教训他一顿吗？”莉莉安娜一边大哭一边摇头拒绝：“不，我要亲手揍他！”哇呀！
克里斯手忙脚乱地劝道：“别哭了，莉莉安娜。”门外传来了清脆的敲门声，房门被推开，侍者站在门口，恭敬地提醒道：“海伦小姐，克里斯少爷，该回家了。”海伦小声嘟囔道：“可是我们还想再陪莉莉安娜一会儿。”莉莉安娜吸了吸鼻子：“没关系的，你们先回去吧，不然大人们会责怪你们的。看，我已经不哭了。”海伦有些迟疑地问道：“你确定吗？”莉莉安娜用力点了点头。克里斯显得有些局促。那个，莉莉安娜，你试着再去和埃德加谈谈吧。我真心希望你们两个能和好。我和海伦以前也大吵过一架，但后来我们还是和好了。莉莉安娜听着他的安慰，轻声回应道：“好，谢谢你。”她深吸一口气，重新振作了起来。海伦，克里斯，下次我们再一起玩吧。到时候我们要吃更多好吃的，玩更多有趣的游戏。好，我保证会和克里斯一起再回来的。一言为定。夕阳将天空染成了温暖的橘红色。海伦和克里斯坐在车厢里，从窗口探出头向后挥手告别。莉莉安娜站在原地，用力地挥动着小手。随着马车彻底消失在视线中，莉莉安娜挥动的手慢慢垂了下来。她原本红润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眼神也变得涣散而沉重。她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回走，呼吸变得急促而沉重。她扶着墙壁，一步一步挪向自己的房间。我的药，她喘息着，跌跌撞撞地扑向桌子，颤抖的手伸向那只药瓶，必须吃药。她抓起药瓶，整个人瘫倒在床边，仰起头，大口吞咽着药液。这种感觉太难受了。打扰了，莉莉安娜艰难地转过头，视线已经开始模糊。她看着受惊的女仆，虚弱的呢，难道？我觉得我生病了，请帮我叫姐姐们过来。话音刚落，莉莉安娜的身体剧烈摇晃了一下，彻底失去了意识，重重地倒在床上。莉莉安娜缓缓睁开双眼，额头上敷着一块湿毛巾，脸颊依然透着病态的潮红。姐姐们在吗？一只手端着水杯递到了她的唇边。马里乌斯坐在床边，轻轻扶起莉莉安娜的后背。哟，你醒了？现在太晚了，你的姐姐们都已经睡下了。莉莉安娜神情呆滞地就着杯子喝了几口水。现在几点钟了？她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问道。外面好黑。马里乌斯回答道。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你错过了晚饭，既然生病了，就多少的吃点东西。莉莉安娜把脸埋进枕头里。我不想吃。马里乌斯耐心地劝说道。空腹吃药会疼的。弗朗索瓦也来看过你了，你的姐姐们之前都非常担心你。莉莉安娜听着他的话，有些委屈地撇了撇嘴。马里乌斯俯下身，眼神中带着一丝少见的温柔。他伸出手，指尖轻轻拂过莉莉安娜的额头，帮她理顺了被汗水浸湿的发丝，端些汤过来。女仆微微躬身回应道：“遵命，陛下。”莉莉安娜缩在被子里，有些局促地眨了眨眼。马里乌斯难道一点都不介意吗？我现在满身都是汗。过了一会儿，莉莉安娜坐在床上，嘴里塞得满满当当，正努力咀嚼着食物。等等，刚才发生了什么？刚才女仆把汤端了进来，然后马里乌斯就直接开始喂我了。马里乌斯兴致勃勃地举着勺子，来张嘴啊！莉莉安娜下意识地配合着吞下了一口汤。马里乌斯忍不住夸奖道：“哇，你真棒！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阿丽切小姐。”她甚至没意识到自己什么时候喝完了汤，甚至连那苦涩的粉末药剂也一并吞了下去。马里乌斯继续手舞足蹈地欢呼道：“哇，你竟然这么轻易就吃下了苦药，真是太勇敢了！等你长大了，一定能成为像英雄一样的人物。既然你表现得这么勇敢，理应得到巧克力作为奖励。”莉莉安娜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由夸奖铸成的牢笼，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中了什么迷魂咒。她坐在床上，眼神犀利地盯着眼前的男人。马里乌斯察觉到了他的目光。哦，你为什么要这样瞪着你的姐夫？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莉莉安耐气呼呼地反驳道。你才不是我的姐夫，你只是一个我认识的怪叔叔而已。马里乌斯摊开手解释道。我娶了你的姐姐，所以从法律上讲，我就是你的姐夫。莉莉安娜愣了一下，小声嘟囔道。哦，你这么说好像也没错。但他随即又挺起胸膛，大声喊道：“不管怎样，你确实对我做了过分的事。”直到这一刻，他才想起那件被自己遗忘的重要事情，关于灵魂誓约的事。如果他非要自称是我的姐夫，那他至少应该遵守和我的约定。我一定要让他见识一下小姨子发起火来到底有多可怕。马里乌斯看着莉莉安娜那副认真的模样，有些不解地挠了挠脸颊。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莉莉安娜指着不远处的椅子，大声说道：“去坐到那把反省椅上去，先生，去那里坐10分钟，好好想想你到底做错了什么。”马里乌斯愣了一下，我要去做吗？要不我再给你一颗巧克力，怎么样？莉莉安娜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好，但我要带杏仁的那种。马里乌斯开心地笑了起来。没问题，但千万别告诉你姐姐们你吃了巧克力好吗？他们说不能给你吃，因为会蛀牙的。这家伙又想用这招来收买我。马里乌斯看着莉莉安娜那副纠结的小表情，忍不住仰起头，哈哈大笑起来。马里乌斯一边笑一边擦着眼泪说道：“啊，你是因为我没能满足你的愿望，所以才在生闷气吗？”莉莉安娜，你果然还是个小宝宝啊！莉莉安娜涨红了脸反驳道：“谁说我在生闷气？我才不是小宝宝，我已经长大了。”马里乌斯指着他那气鼓鼓的脸蛋说道：“你看你就是在生闷气，不然你为什么会这么生气？”莉莉安耐气地说不出话来，她猛地踢开被子：“我讨厌你！我知道你在生气，但你还是得盖好被子。”马里乌斯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把被子重新拉回到莉莉安娜身上。关于那件事，我确实感到很抱歉，当时我无法避开那个誓约，所以才采取了另一种手段。
但这些对你来说可能太难理解了，毕竟你还太小。莉莉安娜吸了吸鼻子，没错，我是太小了，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我依然讨厌你。你伤害了埃德加，就算他有时候确实很烦人，你也不该对他那么坏，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马里乌斯看着他认真的说道，我从来没有觉得他是个麻烦。莉莉安娜猛地抬起头，大声反驳道，骗子！马里乌斯直视着他的眼睛，语气平静而坚定，我没有撒谎，我知道，并不是这世界上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能像我的姐姐们爱我那样互相扶持，我的哥哥就不爱我，所以他才去了乡下。马里乌斯的手猛地攥紧了裤腿，那不是真的，安德烈亚真的非常非常爱你。如果哥哥真的爱我，那这种爱也太奇怪了，爱不应该是那个样子的。马里乌斯像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忍不住轻笑出声。小鬼，难道你还知道什么是爱吗？那你说给我听听。莉莉安娜认真的思考着，爱呀，爱是不应该让你珍惜的人感到不安的。不安吗？她垂下眼帘，继续说道，是的，我在哥哥面前的表现和在姐姐们面前完全不同，我会乖乖吃掉难吃的菠菜，也不会为了要玩具而发脾气。那是因为我喜欢哥哥胜过他喜欢我。马里乌斯俯下身子，轻声唤道，莉莉安娜。安德烈亚他，莉莉安娜猛地抓紧了被角，打断了他的话。我担心他会忘了我。马里乌斯静静地注视着他。莉莉安娜低着头说道：“所以我才一直给他写信，祈祷他能记住我。你觉得那不是爱吗？”马里乌斯没有立刻回答。莉莉安娜自顾自地说道：“是的，那是单相思。每一天，哥哥的样子都在我的记忆里变得越来越模糊。我想哥哥肯定也是一样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再也记不起彼此，也许我就不会再爱他了。到那时，我们也不再是家人了。”莉莉安娜坐在宽大的床铺上，低声说道：“我相信埃德加也是这种心情，他或许也想对哥哥们使坏，想大发脾气，但他做不到。我明白那种感受，因为我也处在同样的境地。”马里乌斯猛地抬起头，如果他想做，他完全可以那么做。就算你和埃德加在地上打滚，求我们买玩具也没关系，或者无视我们的唠叨，只顾着吃甜食也可以。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微微颤抖：“我们非常爱你们，只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的表达这份感情。莉莉安娜沉默地看着他，随后她轻轻叹了口气，说道：“大叔，你真是个笨蛋。”马里乌斯愣住了。什么？只有在确信无论自己做什么都会被爱的时候，人才敢肆无忌惮的调皮捣蛋啊！马里乌斯怔怔地望着他，久久没有说话。你已经是大人了，怎么会连这种事都不知道？马里乌斯愣在原地。弗朗索瓦的声音在记忆中响起：“时间倒流已经过去4个月了，你依然觉得他背叛了你吗？”马里乌斯捂住脸，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难道这就是他那天对我拔剑的原因吗？他难道是信任我到了这种地步，认为只要他赌上性命，我就一定会停手吗？马里乌斯痛苦地弯下腰，将头埋进掌心。莉莉安娜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难道对一个大人说他不懂爱，真的有这么大的打击吗？她小心翼翼地伸出手，轻轻摸了摸马里乌斯的头。那个，没关系的。马里乌斯猛地俯下身，紧紧抱住了床上的小女孩。马里乌斯将脸埋在她的肩头，声音沙哑的难道你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可爱？如果没有你，我该怎么办才好？莉莉安娜感受着头顶那只手的力度，马里乌斯的触碰仿佛在告诉他，他已经没事了。可他的眼神、他的表情，还有那带着哭腔的颤抖声音，分明都在诉说着他一点也不好。莉莉安娜没有推开他，只是静静的任由他抚摸着自己的头发，直到他平复心情为止。这是一个奇怪的早晨，在连续病了3天之后，我的身体终于开始慢慢恢复。马里乌斯在第1天照顾完我后就消失了，接下来的日子里，一直是艾米莉亚和弗朗索瓦在轮流照看我。莉莉安娜靠在床头问道：“艾米莉亚，埃德加有来看过我吗？”艾米莉亚停下手里的动作问道：“为什么这么问？你想和他一起玩吗？”莉莉安娜垂下头，神情显得有些失落。没什么，算了，就连马里乌斯和利奥波特都来看过我了，难道我们的友谊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如果安东尼奥说他更喜欢和别人玩，我大概也会难过的大哭一场吧。他盯着窗外明媚的阳光，陷入了沉思。埃德加，你是不是还在生气？空旷的长廊尽头，阳光穿过高耸的窗户，洒在厚重的地毯上。埃德加独自躺在宽大的床上，整个人缩在被子里。门外传来了轻微的敲门声，埃德加猛地睁开眼，愤怒的大声吼道：“我说了，我想一个人待着。”门外陷入了一片死寂。过了一会儿，敲门声再次响起，埃德加气得满脸通红。“你以为我的话是在开玩笑吗？我叫你离我远点！”埃德加猛地掀开被子，却发现莉莉安娜正站在床边，她身上裹着厚重的白色毯子，正抽搭着鼻子，眼眶红红的看着她。埃德加愣住了，原本的怒火瞬间熄灭，他急忙跳下床，快步冲到莉莉安娜面前，一边帮她拉紧滑落的毯子，一边大声问道：“为什么？我不是说了不准进来吗？”莉莉安娜吸了吸鼻子，小声回应道：“对不起，但我很想你。”埃德加皱起眉头，生病了就该乖乖待在房间里，为什么要跑这么远过来？万一病情加重了怎么办？莉莉安娜低着头闷声说道：“我不知道，因为你一直没来看我，我觉得病得更重了。”埃德加看着他，脸颊微微泛起了红晕。莉莉安娜小心翼翼地问道：“我们不再是朋友了吗？”埃德加转过头去，小声嘟囔道：“不知道。”莉莉安娜继续追问道：“你不想和我做朋友了吗？”“不是那样的，我只是很生气。”莉莉安娜裹着厚厚的毯子，不安地缩了缩脖子。“对不起。”埃德加沉默了片刻，脸颊因为羞恼而长得通红。他终于忍不住大声质问道：“为什么安东尼奥是你的超级好朋友，而我只是普通朋友？我们明明一起在花园里看蝴蝶，
还一起探索过宫殿。莉莉安娜愣愣地看着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埃德加越说越委屈，你还说过利奥也是你的好朋友，那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莉莉安娜眨了眨眼，理所当然地回答道：可是你和我之间没有共同的秘密啊！埃德加惊叫出声。什么？莉莉安娜认真地解释道：好朋友是会分享秘密的人，而超级好朋友是即使你泄露了他的秘密，也依然会原谅你的人。以前我和利奥波特会背着姐姐们偷偷分享巧克力。我和安东尼奥从小就有很多秘密。有一次我们玩耍时打破了花瓶，却撒谎说是风吹倒的。还有很多次，我们偷偷在邻居家的狗身上乱涂乱画，然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赶紧溜走。我们当时真的做了那种事。超级好朋友就是那种，即使你指出了他的错误，他也依然会原谅你，并永远和你在一起的人。但和埃德加在一起时，从来不是这样。他不是那种会像我一样到处闯祸的人，即便他真的做错了什么，他也只会选择安静地接受训斥。莉莉安娜吸了吸鼻子，你从来没有和我一起制造过秘密，因为即便没有我，你也能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好。埃德加听着这些话，原本紧绷的脸渐渐放松，嘴角不由自主地向上扬起。莉莉安娜看着他那副样子，心里一阵无语。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在认真的难过吗？那你也来当我的特别朋友吧。你要和我一起制造秘密吗？埃德加点了点头。我们会分享秘密，还有其他的一切，但必须是海伦和克里斯都做不到的事情。他皱起眉头，陷入了苦思。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还称不上是最好的朋友或者超级好朋友。莉莉安娜突然想到了什么。雷吉娜曾坐在桌边，满脸幸福地对阿利切说道：我觉得利奥先生和我是灵魂伴侣。阿利切听到这话时，神情也显得非常温柔愉快。莉莉安娜虽然不太明白那个词的具体含义，但她心想，既然他们看起来那么开心，那灵魂伴侣一定是指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莉莉安娜露出灿烂的笑容。好吧，那你可以当我的灵魂伴侣。埃德加愣了一下，灵魂伴侣那是什么？莉莉安娜肯定地点了点头。就是某种非常好的关系，像是永远的好朋友。埃德加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他注视着莉莉安娜。那这是只能和我一起做的事吗？不是安东尼奥，也不是海伦。莉莉安娜有些迟疑。只有你吗？埃德加逼近一步，语气不容置疑。只有我，只能是我明白了吗？莉莉安娜被他的气势镇住，忙不迭的连连点头。好的。埃德加追问道：你发誓吗？莉莉安娜举起手，大声喊道：我发誓，我只和你一个人当灵魂伴侣。拉钩约定。莉莉安娜伸出小手，和埃德加的小指紧紧勾在一起。如果你敢违背这个约定，我绝对不会原谅你。莉莉安娜笑着回应道：别担心，我们现在可是灵魂伴侣了，我绝对不会毁约的。埃德加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现在你可以把小熊拿回去了，我不再需要他当人质了。莉莉安娜愣了一下，随即气得满脸通红的吼道：他本来就是我的弟弟。埃德加坏笑着回应道：谁让你之前对我那么刻薄，所以我才把他抓走的。他凑近莉莉安娜，压低声音威胁道：下次要是再敢不守信用，我就把他丢进锅里煮成熊肉汤。莉莉安娜惊叫道：什么？这家伙为什么总是要在气氛这么好的时候大煞风景，竟然还敢威胁我的弟弟？莉莉安娜掀开毯子，挥舞着小拳头朝埃德加扑了过去。快把那句话收回去！埃德加笑着在房间里跑开。即便如此，就在莉莉安娜和埃德加和好的第二天，他的身体奇迹般的痊愈了，终于能够下床走动。虽然我还是不太清楚灵魂伴侣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既然埃德加那么喜欢这个称呼，那就随他去吧，嘿嘿。莉莉安娜在人群中轻快地跑着，快点，我们走，快点！马戏团的蓝色大帐篷矗立在广场中央，四周飘满了彩色的气球和纸线。普普，你不是故意走这么慢的吧？快点走啦！马里乌斯任由他拉扯着，嘴角带着一丝戏谑的笑意。你就那么想看马戏吗？莉莉安娜兴奋地回应道：当然，我想看骑独轮车的小丑，还要吃好多好吃的食物。马里乌斯转头看向一旁的埃德加，埃德加，你有想看的东西吗？埃德加神色平静淡淡的回答道：并没有，除了马戏，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呢。我听说今晚帝国法师们会表演烟花秀。埃德加听后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那听起来挺有意思的。莉莉安娜闭上眼睛，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看来该轮到我出场了。莉莉安娜猛地抓住埃德加的衣角，我想看烟花。埃德加，你会陪我一起看的对吧？拜托了。埃德加看着他兴奋过头的样子，有些无奈的吐槽道：你是小婴儿吗？为了这种小事就这么激动？莉莉安娜完全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6岁的小鬼也还是个孩子啊！你现在就像只小虾米一样。埃德加，说好了哦，绝对不许反悔。普普，你也要让我们看烟花才行，听到了吗？马里乌斯忍不住笑出声来。好，没问题，我们一定会看的。3个人并排走向马戏团深处，有人在喷火，还有杂技表演。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出现在马戏团呢？要解释这件事，还得从几天前说起。灵魂伴侣，阿利切端起茶杯，神情温柔地解释道：那意味着灵魂的伴侣是比最好的朋友还要珍贵的人，是那种让你爱到心底发颤的人。莉莉安娜听到这话，整个人僵在原地。我根本不知道，我以为那只是指死后也想继续做朋友的人。爱到心底发颤，那根本不是埃德加。莉莉安娜痛苦地捂住脑袋。马里乌斯凑了过来，我们的小姨子看起来快要哭出来了，你到底和谁立下了灵魂誓约？不能告诉姐夫吗？莉莉安娜把脸埋进手心里。不行，那太丢脸了。马里乌斯变本加厉地逗弄着他。别生气嘛，那不如和姐夫拉钩立个誓约怎么样？莉莉安娜猛地抬起头，我才没有立过什么誓约，而且你才不是我姐夫，你只是个大叔。
阿丽切放下茶杯，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莉莉安娜，你应该叫他姐夫。”莉莉安娜被阿丽切的目光盯得浑身一颤，她缩起脖子，支支吾吾的改口道：“姐夫。”马里乌斯笑着看向他说道：“没错，叫普普也挺好听的，别觉得有压力。”阿丽切温柔的注视着莉莉安娜：“莉莉安娜，姐姐有个忙想请你帮一下，你能做到吗？”莉莉安娜抬起头，有些茫然的问道：“帮忙？什么样的忙？”阿丽切耐心的解释道：“你姐夫想和埃德加还有你一起出去玩，但是埃德加好像不太愿意和他相处，所以我在想莉莉安娜能不能去说服他。”莉莉安娜陷入了沉思，这该怎么办呢？马里乌斯在一旁突然开口道：“我们要去马戏团哦！”莉莉安娜猛地站起身：“什么？马戏团？”莉莉安娜捧着脸颊，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那是她之前在特罗万西亚就想看的马戏团，当时因为差点被马车撞到而错过了。是那个马戏团吗？而且还是在帝国的表演，我真的太好奇了。莉莉安娜脑海中浮现出埃德加的样子，但她很快冷静下来，有些纠结的低下了头。如果埃德加说不去，那我也不去了。马里乌斯微笑着夸奖道：“我们的小姨子真是个重情重义的好朋友，等你长大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莉莉安娜愣了一下，啊！马里乌斯低下头，手掌轻轻抚过自己的金发，语气变得有些低沉：“你姐夫他其实是想借着看马戏的机会，重新和埃德加亲近起来。他想真诚地向埃德加道歉，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做那种事了，就像阿丽切和莉莉安娜你们两个一样。”莉莉安娜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像我们一样？难道我们以前经常吵架吗？”马里乌斯点了点头：“是的，所以我希望莉莉安娜能去说服埃德加。如果他拒绝了，那我也无能为力，但我真的很想尝试一下。”莉莉安娜抬头看着他，原本以为他会因为被拒绝而生气，但他看起来却意外的真诚。既然是这样的话，好吧，我会试着去说服他的。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红了脸，但是别抱太大希望，我可是站在埃德加那一边的，明白吗？不是站在普普你这边。马里乌斯温柔的笑了起来：“谢谢你，莉莉安娜，谢谢你愿意做埃德加这么好的朋友。”就这样，莉莉安娜接受了马里乌斯的请求，跑去询问埃德加是否愿意去马戏团。出乎意料的是，那个原本以为会断然拒绝的男孩，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说自己也对马戏团感到好奇，这就是他们最终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巨大的蓝白条纹热气球在晴空下缓缓升起，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小丑正向空中喷出炽热的火焰。莉莉安娜看着眼前的一切，兴奋的脸颊通红。马戏团简直就像童话书里的仙境一样，到处都闪闪发光的，真是太有趣了。如果在这么好玩的地方看烟花，那两个现在还别别扭扭的人，一定也会因为太开心而重归于好的吧？埃德加一脸狐疑地问道：“你在想什么呢？”莉莉安娜赶紧收起笑容：“哦，没什么。”她指着前方黑压压的人群，比起那个，快看那边，大家好像都往那里聚过去了，肯定有什么精彩的表演要开始了。埃德加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点了点头说道：“确实。”莉莉安娜踮起脚尖，努力伸长脖子：“埃德加，我什么都看不见，你能看见吗？”埃德加也正吃力地张望着：“我也看不见。”就在这时，一只宽大的手掌伸到了他们面前，莉莉安娜惊呼一声，整个人突然腾空而起。马里乌斯稳稳地将莉莉安娜举起，让她跨坐在自己的肩膀上。“现在能看见了吗？”莉莉安娜兴奋地欢呼起来：“哇，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在表演杂耍。”埃德加仰起头，有些好奇：“杂耍吗？”莉莉安娜坐在高处，得意地笑出了声：“快放我下来吧，这么高，感觉有点怕怕的。”马里乌斯应了一声，小心地将她放回地面。那么现在轮到埃德加了，来吧。埃德加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往后缩：“不用了，我没关系的。”“那可不行，如果你以后想跟我学杂耍，现在就必须得看清楚才行。”莉莉安娜推着埃德加往前走，埃德加有些慌乱地喊道：“等一下！”埃德加还没来得及挣扎，身体就猛地腾空而起，他惊慌地闭上眼睛。马里乌斯稳稳地拖住他的腿，让他坐在自己的肩膀上。“埃德加，感觉怎么样？”埃德加慢慢睁开眼睛，原本被遮挡的世界瞬间变得开阔，他惊讶地张开嘴，呆呆地看着前方。马里乌斯笑着说道：“现在能看得很清楚了吧？”在不远处的舞台上，杂技演员正灵活地抛接彩球。埃德加俯视着这一切，有些局促地回应道：“是的。”马里乌斯感受到了背上孩子的放松，嘴角露出一抹温和的笑意：“你一点都不重，所以想看多久就看多久好吗？”游乐场内人头攒动，远处的马戏团帐篷已经搭好。埃德加，这不是很开心吗？今天能出来真是太好了，对吧？埃德加轻声回应道：“算是吧，有一点。”埃德加提醒道：“等你们吃完了，我们就进去，得快点进去抢前排的位子。”莉莉安娜停下动作，有些犹豫地说道：“好，但是我想去洗手间。”马里乌斯愣住了，发出一声惊呼：“哦！”莉莉安娜见他没反应，提高音量喊道：“你没听见吗？我要去洗手间！”马里乌斯从未照顾过小女孩，面对这种突发状况，显得手足无措。“对，走吧，我们该出发了。”马里乌斯站在洗手间门口，有些不放心地问道：“你确定一个人没问题吗？如果觉得太难，我就去请一位女士帮忙。”莉莉安娜有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天哪，我是小宝宝吗？你就等在外面吧，普普。”马里乌斯叹了口气：“要是发生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明白了吗？”莉莉安娜头也不回地往里走：“知道了，知道了。”莉莉安娜站在洗手台前，甩了甩手上的水珠：“我都已经是6岁的大孩子了，姐姐们总是把我当成幼儿对待，但我明明可以自己上厕所，
也能自己洗手。他张开双臂，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喊道：“我回来了。”莉莉安娜推开门，却发现原本应该等在门口的人影消失了。哎，他们都去洗手间了吗？去哪儿了？莉莉安娜走出建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焦急地搜寻。啊，在那儿！为什么要在那么远的地方等我？难道是因为等在女厕所门口太尴尬了吗？莉莉安娜迈开小腿跑了起来，一边挥手一边大声喊道：“埃德加，仆仆！”然而前方的两人似乎完全没有听到，继续快步向前走着。莉莉安娜急得满头大汗：“仆，埃德加，等等我！”周围的人实在太多了，嘈杂的声音淹没了他的呼喊。他们走得太快了，根本听不见我的声音。他咬紧牙关，拼命加快脚步追赶。再快一点，就差一点了！莉莉安娜猛地向前一扑，一把抓住了前方男孩的后背。抓到你了！被抓住的男孩猛地停下脚步，惊愕地转过头，脸上写满了困惑与陌生。莉莉安娜看清对方的长相后，整个人僵在了原地。你是谁？就在莉莉安娜进了卫生间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两人之间弥漫着一种尴尬而僵硬的沉默。马里乌斯看着沉默的埃德加，有些局促的开口，打破僵局：“那个，埃德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下次我们还是一起。”话音未落，一杯橙黄色的液体突然从侧面倾倒而下。啊！埃德加根本来不及躲闪，冰凉的液体劈头盖脸的泼了他一身。天哪，我该怎么办？对不起，真的很抱歉。女人手忙脚乱的想帮埃德加擦拭。威奥莱特，妈妈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到处乱跑吗？马里乌斯虽然有些无奈，但还是耐心的安抚道：“没关系。”小孩子难免会这样。女人依然不停地道歉，真的很抱歉，真的，我应该更留心看着她的。埃德加低头看着自己湿透的衣服，不，没关系的，比起道歉，你更应该先把衣服换了。总之，先把这件上衣脱下来，换上这个。他一边说着，一边脱下自己的外衣，递给埃德加。我会去看看有没有多余的备用衣服，你先去洗手间里等我。埃德加有些不安地说道。可是那样的话，我可能会错过莉莉安娜，我就在这里等吧。马里乌斯停下脚步，显得有些迟疑。我想也是，但是威奥莱特的母亲走上前，轻声提议道：“如果你在等人的话，我可以帮你。我女儿正好也去洗手间了，刚才真是抱歉。”马里乌斯回应道：“啊，那能拜托您一件事吗？”她是一个叫莉莉安娜的小女孩，黑色的卷发，蓝色的眼睛。就这样，马里乌斯动身去寻找替换的衣服。原本以为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可就在这时，威奥莱特的母亲听到女儿似乎出了什么状况，急忙转身跑进洗手间查看。就在她离开门口的一瞬间，莉莉安娜正好从里面走了出来，两人就这样擦肩而过，谁也没有注意到谁。路人指着远处回应道：“黑头发的女孩，刚才确实有一个往那边去了。”马里乌斯顾不得许多，拔腿便向那个方向狂奔而去。莉莉安娜，他穿过拥挤的街道，声嘶力竭地喊道：“嘿，莉莉安娜，莉莉安娜！”埃德加也紧跟在后面拼命呼喊：“莉莉安娜！”广场上的人潮比刚才还要密集。莉莉安娜那么小，在这样的人群里根本看不见她。马里乌斯剧烈地喘息着，冷汗顺着脸颊滑落。我真该带着马克思一起等的，我真是个傻瓜，竟然以为自己能同时照顾好两个孩子。要叫士兵过来吗？还是应该封锁入口，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搜查？他从未感到如此害怕，即便是在争夺王位的生死关头，也不曾像现在这样心惊胆战。如果那个弱小又珍贵的孩子出了什么事，马里乌斯痛苦地扶住额头，他到底去哪儿了？这简直要让我疯掉！就在他近乎绝望的时候，身后的埃德加突然发出了压抑的抽泣声。马里乌斯愣住了，埃德加咬着牙发出了破碎的哭声。马里乌斯心中充满了愧疚与不安。埃德加猛地抬起头，如果你找不到莉莉安娜，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哥哥。虽然他比自己还要年幼，虽然他们曾经并不亲近，但每当有大人欺负他时，莉莉安娜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保护他。没有父母，由年长的兄姐抚养长大，时刻担心会被家人抛弃，却又在内心深处渴望着亲生父母的爱。莉莉安娜是这世界上唯一真正理解她的人，只要和她在一起，我就不会感到孤独。事实上，是她让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笑容。埃德加泪水止不住地夺眶而出，哥哥，请快点找到莉莉安娜，我不能没有莉莉安娜。马里乌斯单膝跪地，一把将颤抖的埃德加紧紧搂进怀里。这个孩子平时即便玩耍时擦破了皮，也只是拍拍灰尘继续跑跳，哪怕是被严厉训斥，他也总是倔强地忍住眼泪。我保证，我一定会找到莉莉安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所以别哭了。埃德加揪住马里乌斯的衣襟，把脸埋进他的肩头。你保证过的，你说过会找到莉莉安娜。马里乌斯轻抚着他的后脑勺，语气郑重地回应道：“是的，我保证。必须立刻封锁整个区域，确保莉莉安娜的安全，这是现在的首要任务。”马里乌斯的目光变得冰冷而锐利，即便要动员所有的士兵也在所不惜。就在他准备采取极端行动时，游乐场上空突然响起了清脆的广播声：“各位游客，请注意，我们正在寻找一名走失的孩子。重复一遍，我们正在寻找一名走失的孩子。莉莉安娜小姐正在寻找埃德加和埃德加的哥哥，请听到广播后立即前往 A32区与莉莉安娜小姐会合。”埃德加在人群中奔跑，莉莉安娜。莉莉安娜看清了那个身影，惊叫出声：“仆仆，埃德加！”埃德加抬起头，脸上满是泪痕，抽噎着说不出话来。埃德加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哽咽：“你跑去哪里了？把我一个人丢下！”埃德加猛地扑了上去，用力抱住他。埃德加放声大哭：“你到底去哪了？你应该乖乖在洗手间门口等的，你甚至不能自己去洗手间吗？”
莉莉安娜被吼得愣住了。等一下，现在该哭的人难道不应该是我吗？马里乌斯站在一旁，看着这两个孩子，无奈的叹了口气。莉莉安娜，你还好吗？有没有哪里受伤？埃德加刚才真的很害怕，他以为把你弄丢了。莉莉安娜小声回应道：“我刚才确实哭了一会儿，但是……”他拍着埃德加的背安抚道：“埃德加，别哭了。”埃德加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哭得更凶了。我觉得我等一下肯定要在反思椅上坐满1个小时了。魔法师发出的叮嘱：“别再放开你哥哥的手了。”莉莉安娜伸出小手，在空中虚弱的晃了晃，她偷偷瞄向一旁，神情显得有些局促。“你生气了吗？”她低着头，小声嘟囔道。莉莉安娜知道错了。马里乌斯没有回应，只是静静地站着。莉莉安娜心里一阵慌乱，完了，她看起来真的非常生气。如果再这样下去，姐姐们肯定会发现今天发生的事。她咬紧牙关，额头上渗出了冷汗，绝对不能让那种事发生。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莉莉安娜伸出手，轻轻拽了拽马里乌斯的衣角。“姐夫。”马里乌斯愣了一下，低头看向他。莉莉安娜红着脸，用最诚恳的语气说道：“对不起，你是世界上最酷的人。”而且她在心里飞快地盘算着，如果说他是最英俊、最棒的人，会不会显得谎话编得太夸张了？不，只要能让我免受1小时的劳动，或者不用去做那把该死的反思椅，怎么夸都行。莉莉安娜大声喊道：“你是最英俊、最棒的姐夫。”莉莉安娜会深刻反省的。我错了，请千万不要生气。马里乌斯的嘴角微微抽动，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他弯下腰，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马里乌斯突然蹲下身，张开双臂，将两个孩子一起搂进怀里。莉莉安娜为什么要被训斥？因为莉莉安娜没有在洗手间门口等着，而是跟在别人后面跑掉了。马里乌斯收紧了手臂，声音变得温柔而低沉：“莉莉安娜，埃德加，是我不好，在你们出来的时候我不在那里，对不起。”难道他刚才为了找我，一直带着埃德加在到处乱跑吗？原本以为他像只懒散的蚱蜢一样无忧无虑。莉莉安娜靠在马里乌斯的肩头，轻声回应道：“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她伸出小手，轻轻拍了拍马里乌斯的背。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大人们训斥并安慰受惊的孩子，但是我并不讨厌这种感觉。这是他第一次觉得马里乌斯真的像他的监护人一样。夜空中突然绽放出绚烂的烟花，巨大的声响在天际回荡。马里乌斯带着两个孩子站在高高的城墙边，俯瞰着远处的庆典。莉莉安娜仰着头看着漫天散落的光点，虽然最后没能看成马戏团，但能看到烟花也很好。她转头看向身边的埃德加，埃德加正入神地望着天空，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看来埃德加也玩得很开心。他们说对着流星许愿就能成真，那对着落下的烟花许愿是不是也可以？莉莉安娜猛地合起双手，紧紧闭上眼睛。请让他们和好吧，希望埃德加和马里乌斯能像亲兄弟一样亲近，请让他们以后别再吵架了，请保佑埃德加以后再也不会受伤。埃德加疑惑地凑过来问道：“你在干什么？”莉莉安娜闭着眼大声回应道：“我在许愿。”埃德加，你也快点许个愿。埃德加愣在原地。通常会有人对着烟花许愿吗？快点！莉莉安娜催促道。埃德加看着他认真的样子，终于也学着他的动作，慢慢合起双手，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莉莉安娜好奇地问道：“你许了什么愿？”埃德加睁开眼，轻声回答道：“秘密，真小气。”莉莉安娜撇了撇嘴。莉莉安娜低下头，发现埃德加正悄悄伸出手牵住了她的手，烟花在夜空中接连炸裂。莉莉安娜低头看着被握住的手，有些困惑地眨了眨眼。为什么他突然牵我的手？她试着挣脱了一下，大声嚷嚷道：“放开我！我想去喝点东西。”埃德加却紧紧攥着不肯松手。他急忙向一旁的马里乌斯求助：“姐夫，救救我！”马里乌斯手里端着饮料，正靠在城墙边笑得直不起腰。莉莉安娜停下动作，一脸无语地看着他：“姐夫，你笑什么啊？”马里乌斯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回应道：“因为你们两个实在是太可爱了。”莉莉安娜翻了个白眼，他在胡说什么啊？他叹了口气，无奈地妥协了。算了，随他去吧，就让他这么牵着好了。毕竟今晚的烟花真的很漂亮。月光洒在静谧的夜色中，马车在颠簸的道路上缓缓前行。埃德加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发出一声含糊的呻吟，视线逐渐清晰，发现自己正靠在马里乌斯的手臂上，而另一边的莉莉安娜早已沉沉睡去，横躺在长椅上，脑袋枕着马里乌斯的腿。马里乌斯察觉到动静，低下头轻声说道：“再睡一会儿吧。”埃德加猛地清醒过来，整张脸瞬间长得通红。马里乌斯有些疑惑地问道：“怎么了？是马车坐着不舒服吗？”“不是那样的。”埃德加结结巴巴地回应道：“我到底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埃德加沉默了许久，终于鼓起勇气：“哥哥。”马里乌斯转过头，温和地应了一声：“刚才的事，对不起。”埃德加低着头，手指不安地搅在一起：“我之前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关于那件事，对不起。”马里乌斯愣住了：“你为什么要道歉？”马里乌斯猛地攥紧拳头，眼泪夺眶而出：“该说对不起的人是哥哥才对。因为那瓶迷情剂，我发动了一场战争，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丽贝卡，可在那场战争中，究竟有多少人因此受难？就让这一切在我这里结束吧。”当他说出那句话时，他希望我能在那一刻清醒过来，彻底停止这一切。可当时的我根本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马里乌斯捂住脸，泪水顺着指缝无声的滑落。“我太愚蠢了，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你的感受，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意识到呢？我明明就像你的父亲一样，怎么能做出那种事？”马里乌斯伸出手，宽大的手掌轻轻遮住埃德加的双眼。
从现在起我会做得更好。他低声祈求着，请原谅我以前对你造成的伤害，对不起。为了发生过的一切，埃德加紧紧抿着嘴唇，努力抑制着喉咙里的抽泣声，身体因为激动而微微发抖。马里乌斯松开手，温柔地抚摸着埃德加的脸颊。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还愿意继续做我的弟弟吗？埃德加抬起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过了许久，埃德加才抽抽噎噎地抬起头。好吧，但是就这一次，只有这一次。马里乌斯愣愣地看着他，眼眶也跟着红了。他紧紧抿着嘴唇，努力克制着翻涌的情绪。在这种时候，如果是阿丽切，他会怎么做呢？马里乌斯俯下身，用力将埃德加抱进怀里。我想他一定会像这样紧紧拥抱他。就在把孩子拉入怀中的那一刻，马里乌斯心中升起一种奇妙的感觉。他知道从现在起，他的双臂再也不会感到酸痛了。壁炉里的火苗跳动着，马里乌斯低声说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埃德加和好。”阿丽切问道：“你们为什么吵架？”马里乌斯坐在圆桌旁回应道：“那不是吵架，错的人只有我。”阿丽切看向马里乌斯说道：“你们一定能和好的，所以别担心。”马里乌斯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事情真的还能挽回吗？”阿丽切肯定地回答道：“是有可能的。”阿丽切垂下眼帘，自己和莉莉安娜从一开始也并不亲近，至少你没有像我一样放弃莉莉安娜。夜色笼罩着宏伟的庄园，距离那场婚礼已经过去了1个月，那个女人正在逐渐掌控皇宫。难道您打算就这样做事不管吗？由皇后建立的奖学金基金会运行得非常顺利，我们必须想点办法。虽然他们举行了仪式，但他还没有稳固自己的地位，我们还有时间。坐在沙发上的男人猛地站起身，但是陛下干扰了灵魂誓约，不是吗？难道他已经被那个女人彻底迷住了吗？壁炉里的木柴发出噼啪声。卢曼伯爵，说起来，关于皇后陛下，听说她和最小的妹妹之间只有18岁的年龄差。庄园外的阳光洒在花园里，凉亭内正举行着茶会。天啊，这块饼干里加了肉桂，特罗瓦扎也有肉桂吗？哦，我还能尝到糖的味道，真是太迷人了。他们刚才还在打听特罗瓦扎是否有酒，现在又对肉桂和糖大惊小怪，这简直太荒谬了。雷吉内在心中暗自感叹，如果是艾米莉亚在这里，恐怕早就掀翻了桌子，用拳头来教训这些傲慢的贵族。但这是阿丽切第一次作为主人举办茶会，他不能引起任何争议，只能选择忍耐。雷吉娜脸上挂起完美的微笑，说道：“既然如此，等各位离开时，我会让人为你们打包一些饼干和酒。在特罗瓦扎，这些只是普通的食物，我没想到在帝国会被视为奢侈品。”格雷斯利子爵夫人放下茶杯，谢谢您的提议，但是雷吉娜小姐，您今年多大了？格雷斯利子爵夫人虽然出身并非名门望族，却是社交界的中心，被众人称为社交界女王。她显然又要发起新一轮的攻势了。仅仅是想到要应付她，我就已经感到精疲力竭。雷吉娜平静地回答道：“我21岁了。”子爵夫人猛地合掌发出清脆的响声。哦天哪，真是太完美了！雷吉娜愣了一下，问道：“什么？”子爵夫人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那正是结婚的完美年龄。”子爵夫人之所以在社交界闻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卓越的媒人天赋。许多看似随意的引荐，最终都促成了婚姻。因此，那些希望儿女能遇到好伴侣的父母们，经常会寻求她的帮助。子爵夫人倾过身子，双手交叠在胸前，问道：“既然你随皇后陛下远道而来，是打算在帝国定居的吧？”雷吉娜有些迟疑地回应道：“不，为什么不呢？在这里遇到一个好男人并结婚，对你的姐姐来说也是最好的选择。您说是吗，雷吉娜小姐？”雷吉娜轻声回应道：“我目前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子爵夫人露出惊讶的神色，说道：“天哪，你在说什么呢？特罗瓦扎可能缺乏社交秩序，所以在那边或许可以接受，但是在帝国，如果一个女人太久不结婚，人们会私下议论她一定有什么问题。”阿丽切闭上双眼，沉默地听着这些说教。子爵夫人笑着摆了摆手，说道：“别担心，我会亲自处理这些事的。只要你信任我，你就能在帝国生活得很好，不会有任何丑闻。”另一位贵妇人也凑过来附和道：“雷吉娜小姐，如果你听从子爵夫人的建议，你甚至能见到那些平时根本接触不到的男人。”阿丽切微微低头，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她猛地睁开眼，目光锐利地盯着对面的贵妇人们。雷吉内在桌底下按住她的手：“没错，交给我就好啊，除非你已经有了交往的对象。”雷吉娜愣住了。交往？你是说我正在和某人交往吗？子爵夫人猛地展开折扇，遮住半张脸，说道：“哦天啊，各位请注意言辞，特罗瓦扎的文化与我们不同，我们应该多加理解。也许在那种地方，同时和好几个人交往也是完全正常的呢。”雷吉娜难以置信地问道：“我在和一个男人交往，竟然有这样的传闻？”子爵夫人沉吟片刻，所以这真的只是传闻吗？雷吉娜感到一阵荒谬，她按住胸口，呼吸变得有些急促。既然我是当事人，我想直接听听具体的说法，这种传闻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子爵夫人收起折扇，神色复杂地回应道：“我听说你一直在和好几位年轻贵族约会，甚至还有几个人为了你发起决斗。”雷吉娜睁大眼睛，眼中满是惊愕。这太奇怪了，凭借我的能力，我绝不会随随便便去见任何人。子爵夫人若有所思地重复道：“你的能力啊，你应该也听过那些传闻吧？这种消息总是传得飞快。如果我没猜错，传闻是说我利用自己的能力偷走了别人的心，是这样吗？”贵妇人们纷纷安慰道：“听这些只会让你受伤，我们知道传闻不是真的。当然了，像你这样甜美的小姐，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没错。
雷吉娜用手掩住嘴唇，发出一声轻笑。她微微低头，神色变得哀伤而柔弱。真相是，我的能力非常微弱。雷吉娜眼眶泛红，泪水在眼中打转。她只对小孩子起作用，对一个成熟的大人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子爵夫人和在座的贵妇人们都愣住了，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雷吉娜抬起头，满脸委屈的说道：“可竟然有传闻说我诱惑了别人。”阿丽切猛地抱住她，安慰道：“哦，亲爱的，别哭了。尽管雷吉娜的能力可能很危险，但这正是她不需要进行灵魂誓约的原因，因为那股力量太弱了，根本没有限制的必要。”雷吉娜抽泣着说道：“没错，这在官方文件里都有记录。我听姐夫，不是陛下在婚礼后亲自告知了议会。”子爵夫人紧紧攥住手中的折扇。如果这个传闻被证实是真的，那么任何与雷吉娜约会的男人都会变成彻头彻尾的傻瓜。但如果传闻是假的，那就意味着有人犯下了诽谤罪。子爵夫人额头渗出冷汗，他们根本没提到议会已经知情了，必须立刻停止这个话题并转换内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雷吉娜微微抬起头，眼神变得冰冷而深邃。或许你是从谁那里听到的那个传闻？子爵夫人神色慌张地站起身，试图打圆场说道：“雷吉娜小姐，看来是我们误会了，所以就到此为止吧。”雷吉娜打断了他，语气坚定地说道：“这关系到我，所以请告诉我，有人在诽谤我。距离婚礼甚至还不到1年，竟然就有人胆诽谤我。照这样下去，甚至连陛下的权威都会受到损害。”贵妇人看着这一幕，额头渗出冷汗。甚至连陛下的权威都会受到波及吗？阿丽且安抚着怀中的人，从我们举行婚礼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事实上，陛下非常珍视雷吉娜，甚至将我最小的妹妹也视如己出。这种传闻无异于对皇室的公然嘲弄，难道不是吗？子爵夫人和在座的贵妇人们脸色惨白，他们原本以为这位皇后不过是个来自乡下的愚蠢平民，但现实却截然不同。阿丽切向前迈出一步，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那么到底是谁散布了那个传闻？皇帝从特罗瓦扎带回来的根本不是什么温顺的羊羔，而是一头足以撕碎一切的孤狼。